耍嘛！三门家装美声版。你的头发让我凤宇恒医师，地市特种兵营地发生严重爆炸事件，伤亡严重，速前往营地救援。我靠！我靠！我到底死了没？凤宇恒，12岁，大顺朝左相大人凤锦元嫡女。3年前，外祖一家获罪，被贬荒州。父亲怕受牵连，联合祖母将母亲姚氏贬下堂，再把府中姨娘沈氏扶正。我靠！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受命行事，谁叫你们命中带杀呢？你们待在京城会让整个凤府家破人亡。就是，真晦气！老爷说你们以后就待在这里自生自灭吧，能把你们护送到此也算是我们仁至义尽了。我们走。我勒个去！如看电影回放一样，回顾完原主的一生，凤宇恒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：穿越了。你的委屈我都明白，既然我来了，必不会让那些欺负过你的人好过了去。凤府对吧？这笔账我会替你好好清算。谢谢。看来这身体的原主死得很不甘心呢，听到承诺才肯离去。有那样一个爹，有那样一家子所谓的亲人，是该恨的吧？哼，那丫头卖到城府的醉花楼，至少能得50两银子。咱只要干成这一笔买卖，别说给狗娃子娶媳妇儿，就是我再掏2个小的都够了。你想得美！敢讨小的，我拼了跟你一起下大牢，也要把这事儿告到衙门去。不对呀，明明就是扔在这个地方，人呢？哎呀，该不是跑了吧？不可能，那药的分量足够他睡2天2夜，怎么可能当晚就醒？那你说，人哪儿去了？你跟我好有什么用？人打晕了之后，咱俩一起给灌的迷药，你自己眼瞅着的，怎么光赖我一个人？谁打我？哪有人？有，刚才有人打我脑袋。快走！眼见那2人跑远，凤宇恒不再去理那2人。刚来第1天，还是不要惹出人命的好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烧了总比抛尸荒野好。
突然身后不远处传来一声轻哼，凤羽恒转过身，一个男人。凤羽恒惊得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而他竟然没有发现。你是谁？看够了就出去。山是你家开的，凤是你家挖的，我偏不走，你能把我怎么地？哼！哼！现在要走的不只是我啦，你也得走。照这个烧法，这地方很快就要被燎原了。算了，我扶你一把。你能勉强走动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倒是烧不大，可你不觉得味道越来越重吗？这山缝子正好迎着风，我们是在闻烤尸体的味儿啊，烤人肉啊，烤！别说了，你试试拉动草席子，看能不能把我拽出去。这么严重？我看看。别动！你有病啊！没病会在这坐着，我不是有意推你，力气使得大了些。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不愿走就继续在这里闻烤肉味儿，本姑娘不奉陪了。你等等！凤羽恒觉得自己对长成这样的男人一点儿抵抗力都没有，算了，往这边走，不远有条小溪，风向也向北，吹不过来。好。终于连拖带拽的把人从山缝里弄出来，凤羽恒都快累死了，草席子都磨破了，你再忍忍。没事。要把你摔狠点，你就不说没事了。哼，小小年纪如此狠辣，适才你手里的石头子再多些，只怕那二人也得被烧死吧。你什么你？如果你没打算放过伤你这两条腿的人，那就没资格指责我。向来恶人有恶报，他们若不害我，哪来今日恶果？切！从未有人这样与他说过话，没有卑躬屈膝，没有趋炎附势，也没有礼待尊重，还有自己的想法，会对他的话大胆质疑。还走不走啊？不走了，累。这时，就在刚刚二人栖身的山缝处，出现了两个人影，四下晃动，像是在找着什么。喂，是找你的吧？为什么就不能是找你的呢？怎么可能？我娘重病起不来，我弟才6岁，村里其他人要么想着害我们，要么避之不及，奔着山缝去的，定是知道你落脚处。看了看凤羽恒那吊儿郎当又有些小聪明的模样，这丫头甚是有趣，甚是有趣。主子，属下适才寻不到主子，还以为出了事呢。这是属下从府城寻来的大夫，让他给主子看看伤吧。有劳了。不敢不敢。你是谁？一个纵火犯。你哪只眼睛看到火是我放的啦？两只眼睛都看到了。这位公子，你这膝盖骨都断了。啊，我知道。先生可会接骨啊？会倒是会，只是接骨产生的剧痛，怕是常人受不得呀。老朽是在出诊的路上被这位小哥抓来的，药箱里只有几种常用的药材，并没有备吗啡散呐。没有麻药会疼死的。而且不光是要接骨，这西处的烂肉也得先刮去才行。老朽瞅着伤处都肿了，只怕……哎呀，这荒山野岭的，要不让这位小哥背上你，随老朽回府城医馆吧。不行，就在这里治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
没有麻沸散，这样的伤老朽可不敢治。凤羽恒不愿再听他们争扯，他两只手在松散的衣袖间交叉相握，只觉抚过右腕时有微微热度传来。一刹间，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前世，他开在省城的私人药房，凤羽恒试了试，竟然通过意念很容易就能把药房里的东西调出来握到手里。这样奇怪的发现，必须得找个安静无人的地方，好好查看一下才行。别动，姑娘，对不住了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只怪你今日不该在这里见到我家主子。主子，白泽，主子息怒，一个孩子而已，让他去吧。可是如果走漏了风声，白泽，同样的话，我不想说第二遍。是，多跟你家主子学学吧，杀人灭口的事就算要做，也别当着还有用的人做。大夫这行业向来不公开不透明，人家若是有心计较，随便动动手脚，他这两条腿就可以彻底报废了。你别得寸进尺，小小年纪道理还懂得不少。白泽，你跟他学学，人家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主子，别说了，回家去吧。不是说娘亲还病着吗？那什么，我帮帮你吧。这话一出口，凤羽恒就想抽自己一大嘴巴。独善其身，懂不懂？哪儿都有你呢。你想怎么帮？当然是先止痛。老先生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他们为了保证行踪隐秘，想杀了我灭口来着。你说句话，给个承诺什么的，不只要保证你的生命安全，我今天帮你的事儿也不能说出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一个山村里的孩子，早年间遇到一位波斯奇人，给了我些好东西。今天我要用这些好东西救你家主子，但我不想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手里有奇货，懂？懂。老先生只把我当做普通病人就好，做完你该做的，我自会让白泽送你出山，绝不会伤你性命。当真？只要你不将今夜之事说出去，便当真。今晚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出门看诊迷路了啊，迷路了。来吧。这位公子，剩下的就是调养了。白泽，把先生安全送回府城。那您呢？我留下照顾他。是白泽回来了。既然你的人回来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去吧，小心些。真是不公平，治你的腿我也有份儿，怎么就不说让白泽也送送我？我说着玩的，不过我为你消了灾，你是不是应该给点报酬？你想要什么报酬？我不但帮你治伤，还出了3种药，另外还送了剩下的药给你。你说这些值多少钱？我知你那药千金难求，只是我现在的确拿不出那些钱来，最多20两，都是碎银子。想来你在山里用着也方便。20两。如果今后有机会再见，纵使姑娘求要1000斤，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。就这样吧，那我就走了。望着远走的小小身影，瘦弱的可怜，又透着倔强，向来表情不多的脸上浮起了淡淡的笑来。主子是在笑吗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送到山口处打昏了，醒来之前能不能保命，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。主子，那边要不要属下去处理？不用，我们明早就出山。属下遵命。突来的消息，那个人是你，这么多年你杳无音讯。时间的橡皮擦掉了记忆，但我迟迟却没有忘记你。如果今后有机会再见，纵使姑娘求要1000斤，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。切，你不爱听这样的话，哼！今后有机会再见，这样的话一出口，多半就是再也见不到了。
凤羽恒按着原主的记忆往家的方向走。的橡皮擦掉了记忆，但我迟迟却没有忘记你。哎呦喂，总算是回来了，活着就好。滚一边去！今儿你们必须从这给我搬出去，房子我要收回，想继续住就给我交1年的租子。等我们家阿恒回来好不好？就算要搬，也得等孩子回来。你们家阿恒他早就跑了，说是进山采药，去了2天都不见回来，不是跑了就是被狼给吃了。你还有什么指望？我姐不会被狼吃。阿恒不会丢下我们的，求你再让我们等1天，1天就行，1天也不行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昨晚乱葬坑里发生的怪事，又回荡在徐氏的脑子里，就是像刚刚那样，一下一下，又疼又可怕。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他们说你不要瑞儿和娘亲了。凤子睿，原主同父同母的亲弟弟，可是怎么跟他前世刚6岁就夭折的弟弟生的一模一样？前世妈妈生弟弟的时候难产离世，母亲的样子在他心中已经逐渐模糊，而今姚氏的眉眼那般亲切，已经多年不见的模糊的影像又附在眼前。阿恒，凤羽恒忽然就笑了。这个陌生的年代，他并不是一个人。感谢老天，这一次穿越原来竟是如此体贴的安排。阿恒，阿恒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没事，娘亲放心，有阿恒在，谁也不能欺负咱们。娘，别哭。徐婶子被伤得不轻，昨天进山采药，耽搁在山里，也不知怎的，就听到那深山里头鬼哭狼嚎的，好像有好多冤魂在叫什么。哦对，要跟烧了他们的人讨债。你才是厉鬼，你才是冤魂。和你的福，凤羽恒的确是，但阎王却不收我。1年前我娘生病，凤家当初给我们的银子只剩下50两，我娘全给了你，可是50两银子只喝到3副药。徐婶子，这笔账我们好好算算。那要极贵。你们的儿女也都看着呢，这世上会有报应，你别不信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山村妇人好大的口气呀，也不睁开眼看看，有这样马车的人家，也是你惹得起的。娘，凤羽恒看了姚氏一眼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孙嬷嬷，姚氏当年的陪嫁，在姚氏母女3人被送到山村后，就扣留在凤府。夫人，您受苦了。嬷嬷也被赶出府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夫人，老奴是来接您和小姐少爷回府的呀。回府？回什么府？嬷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西平村了？夫人小姐大喜呀！九皇子打了胜仗，老爷和老太太召您回去给小姐准备亲事呢，请夫人和小姐上车回府吧。娘，小心！事出突然，我们母子3人尚未有任何准备，还请嬷嬷稍后片刻，待我们收拾好再出发。
九皇子不日回京，还请夫人小姐快一些吧。好。娘，别怕，一会儿回到府里，咱们可得把那车夫的事跟父亲大人讲一讲，让父亲给我们做主才是。父亲一定会严惩坏人。府里除了这样的下人，老爷一定会彻查，不可以一回来就给你父亲找麻烦。咱们能平安回府就是幸事，车夫的事就说他摔死在半路，其他的莫要再提了吧。若真是车夫生事，那算是万幸了，只怕容不得我们的是那车夫的主人。娘，你记着，有的时候忍一时并不能风平浪静，退一步也不见得海阔天空。你们要进城赶紧进，等会九皇子班师回朝，进了城最好先找个地方把马车停好，千万别冲撞了贵人。谢啦。九皇子打的胜仗，比皇上献帝的期限整整早了2年，是咱们打胜的战神呐！九皇子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九皇子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九皇子千岁千岁！九皇子千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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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春风拂过你那新枝桠，他听满眼挑那个他？是他。暗暗思忖，他能确定那车辇里带着黄金面具的人，就是他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在山里见到的那名男子。那个人就是九皇子吗？阿恒是说坐在车辇里的人，既然是迎九皇子回京，那肯定就是了。孙嬷嬷，你之前说凤家接我们回来是为了什么来着？小姐，是为了您跟九皇子的亲事。阿恒，后日子就快熬出头了，如今九皇子有军功在身，即便是在其他皇子面前，那都是要高出一头的。我的阿恒有福气了。凤羽恒从不相信服不服气之说，催了姚氏和孙嬷嬷上车。白泽，去查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玉，哼，总算回来了。左相凤府，凤羽恒望着眼前匾额上5四个大字，心中有讽刺的笑声荡起。堂堂左丞相，竟干得出为求自保、宠妾灭妻、弃子女于山村不顾的事情来。他真想知道，那位父亲再次面对他们时，会是副什么表情？哎，夫人别急，定是下人往里头通报去了。凤子睿的一句父亲是不是不愿意见我们，已经问了3遍，就在刚要问出第4遍时，大门终于再次打开。夫人，二小姐。凤府的大门还真是不好进。二小姐言重了，是守门的下人不懂规矩，还请二小姐先随老奴去正堂。老爷夫人还有老太太及诸位诸子都在正堂等着您呢，耽搁了就不好了。回头啊，那不懂事的下人随二小姐处置。哼，前面带路。陈瑜啊，不用你照顾了。陈瑜许多年没见姚姨娘、恒妹妹还有子睿弟弟了，父亲就让陈瑜在这里待上一会儿吧，妾身姚氏给母亲问安，给祖母问安，给祖母问安。我与你父亲念着当初的情分，也是想着你们姐弟才接你们回府。既然回来，就要懂得感恩。是，人人皆知，父亲最是重情重义。当初若不是顾念着沈姨娘的娘家为父亲赶考花费不少银两，父亲也不至于把当家主母的位置
换给沈姨娘做，可见父亲不是忘恩侣，人品贵重。下贱的野丫头！母亲。母亲，母亲，父亲，快叫大夫给母亲看伤吧。宋夫人回金玉院，请府里的客卿大夫去看伤。是，老爷。贱人生的贱种，半点规矩不懂，养在山里几年愈发的野性，小小年纪就一副狐媚的样子。清清白白的小姑娘眼睛里哪来的这股媚态？这双眼睛灵动非凡，是五官中她最满意的，哪里就有媚态了？这泼妇撒起泼来，还真是什么话都能往外说。母亲，您是摔到头，摔糊涂了吧？陈宇，扶你母亲回金玉院。是，父亲放心，我会请大夫为母亲好好看看，可别落下病根才好。沈姨娘，阿恒是帮着父亲念您的好，让父亲不论何时都记得沈家当年的大恩。够了，过去的事休得再提。老爷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沈家当初对凤家的付出都是假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阿恒妹妹，你怎的跟母亲一口一个姨娘的叫？这像什么话？母亲都被你气糊涂了。母亲，阿恒妹妹刚回府，不懂规矩，还需您以后多教着点儿。阿恒，咱们刚回府，你不能这样。是阿恒叫错了，对不住沈姨。哦，母亲，主要是以前叫姨娘叫习惯了，一时不好改口。一个一个越来越不像话，嫡母没个嫡母样子，庶女也没个庶女样子。我凤家的规矩都是摆着好看的吗？老太太，您可得给媳妇儿做主啊！做主？你倒说说，让我给你做什么主？当年就有人说这丫头是煞星，咱们把她送走这几年，府里多安生，可她一回来就闹出血光之灾，这样的煞星怎么可以留在府里？夫人，阿恒怎么会是煞星？那是妖人胡说八道的。那今天这事儿作何解释？这丫头命里带煞是人人皆知的事，照我看，应该送到城外庙里去。宋小姨娘和二小姐、二少爷为柳园安顿，一应奴仆下人吃穿用度按姨娘份置办。什么？老爷你说什么？我说让姚氏带着阿恒和子睿到柳园安顿。不行，不行，他们留在府里，那我的陈瑜怎么办？母亲，不管谁在府里，陈瑜都是凤府的嫡女，这一点不会变的。是，陈瑜是我凤府嫡女，这一点又不会变。哼，哼。凤锦元不知道这个女儿是何时变得这般不可琢磨，而凤羽恒印象中，这位父亲也曾对着原主笑过，何以现在竟连一丝父女情分他都感受不到？回柳园的路上，凤羽恒一直在猜管家何忠到底和凤锦元说了什么。凤家之前千方百计都要挪给凤沉鱼的婚事，缘何凤锦元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？唯一的可能，九皇子出事。阿恒，你是不是赶路太累了？怎么？娘亲想说什么？是踩在正堂，你怎么那般犀利？从前我们事事遵从凤家安排，到头来又换来了什么？西平村这几年的日子，娘亲难道还没过够吗？提起西平村，姚氏也没了脾气。这座凤府之所以他还选择回来，只是想给一双儿女寻个好的前程。车夫的事，老爷怎么说？唉，人家根本不管咱的死活，连做个关心的样子都没那个耐性。所以娘亲啊，嬷嬷啊，别再指望凤府对咱们有多好。嬷嬷啊，
去柳园还有多远？穿过那个月亮门，过一条回廊，再绕一个小水塘，经一片小花园，在花园后头走上近300步就到了。凤雨恒失笑，凤家讨厌他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住的地方安排的如此远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这柳园早些年就有，府里大少爷凤子浩在13岁那年曾经宠过一个叫柳儿的丫头，那时凤子浩还是庶子，柳儿最多也就算是个通房，根本没资格在府里开园子。但凤子浩极宠柳儿，央着沈氏去求你父亲，最终你父亲同意，让沈氏自己出钱将府里最偏的一处马房改作院落给柳儿住。可惜那柳儿命薄，还没等住进来就掉到水里淹死了。说起来那柳儿死的也蹊跷，我记得那年有一日大少爷赴宴晚归，是大小姐亲自去给柳儿送的饭，柳儿吃完后又忙了一会儿，当晚回去时就有些晚了，经过水塘时一脚踩空，生生淹死。姐，怕吗？不怕，很好。子睿，你记着，你是凤府的孩子，你的成长就注定会比别的小孩多些坎坷，姐姐不可能一辈子给你庇佑，但是不要怕，要想在这种吃人的地方平安活着，你就必须得有承受风雨的能力。好的，姐。给姚姨娘问安了，姨娘可还记得老奴？李嬷嬷，正是正是。大夫人说了，姚姨娘刚回府，诸事不便，换了不懂规矩的婆子来，怕是伺候不好，就让老奴带着2个大丫头先过来帮衬着，真是有劳大夫人了。凤雨恒冷眼瞅着前面3人，说是下人，但衣着体面，态度毫不卑谦。李嬷嬷是老人，面子功夫做得很足，但满喜和宝堂则不然，一个鹅黄，一个淡绿的轻纱坠地长裙，这哪里是干活的料？既然人头来了，那就开工吧。这满院子的灰调就由满喜和宝堂负责清理，李嬷嬷打个下手，孙嬷嬷跟着我一起收拾里屋。窗柩上的灰，房子顶上的土，院里这些破烂东西都给我打扫干净，地面要用水泼，再拿刷子刷出本色。你们做下人的，想来这些事情不用我过多吩咐，那就抓紧些，干完了就能吃午饭了。凤雨恒他一口气把话说完，率先推开正房房门，迎着扑面而来的灰尘就进了屋。嬷嬷，咱们真要干他说的那些粗活吗？你们若是就想这样回去见大夫人，那我也不拦着，只是要好好想想大夫人吩咐的事，什么都没做成就回去，仔细你们的皮。李嬷嬷，去给我提桶水来，再找个空盆子。是。呛死我了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四妹妹，别这样，还要我怎样？三姐你放心，父亲让他们住在这里，摆明了就是厌烦。那姚氏的娘家出了多大的事儿，咱们凤府没跟着受连累就是万幸，现在又把他们接回府里已经是大恩，难不成还要好言好语的哄着供着吗？哼！你个奴才瞎了狗眼！混账东西，都给我拉出去乱棍打死！乱棍打死！四妹妹快别喊了，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，这样子被别人看到不好。凤雨恒，四妹妹走路也不看着点儿，我这门口刚打扫干净，又被你挡了一盆水，真是麻烦。满喜，赶紧把门口弄干净。你多谢两位妹妹来探望，但我们这院子现在实在脏乱得很，没法请妹妹们进屋喝茶，就先请回吧。至于四妹妹弄脏院子的事，妹妹放心，我是不会跟长辈们说的，毕竟妹妹也是好心来看我，再因这事受到责罚就不好啦。睁眼说瞎话，她这二姐姐行啊，二姐姐当年走得急，好些衣服都没带走，我帮着二姐姐留了下来，现在你回来了，还给你。哼，只可惜这衣服当初是做给凤府嫡女穿的，你现在区区一个庶女，早就不配这么好的衣料了。没错，
庶女，彼此。四妹妹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离开不太好？要不这样吧，满喜，把你的衣裳脱下来，给四小姐换上。这二小姐，不是奴婢不愿换给四小姐，只是您看，奴婢比四小姐高出一个头呢，这衣裳四小姐也穿不了啊。那四妹妹，你就挑没人的地方跑快点，再耽搁，只怕被更多人撞见就不好啦。你，哼！三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？无恙，都好。二姐姐也还好。母亲，姨娘可还好？听着享荣下意识的就跟姚氏叫母亲，凤玉衡面上的笑便又真了些。享荣挺尴尬，一缩手，从袖口里拿了个小纸包出来，塞给子睿，里面包着几块点心。出来久了，姨娘还等着我呢，有空再来看二姐姐。二妹妹，啥？二妹妹昨晚睡得可好？柳园那边虽说偏远了些，但却是府里最安静的一处所在。以往我就喜欢那园子，和父亲说过几次，父亲都不肯给我住呢。看来父亲还是更疼二妹妹多些。大姐姐说的哪里话？这些年我在山里，都是姐姐替我在父亲跟前尽孝道。阿恒怎么敢跟大姐姐争这份宠爱？更何况父亲那样重情重义之人，不管是念着父女之情，还是念着当初沈姨娘钱财相助之恩，都是会把大姐姐放在心中第一位的。哎呀，真该死，怎么一开口就是沈姨娘？看来这小时候的习惯真是要不得，应该叫母亲才是。还好父亲不在，不然阿恒要受罚了。大姐姐不会跟父亲告状吧？二妹妹真会说笑，你不懂得规矩，我自然会慢慢教你，又怎会做出背地里告状的事情来？快些进去吧，祖母该等急了。得谢大姐姐。陈瑜给祖母请安来晚了，还望祖母莫要生气。实在是陈瑜得知近日祖母的腰疼病又犯了，便赶着给祖母做了一对软枕，祖母放在腰下试试。祖母的腰病往年不都是冬日里才犯的，怎的今年才夏末就开始疼了？唉，人老了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阿恒给祖母问安，怎的穿成这样？祖母是说阿恒这身衣裳不好吗？可这是昨日四妹妹特地给我送来的呀。四妹妹说当年我离府之后，这些衣裳她就一直珍藏着，如今我回来了，赶紧就还回来给我穿。祖母，阿恒刚回府，不想驳了姐妹颜面，既然四妹妹送来了，自然是要穿的。又来了。二姐姐，我开始有些期待你接下来还会说出什么话了。四妹妹这样喜欢我的衣裳，二姐姐很感动，只是从前那些都是姐姐穿过的，你不嫌弃还穿了这些年，姐姐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来，这是昨天宫中特地给我送到柳园去的新衣，就送给四妹妹，希望妹妹不要嫌弃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是裙子啊，颜色还挺好看的。哪里会有这样的裙子啊？快拿走！凤羽豪，你这是诚心害我吗？这种裙子穿在身上，肉都要被磨下来的。府里怎么可能把不好的衣裳给自家女儿穿？四妹妹，快别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？我不要你这鬼东西！你这是存心害我。我怎么会害妹妹？这真是李嬷嬷拿回来的好东西啊！滚开！都给我住口！一来就吵吵闹闹。凤府的庶女怎的就这般没个样子？你们看看陈瑜，端庄稳重，从不以物喜，亦不以己悲。再看看你们自己，祖母，分明是凤羽衡要拿一条割人的破裙子害我，您怎的不治他罪过？
老太太气得撑着力气就要起身，刚一欠身就哎呦一声又坐了回去。一看老太太腰病犯了，凤晨瑜赶紧凑到跟前问道：祖母，要不要请大夫来看看？看了也没用，这病年年犯，他们给开的那些个苦汤药从来也没见效果。祖母这病症可是从腰部一直向下，经大腿后方、小腿外侧，直到足部都有抻痛感。这种病症叫做腰间盘突出症，最初的表现只是腰痛，但若祖母已经痛到下肢，那便算是重症了。能治吗？要看情况，在犯病的时候必须要卧床，期间不可做弯腰持物动作，还有卧床要卧硬板床，不可软。像大姐姐拿来的这种软枕，便是这种病症最忌讳的东西。不知二妹妹是从何处听来这些医理，可有经大夫确认过？你们若是不放心，自可去请大夫来瞧瞧，看看说法是否跟我说的一样。另外，从前给祖母看过病却没有正确诊治的大夫就不要请了。凤玉和她无意再说，跟老太太俯了俯身，到凤享荣身边坐了下来。除了卧床，还有什么办法？还有推拿按摩，但必须要经验丰富的大夫来做，否则很容易适得其反。祖母放心，陈玉一定会寻访名医为祖母诊治。满姐姐这是怎么了？二小姐，奴婢不知，就是脖子有些痒。为何你的脖子有一片片的红？奴婢不知，奴婢真的什么也不知。怎么会这样？又怎么了？这衣服居然掉色。定是宫中备的料子出了问题。沈氏，你是当家主母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处理。另外今日便着人为阿恒和子睿还有他们娘亲重新备衣裳，现做来不及，就先出去买几件成衣。是，媳妇儿知道了。正好阿恒也在，有个事情为父说了，阿恒你不要太伤心。今日早朝有朝臣在议立太子之事，被皇上驳回。不是说九皇子班师回朝之日就是立太子之时吗？九皇子是昨日回来的，为何皇上不但没有动静，今天还驳回了大臣的上奏？这件事情儿子也是刚刚得知，原来九皇子确实退了敌方大军，守住了疆土，可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啊。伤到什么程度？双腿全废，容貌尽毁，就连子嗣上，还好，还好，怪不得你父亲昨日把他们留了下来，定是那时就听到信儿了。父亲还是爱护陈瑜的。阿恒莫怕，个人有个人的命，离你及笄还有3年呢，不急。阿恒，你莫要悲伤。父亲之前说有个事让我不要伤心，就是这个。不然，你以为是什么？没什么。纵然阿恒你要嫁的人出了意外，但凤家永远都是你的娘家，在嫁妆上会多为你备出一份。祖母为何要为阿恒多备一份嫁妆？这孙女是不是傻？祖母好意，阿恒心领了。阿恒是凤府的女儿，九皇子亦是皇上的儿子，凤府都想着不亏待女儿，皇上岂能不记着多照拂照拂自己儿子呢？就是，老太太真是多虑了。咱们凤家哪能跟皇家比？多出来的那份嫁妆，阿恒虽然只领心意，但祖母美意却是不能拒绝的。你什么意思？阿恒的意思是，既然祖母赏下了，那阿恒就做个顺水人情，这份多出来的嫁妆就平分给享荣和粉黛2位妹妹吧。至于大姐姐，想来肯定是与我一样，不会与小妹妹们争抢的，那是自然。享荣谢谢祖母，多谢谢母亲，母亲也谢谢姐姐和二姐姐，谢谢老爷。誉王府的人来下聘礼了。什么？誉王是什么鬼？2年前九皇子出征，皇上除亲封其为镇远大将军之外，还封了世袭的誉王。世袭又怎样？如今子嗣都没了，找谁袭去？
原来誉王就是那个人呢。母亲是在为阿恒打抱不平吗？阿恒多谢母亲挂念，你别自母亲。祖母、父亲还是快些到前院看看吧。九皇子全名叫啥？好像是叫玄天明。玄天明还挺好听。不知夫人亲自到府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夫人莫怪。老太太身子不便，无需多礼。起吧，不必多礼。这位就是与誉王殿下订有婚约的凤家嫡女凤儿小姐吧？夫人误会了，这的确是凤某的二女儿，但却不是嫡女。是啊，咱们凤府的嫡女是陈瑜。陈瑜，快问周夫人好。陈瑜见过周夫人。哼，老身只记得当初与九皇子定下亲事的二小姐是凤家嫡女。啊，夫人有所不知，凤府多年前有所变动，如今阿恒并非嫡女。虽名义上不是嫡女，但二妹妹在府中的一切依然是按嫡女分例置办的，丝毫不曾马虎。陈瑜说的极是。阿恒，夫人也知当年姚家的事，就莫要为难景元了。你父亲和姐姐说的可是真的？嫡庶不过一个虚名。阿恒这些年在山里，早已将这些东西看得极淡了。今年12了吧？再忍3年。夫人言重了。孩子，等嬷嬷先把正事办了，咱们再好好说话。凤大人，夫人，誉王与凤家二小姐的亲事是自小就定下的，当年就已经过了纳采、问名和纳吉。今日老身受誉王殿下所托，将大聘之礼送来了。凤大人过过目，看是否合我大顺朝南方大聘的规矩。凤锦月拿过礼单，展开来仔细过目，沈氏也跟着凑上前，就连老太太都没耐住好奇，一并凑了过来。可这3人看了一会儿，就集体沉下了脸。这叫什么礼单？凤沉鱼见3人面色不对，悄悄往前走了2步，眼神瞄去，只见那上头写着白银3000两，以谢凤家养育之恩，聘饼1担，海味8式，雌雄鸡2双，猪肉5斤，鲮鱼2条，陈酿4坛，金果4件，茶叶2罐，糯米12斤，砂糖3斤2两，还有金镯1副。怎么，凤大人有何疑义？敢问夫人，这可是誉王殿下授意的礼单。正是。凤大人不满意？这礼单只怕确实不妥吧？可有违我大顺朝纳取之制？那自然是没有，只是若平民百姓按这礼单纳取也就罢了，这王侯将相之家，怕是真不妥吧？凤大人知道平民百姓是这规矩就好。万岁爷说了，皇子虽身份尊贵，但都是大顺朝的子民，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差别。既如此，那凤某就按这礼单收了。凤大人深明大义，不愧为大顺朝的宰相。誉王殿下给凤府送来聘礼，白银3000两聘饼1担，海味8式，雌雄鸡2双，猪肉5斤，鲮鱼2条，陈酿4坛，金果4件，茶叶2罐，糯米12斤，砂糖3斤2两，还有金镯1副。只是把东西搬进来也就算了，偏偏还就有个誉王府的大太监站在门口唱礼单。凤锦元总有冲动想叫人撕烂他的嘴巴，可又确实不敢。给凤府的聘礼就是这些，接下来
是我们誉王殿下给未来誉王妃的私人聘礼。什么叫私人聘礼？谁发明创造出来的这种鬼东西？誉王殿下说了，凤府对凤二小姐的生养恩也就值这么多，那3000两银子其实也多给了不少。如果深究起来，凤府对凤二小姐的付出远远及不上这3000两这么多。意思很明白，你凤家怎么养女儿的，自己心里清楚，给你3000算抬举了。周夫人一抬手，身边丫鬟又递了一份礼单过来。这一次，周夫人将这礼单直接交给了凤雨恒。这是誉王殿下给二小姐的私人聘礼，请二小姐过目。我勒个去！周夫人也不等他看完，又一抬手，请誉王殿下赠凤二小姐私人聘礼入府。誉王殿下赐凤二小姐玻璃种翡翠玉白菜1只，羊脂白玉宝瓶1对，九龙玉杯1对，东海夜明珠1对，黄玉佛手花叉1尊，珊瑚貔貅1对，孔雀石山水插瓶1块，青玉菊瓣水仙盆景1个，波斯匠人手工艺黄金镯1套共18只。所有人都听崩溃了，从摆件到首饰，再到头面，不要钱似的一箱子一箱子往凤府里面抬。紧接着，什么屏风、桌椅、多宝阁、书架、镜台，甚至连茶具这种小东西都冒了出来。这明摆着是给凤雨恒把整间屋子都要重新装修一遍。誉王殿下送凤二小姐京城铺子8间，京郊庄子6座，城内麒麟大街宅子1座，另送凤二小姐零用银票10万，金票2万。银票、金票，还有房屋地契都在这里，请二小姐收好。不知誉王殿下的聘礼，二小姐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这样的聘礼当然满意。老身在与未来的王妃说话，哪容你放肆！母亲，还请二小姐明示。阿恒多谢誉王殿下厚爱，多谢夫人操持。这些聘礼甚合心意。这丫头见到如此多的聘礼，只是淡淡而已，面上挂笑，却丝毫不见因财而喜之色，果真不错。那人下了如此之重的聘礼，到底是怎么用的？那家伙不知道所谓的凤家二小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更不可能想得到西北深山里的女。就是说这聘礼真的只是下给凤家二小姐，而与我凤恒无关，这样想着让人恼火耶。哼！誉王殿下对这婚约如此重视，是凤家二小姐的福气。临出府时，王爷让老身跟姑娘说，京里的天气燥热，不比西北大山里凉快，还请姑娘多用些去火的凉茶。原来他竟知道，他竟是知道他的。看着满院的聘礼，心情大好起来。他心情一好，就有人心情不好了。可以说，除了比较淡定的安氏和享荣之外，其他所有人的心都跟着各种起落不停。就连凤沉鱼都收起了那张菩萨脸，怎么也摆不出大度的表情来。这些东西都是誉王殿下给二小姐下的私人聘礼，与凤府无关，二小姐自行收好。周夫人，自古以来男方下给女方的聘礼都是由娘家代为收下的，哪有女儿家自行收着的道理？这是规矩。规矩？
妾台妻位这样的规矩，老身可没有听说过。不过，请凤大人说说您的发妻，也就是我们未来玉王妃的亲生母亲，如今是在何处？她自然是在府里，谁叫她自己娘家被皇上罚了？母亲这话是怎么说的？皇上是将我外祖一家罚往荒州，可却并未下旨要一并发落我那早已出嫁的娘亲啊。好像当初也并没有针对某一个人有更重的发落，即便是噎死了贵妃娘娘的外祖本人，皇上也只是降官级罚俸禄。想来与那位贵妃娘娘的恩宠比起来，圣上更为看重的是外祖的医术。皇上会把所有意思都明说吗？还不是下面人自己思量。看来凤大人很擅长揣摩圣意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妄揣。夫人，阿恒相信父亲定不会做那妄揣圣意之事，其实这些也算是凤府的私事。阿恒如今的母亲在多年以前曾对凤家有过大恩，而我父亲又是极重情重义之人，想来这一切都是父亲的个人感情问题吧。阿恒休得胡言，是阿恒误会父亲了，那父亲难道真的是妄揣？为父什么时候妄揣了？行了，老身只是来向凤府下聘的，至于这些私人聘礼要由凤二小姐个人收着的事儿，真是玉王殿下特意吩咐过的。如果夫人要讲规矩，那就请跟玉王殿下去讲。不过又说回来，我们玉王殿下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讲过规矩？王爷3岁那年爬上龙椅，抱着玉玺玩了一个下午，最后摔坏了一个脚。9岁那年一脚踢死番邦进贡来的烈马。12岁因云妃娘娘被宠妃排挤，他一鞭子将那宠妃抽死，皇上只问了那鞭子有没有伤到殿下。15岁生日，皇上宴请群臣，玉王做主座，皇上都甘居下手。3年前，安定义士王家里的独女看上了殿下，安定王亲自求皇上指婚，咱们王爷不乐意，一把火烧了那安定王府。就在昨日，殿下回京进宫时，御林军中有一将士盯着他的伤腿看了许久，王爷扬起鞭子当场杀了31人。这位夫人，您还要与我家王爷讲规矩？沈氏听得脸都白了。凤锦园也想起今早上朝时听人议论起昨日宫中血案，据说皇上丝毫未责怪玉王。凤家人冷汗呼呼地往下飙。太有趣了，你这家伙哪里是不讲规矩，这分明就是荒唐，太荒唐了。不卑不亢，不哀不喜，心明眼亮。最重要的是，就通过他的几番话语，已经摆明了与凤府界限分明，这样的丫头才配九皇子下了这番重聘。夫人，这些银票给了阿恒，那阿恒是不是就可以自行支配？这是自然。太好了，那阿恒就可以用这些银票给府里的亲人做几身好点的衣裳，再给大厨房里添些好的食材。为何要给大家做衣裳？实不相瞒，虽然父亲是当朝的左相大人，但实际上挺穷的。我那柳园已经吃了2顿大厨房里食材的边角余料了，想来府里经济8成是已经捉襟见肘。阿恒作为凤府的女儿，手里有了些银两，自然是要补贴一下的。凤二小姐真是菩萨心肠，放心，京城最有名的布庄是咱们裕王府的产业。既然二小姐有话，那明日老身便会派人来为凤府各位主子量体裁衣，每人送1套衣裳。既然凤府穷，那咱们裕王府就自己给未来的王妃准备衣裳穿。周夫人又冲着唱礼单的大太监扬了扬手，抬进来。裕王殿下独赐凤二小姐广寒丝4匹，良人锦4匹，水云缎4匹，若耶纱4匹，另赠软烟罗10匹，
给二小姐做帐幔。大顺东南西北四方边境各有一属附藩邦小国，这4个小国虽小，但每国都有一件国宝。这4件国宝便分别为广寒丝、良人锦、水云缎及若耶纱。只因这4宝极其难得，4小国3年只得1匹，有的国家攒上10年，最后也才勉强凑出4匹送到大顺。而软烟罗则是大顺境内10年才能杀出来1匹的宝中之宝。这玉王殿下居然一出手就是10匹，还说只是给凤羽恒做帐幔用。哼，既然你那么豪横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老夫人代我谢过玉王殿下，这些礼物阿恒很喜欢。凤家人直翻白眼，只很喜欢吗？这凤羽恒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她简直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呢。我也好想要广寒丝，我也想要软烟罗，那些东西我全都想要。放肆！四妹妹快别哭了，来日姐姐用这些料子做衣裳时，如果有剩余，最差也给四妹妹做个帕子玩。二姐姐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跟小荣是妹妹，姐姐有好东西自然是要给妹妹们分享的。想来大姐姐也是如此，不会跟小妹妹们争东西吧？自然。二姐姐也给我做，妹妹们一人一方帕子，可好？小荣谢谢二姐姐。这是玉王殿下亲自挑选的2个丫头，送来二小姐这里贴身伺候。这是他们2个的卖身契，二小姐记着，以后用人只用卖身契在你自己手里。如果有事，可到城内西街的仙雅楼，那里是殿下的。父亲，您看是否先让下人把这些东西搬回柳园？估计柳园放不下。阿恒看看喜欢院里哪个院子，为父啊，重新为你们安排。二小姐可否先看看王爷送的那座宅子，听说紧挨着凤府呢。哦，可是北侧那座老王爷的空宅呀。那宅子原本是先帝赐给当时1字并肩王的，可惜老王爷膝下无子无女，过世之后宅子就空了下来，却没想到已经落到九皇子手里。那宅子与凤府仅1墙之隔，且那墙刚好就是柳园最边上的那一堵。如果王爷所赠的宅子就是那座的话，阿恒啊，为父可差人将那堵墙拆除，直接与柳园连到一处。正是相爷所说的那一座，父亲无需大费周章，只在柳园北墙处开个月亮门便可。一句话表明了他压根儿就不想跟凤府体脉相连，开个小门，待他今后出嫁，分分钟就把那小门给堵上。凤锦园苦笑，如此便随你吧。忘川、王权，哪有人给姑娘家取这样名字的？殿下说了，左相府比土匪窝干净不到哪儿去。虽然凤大人当年金科及第，可他家里人多半跟知书达理沾不上边，更何况凤大人那些书也没怎么读到正地方，连个父亲都做不好，也不明白他到底怎么做一个国家的丞相。所以殿下要我跟忘川过来保护王妃，可不能让王妃有什么闪失，也别在凤府里被人欺负了。王爷还说了，等王妃15岁及笄一过，马上就大婚。15岁结婚？你说你们这帮古代人到底是找的哪门子急？我看你们步子轻盈，气脉均匀，不像是普通的丫头。练过吧？我剑法最好，忘川轻功最好。殿下说了，让我们一边伺候王妃，一边保护王妃。怎么就一口一个王妃的？我还没嫁给你们王爷呢，早晚的事嘛。黄泉，你要记着，这里是凤府，不管凤大人那些书都读到哪儿去了，咱们可不能坏了规矩，在这里要叫二小姐。行，那就给凤家点面子，忘川以后就跟着我吧。那我呢？王妃，不是，二小姐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当然要，只是你有比跟着我更重要的任务。有什么事是比伺候二小姐更重要的？去伺候，
并保护我娘亲和弟弟。要一座柳园一点用都没有，回头我会退还给爹爹。第二天一早，凤羽恒去看那个新开的月亮门进度如何。工程进度还真是快得出人意料，一个像模像样的月亮门已经差不多完工，就差上漆和精琢了。老爷说了，这柳园还是二小姐的，二小姐其实可以把这堵墙直接打通的。我要一座柳园一点用都没有，回头我会退还给爹爹。这道小门你们也不用太费心力，能过人就行。不敢，一定给二小姐把门做得漂亮。好。禀二小姐，老爷说了，因为二小姐且未出阁，不能单独立府，所以隔壁院里的大门是不能走的。如果二小姐要出门，只需着人跟老太太说一声就行了。可以。凤羽恒对此表示理解，毕竟封建制度下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自己就开门立府，实在是好说不好听。凤羽恒干脆下令，现在就开始搬家，只要门开了，其他的慢慢弄就好。院子搬完，凤羽恒领着一众下人先在这新府里走了一圈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原本听说好多年都没有人住过的一个府邸，竟然没有一丝杂草，更不见一点烦乱。见黄泉掩口轻笑，于是斜着头挑眉看他。看了一会儿，黄泉就扛不住了。二小姐，我招。我们临出府时听白泽说过，裕王府这些年一直都有派人打理这边的院子，特别是决定将这院子作为聘礼送给二小姐之后，更是派了一队暗卫连夜收拾了一遍。凤羽恒面上掩不住的笑意又漾了起来，那人还不笨吗？新府被凤羽恒命名为同生轩。黄泉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愣了一下，问凤羽恒是什么意思。他给的解释是，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独立的存在，智者应当知道借力而行，所以只有求同生才能长生。二小姐，你跟殿下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谁要跟他一对儿？你们连说出来的话都是一样的，不做一对儿那才叫可惜呢。如果不是这几日我一直跟在小姐身边，真要怀疑小姐是不是已经见过殿下，并且共同琢磨出这番同生的道理了呢。他一微怔，那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吗？哼，这可是一棵500年的老参，要不是你说你老伴病重，这样的好东西我都不给你拿出来。不要这么好的，500年的参得多少钱呢？我就是卖了家里的房地也买不起呀。老先生，我就是看出你不是手头特别宽裕的人，才没把那些1000年以上的给你拿出来。但你买参是干什么呀？续命啊！可是我没钱呐，这是我接遍了村里所有人家才凑出来的，可也不够买500年的参呐。那玩意儿是人参，还500年，一个破树根子而已。去把那位老先生追回来。那小姐呢？看来这里好东西不少，既然已经有人买了人参，本小姐就买点别的去。好。哎呦，这位小姐是想买药材呢，还是寻大夫出诊呢？你们这里除了卖药材，还给人看病？那是自然，咱们百草要有2位大夫，每日轮换着坐堂，另一位就负责出诊。昨日我母亲犯了疾病，大夫给开了个方子，里面有一味灵芝，说是年份越久越好。我一个姑娘家也不懂什么，原本还怕出来买贵重药材被人蒙骗，可刚才看见那位老先生对百草堂如此感激涕零，想来这么大一间药堂是不会骗人的。切，把里间北边柜子第3排第6个抽屉里的1000年灵芝拿出来。小二一脸无奈的应了声，又担忧的看了凤羽恒一眼。掌柜的呵斥了一句：磨蹭什么，快去。不多时，一个木盒子被那小二捧了出来，那小二低着头，高举着木盒，冲着凤羽恒使眼色。凤羽恒看出小二的口型，说的是别买。小姐请看，1000年的灵芝，世间难寻呐。
哦，世间难寻吗？那看来这百草堂还真的是块宝地。没错，我这百草堂，无论是500年的人参，还是上千年的灵芝，什么药材都拿得出。那这颗灵芝，掌柜的打算要价多少？500两。500两，一块树皮要卖500两，掌柜的，是不是太黑了点儿？你说什么？哼，你要干什么？哼。这时，黄泉带着之前买了假人参的老头也回到了百草堂。一时间，正在百草堂抓药看诊的客人都围了上来。小姐，要不要先叫人解散？不必，百草堂开成这样，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。不如换个掌柜，再换个买卖。哎，小姑娘，可别把话说得太大了啊！你可知道这百草堂是谁家的生意？背后的人是谁吗？你倒是说说，是背后的哪位大人物，让你把树根当人参卖，再拿树皮冒出灵芝的？这是假的。老伯，你手里拿的就是个破树皮，1文钱都不值。什么？你骗了我所有的钱，还给我一颗假参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一时间，周围群众也开始指指点点。那掌柜对这老头没半点客气，冲过来举起手就要给拍上一巴掌，可惜扬到一半的手却又被黄泉牢牢抓住。做了亏心事还想打人，谁给你的能耐？这百草药是当朝左相凤景元凤大人家里开的，我是凤府大夫人的表兄，看你们谁敢动我！堂堂凤府当朝左相的大夫人，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表亲？私认官亲可是犯法的。黄泉，去告官，就说这里有人假冒当朝左相的亲戚干行骗之事，请这位掌柜的自己去跟京兆尹解释解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是。哼。最终沈氏堂兄以假冒当朝左相的亲戚而被押往京兆尹。主子，那丫头比在西北的时候更嚣张了。哦。主子，她跟你倒还真是挺配的。看来本王的这个王妃选的还不错。主子，不是属下恭维咱未来的王妃啊。要说这位凤二小姐还真是一位奇女子，凤家把她扔在深山村里，不但没把她给饿死，她倒活得更精彩了。且不说她回府之后把凤家那位主母收拾的出不了屋，就说她给您治腿的那手法，还有那种一喷一喷的东西，真是神奇。玄天明也不否认白泽对凤玉衡的夸赞，他的眼光何时差过？若那只是一个普通女子，怎入得了他玄天明的眼？怎值得他那一场重聘？看吧，现在咱王妃扩张版图了，开始收拾外头的生意了。去告诉京兆尹，就说本王说的，有些人不敲打敲打是不会说实话的。属下明白。百草堂原掌柜被押送京兆府后，凤宇豪又亲自将20两银子还给那位被骗了的老头，并送了一颗知人参。同时，凤宇恒非常欣赏王林的为人，让其做了百草堂的新掌柜。从今日起，这百草堂就交给你管。百草堂暂时歇业，我近日就会着手将这里进行整顿和改造。至于这店里的人，你来决定他们的去留。隔日我会再来，你到时将缺少的人手报上来给我便可。东家放心，这些我都会做好。我适才说的你们也都听到了，同样的话我今后不会再说，只会用眼睛来看。若有人存了不轨的心思，趁早给我打包走人。是东家。我哥哥叫我告诉你，请你到湖心的仙雅楼去坐坐。据说这里每个月亏损3000两银子，一炷香的功夫，一层进去15人，其中12人成交，2层上去过3位年轻小姐和2位夫人，看样子只有1位是失望而归。这样算起来，平均1层的人成交量总量为5两，2层每人50两，这座凤凰阁每日的成交量就应该在500到800两之间。若是有贵人出手阔绰，一日进账1000两也是有可能的。除去5成成本，每日至少也该有300两的余盈，太厉害了。可是从前你家里有人经商？是的，从小跟父亲学过一些做账的。青玉，既然你懂这些，那以后这3间铺子的账目就由你来帮我打理吧。
小姐说的可是真的？左右我也是不太懂的，用外面的人也不放心。有什么事吗？有个哥哥叫我告诉你，请你到湖心的仙雅楼去坐坐。哦。主子，您等的人到了。凤玉和站在房门口，好半天都没敢迈进一步，两个人就像较上了劲儿般，谁也不说话，就这么僵持了足有一炷香的功夫。我腿不方便，你总不能让我亲自过去请你啊。伤了腿毁了脸，你怎么不干脆把命也丢了算了？命若丢了，谁会精力来给你撑腰啊？没你我一样收拾他们。玄天明失笑，他就看着面前这人，唇角微微向上弯起，那弧度刚好触动他的心，忽悠忽悠的，斗嘴的话就说不下去了。这黄金面具打得很精致，戴在他脸上刚刚好，好想探他眉心处的那朵紫莲。你干嘛？很难看。凤雨恒他忽的就转过头，背对着他，有一股液体涌在眼眶，被逼着不肯流出，憋屈的难受。恒恒，腿也瘸了，我最爱看的脸也毁了。玄天明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毁我的东西？看见凤雨恒哭了，玄天明忽的就涌上来一阵心疼，从来没有过的陌生感觉袭上心来。恒恒，乖，不哭。我跟那位大夫好不容易治好的腿，怎么又断了？你走之后啊，我跟白泽没能安全出山，就在山口处遇了埋伏。是什么人说的埋伏？敌国？不行，这件事情在查，你不要太往心里去了。你怎么还是这么瘦啊？凤家直到现在还敢不给你吃饱饭？我以为周夫人去了一趟之后，至少他们应该知道收敛些。后来吃的还行了，我这是底子好，省得吃胖了还得减肥。你才多大呀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哪有这些个说道？哼，你也知道我小啊，我这么小，你着急下什么聘礼呀？还说什么15岁及笄就让我嫁过去，没见过这么猴急的。再说，你问过我愿不愿意吗？小时候定下亲事那会儿，也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赐婚这回事，咱们谁说的都不算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愿意的？这是什么逻辑？为何下那么重的聘礼？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凤家二小姐的？回京那天在城门口看到你，我便让白泽去查，那些聘礼是我欠你的枕金。枕金你已经付过了。20两太少了。不少，若没有那20两，我回不了京城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脸不让看，腿我看看行不行？你要怎么看？我就捏几下，你忍着点。只见他掌腕翻动间，手法独特又娴熟的在他膝关节处直按向几处穴道。玄天明疼得直冒冷汗，凤雨恒的目光开始往上移，一直移到另一个关键部位。你要干什么？听说你伤到了那个地方，今后子嗣艰难。滚蛋！咱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吧。你的腿虽然是粉碎性骨折，但还能治。后来10岁生日那年，父皇给的。有一位云游的道士曾说，这只貔貅最终的主人将是这天下之母。你不是当不了太子了吗？有这样的物件在手，只怕会引来许多麻烦。你怕麻烦？不怕。那就带着。好，玄天明，我没什么可送给你的，但如果有一天你愿意，我想亲自为你再接一次骨。好，明日我会到王府里的管家到凤府走一趟，助你将3个店面的账目盘点清楚。另外，你父亲凤锦元一共养了9名暗卫，其中6名只是三流打手，底子一般，但还有3名是花了高价在江湖闻名的杀手组织无影阁里雇佣来的。你若对上他们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我会经常去看你。要不你搬到我那园子去住得了？傻丫头，名称不要了。我的意思是我分给你一个院子。那什么，上回周夫人去凤府时说了你做过的那些事，我觉得咱俩挺合拍的。你下次再出去坑人的时候，记得带我一个。
二小姐，怎么了？二小姐，快到府衙去看看吧，老爷和大夫人都被京兆尹大人给请到衙门去了。啥？二小姐，干什么毛毛躁躁的？二小姐，快跟我去见老太太。这不是正要去给他老人家请安的吗？又出什么幺蛾子？什么事那么急？子阳道长来了。子阳道长就是3年前说原主是煞星的那个王八蛋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现在在哪？道长就在前院。好，我们走。不知子阳道长到府上有失远迎。嘿呦，老太太客气了。贫道近日刚好游历到京城，引见凤府，似有些异动，便想着这些年与凤家也算有缘，这才匆匆赶来。有异动？道长所说的异动是指什么？可是对凤家不利。贫道昨夜夜观星象，但见已经远离凤家多年的灾星竟也悄然回归。随着他的回归，凤家的星盘也生了几许波动，甚至有几颗星象也明显不稳啊。祖母，先请道长去正堂坐吧，有事咱们慢慢说。慢着。道长，凤星渐暗，只怕大小姐的命数正在受灾星影响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怪不得凤家的星盘呈现这般模样，果然灾星回归，四下皆暗呐！妖言惑众，这是誉王府未来的王妃，哪里是你口中的灾星？凤二小姐如今已与誉王殿下定下亲事，就算是灾星，如今也灾不到凤家。道长为何不到誉王府去看看？那里的星星暗没暗？这丫头说的对，誉王爷已经跟我们家阿恒定好亲事，灾星不灾星的，道长就莫要再提了吧。府中近日可有怪事发生？可有人行动诡异呀？众人想了想，似乎也没什么可诡异的，却见凤沉鱼拧紧眉毛，半晌忽然开口道：大哥最近不太正常。凤宇恒，你等着，这仇我早晚要讨回来的。对，子浩是有些不对劲儿。容老夫算算。有一个方位存有与大少爷相冲之物，那地方说是凤府，又不是凤府；说不是凤府，却又跟凤府一脉相连。只可惜20几载相邻不相认，只于近日才现通天之眼，就是那里。你那园子里到底放了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位道长若是有心，哪怕我园子里有块石头，他都能给我说成是赃物。二妹妹，快不要这样说。子阳道长是得道高人，是凤府的贵客，我们二小姐向来不会主动去招惹谁，躲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住着，怎么还有人无端生事？姨娘，二小姐，既然人家不信，咱就让他们去搜吧，清者自清。孙嬷嬷，若不是昨夜亲眼所见，你把东西放在我床底，我根本就瞧不出你有问题。那就搜吧，只是这位道长，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到时候真给我指着一块破石头说事儿，可别怪我翻脸。哼！这是在大小姐枕头底下发现的。凤沉鱼，你个毒蝎心肠的女人，你竟敢如此诅咒于我！我没诅咒你。那为何会在你的枕头底下搜出来？不过在你枕头边趴过一次，你这女人竟然想咒我死！老子当初怎么没有睡了你？你是谁的老子？你要睡了谁？父亲，陈玉实在是太冤枉了，陈玉真的没有做过诅咒哥哥的事啊。凤锦元将疑惑的目光往凤宇恒身上投去，老太太将之前发生的事与他说了一遍。只听凤锦元一跺脚：糊涂！快把他捆起来，扔到后院柴房！快！救命！
今日之事，谁也不许再提。哈，什么事情不许再提啊？玉王殿下驾到！玉王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凤羽恒瞪了玄天明一眼，就见那人的目光刚好也向他投来，四目相对，竟是彼此都给了对方一个白眼。平身。不知玉王殿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殿下恕罪。凤大人还没有回答本王的话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凤大人是在质疑本王的耳朵？我哪敢质疑您的耳朵，就是太相信了，才害怕的呀。臣不敢，方才不过是家事，说了也怕捞到殿下清净。不知殿下今日到凤府时，你不说本王还差点忘了，本王是来给未来的王妃送饭的。我靠，这家伙还惦记上呢。我凤羽恒是他们敢不给饭吃的主。送饭？送什么饭？我们家恒恒被你们扔到西北深山里喂狼3年，瘦的皮包骨头啊！本王原本想着回到京里，凤家总得好好补偿一下，谁成想昨日见了他，发现还是那么瘦。既然你们凤府养不起女儿，那没关系，本王来养，左右都是要嫁到玉王。凤家怎么可能会养不起女儿？本王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插嘴？玄天明这一鞭子抽进了凤家所有人的心里，玄天明理都没理，只挥了挥手，身边有个太监拎着食盒就往凤羽恒那边走去。怎么连哪个是未来的王妃都分不清楚？恒恒，过来。记着点儿，哪个才是本王的王妃？至于边上那个，也是凤家的女儿，看这岁数，凤大人应该是你的长女吧？回殿下，正是微臣长女。民女陈瑜见过玉王殿下。殿下，还请屋里坐吧。外头凉快。凉快吗？明明上头顶着毒辣的大太阳，凤羽恒都抹了一把额前的汗，又瞪了玄天明一眼，却在这一眼中接收到了一个讯息。他似乎在同他说：别急，还有好戏看呢。今日到府上来呢，主要有2件事。第一件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，就是给我们家恒恒送吃的。这第2件呢，本王就是想问问，京城里那间叫做奇宝斋的古董铺子，可是凤家产业？你问这干啥？铺子是我的。别急，先听听他们怎么说。回殿下，奇宝斋是府里姚姨娘名下的铺子，如今阿恒在管着。如今，那过去呢？过去是由府中掌管钟馗的主母帮着管的。就是在仙雅楼遇到殿下的那天，铺子的地契刚刚由母亲交到阿恒手里，奇宝斋还没来得及去看呢。那就对了，凤大人，本王班师回朝的那一天，曾命人到奇宝斋挑了个物件送到宫里，讨母妃欢喜，谁知道竟买了个假货。殿下此话怎讲？把人带上来！殿下饶命啊！是凤府的大夫人把店里的东西都换成了假货，让我往外卖的呀！殿下饶命！这是奇宝斋的掌柜，本王的那幅唐征香的青山图就是从他手里得来的。你们自己问问，他给本王的是个什么东西？说，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这些年，大夫人陆陆续续将店里值钱的物件全都换走了。那幅青山图原本是前朝书画大家唐征香先生的传世之作，可是就大概半年前，大夫人不知从何处得来一幅临摹的十分逼真的假青山图送了过来，真的那幅就被夫人取走了。小的是真不知道来买青山图的人是殿下派来的，不然打死小的也不敢卖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其他人就由着你们坑蒙拐骗？殿下刚刚说，那青山图是要送给云妃娘娘的，当天就送过去了。是母妃发现青山图为赝品，
还质问本王为何送副赝品给他。凤大人，你说本王该怎么回母妃的话？但凭誉王殿下发落，任凭殿下处置。去把那个恶妇给我带出来，带出来！求殿下宽恕我的母亲吧。你呀，要好好吃饭，想吃什么就让丫鬟到王府里去拿，我让厨房里每日都给你备着好吃的。我吃的挺好的。太瘦了，不过也难怪，这明显的好吃的都让他给吃了吗？今天你还要出门吗？既然齐宝斋出了事，如今他回到我手里，我总得过去看看。好，那你自己小心点。行了，把凤家的大夫人带上去宫里。殿下。凤大人，本王看起来像是很好说话的人吗？你女儿若是嫁得不好，现在去追还追得回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老伯与百草堂也算有缘。若没有老伯，只怕我还没有这么快就揪出里面的猫腻。这些算我给老伯的谢礼。去把娇儿接回来吧。如果他愿意，让他3日后到百草堂来见我。该做的做过，该说的也说完。凤雨恒再不多留。小姐是想多收些人？没错，我离开京城的时候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这偌大的京城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个陌生至极的地方。如果身边没有些自己信得着的人，什么时候被人卖掉都还不知道呢。是啊，凤家把那3个铺子都搞成那样，如果铺子里有咱们自己人，怎么可能让凤家这样欺负？小心！上呀，杀了这黄毛丫头，一个手无兵刃的小丫头，需要2个一起上吗？不要侮辱了咱们，你先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上。小心，剑上淬了毒。小姐，等会找机会往水里跳。好。凤雨恒其实很想让黄泉先跑，只要黄泉不在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上演一把凭空消失。可是现在不行，他总不能太明目张胆，他还不想被人当成妖怪。我这是穿越回了现代了吗？不对，这还是大圣皇朝，但这又是什么地方？姑娘醒了，叫她姑娘，而不是凤儿小姐，就说明她现在这个所在不是凤家的势力范围。姑娘先等一下，厨下已经有饭菜备下，就等着姑娘醒了说饿，便可以端上来。姑娘先前落水，奴婢将姑娘身上的衣裳都换过，原本这套也洗了干净，并用香料熏好。另外鞋子缺了一只，殿下已经着人照着原样去做，虽说短时之内做不到一模一样，想来瞒过人们3眼5眼的打量还是可以的。殿下？哪个殿下？这是哪里？这里是云妃娘娘的月寒宫。云妃娘娘是玄天明的母亲，既然她人是在月寒宫，那救她的殿下肯定就是玄天明了。谁知小丫头紧跟着又加了一句：姑娘是才问的殿下是七殿下。七殿下？七殿下的生母是昭妃，可惜在诞下殿下时血崩没了，云妃娘娘便将七殿下抱到月寒宫里养着，一直到七殿下成年才独自立府。凤雨恒他点点头，明白了。如此说来，七殿下和玄天明都相当于云妃的孩子，只是一个生恩，一个养恩。我是何时被送到宫里来的？就我一个人进宫了吗？
玉王殿下呢？姑娘是晌午进的宫，七殿下一起带回来的，还有黄泉姑娘和一个车夫。玉王殿下也来看过姑娘，留下话来，让奴婢等姑娘醒了就告诉您。外面的事他会处理好，请姑娘安心休息。姑娘，云妃娘娘有请。好，对了，把黄泉叫来，帮我备水梳洗一下。我换好之后，咱们赶紧去见云妃娘娘。左脚是新做的，七殿下吩咐下去的时候，特地说不要用太新的面料，这样才不会显得太突兀。你们七殿下有心，小姐真是吓死奴婢了。您不会水，干嘛往河里跳啊？不跳河就等着被毒箭射死？对了，那个七殿下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何会救了我们？说来也巧了，七殿下数月前就去了外省，今日刚刚回京，走的正好是水路，也多亏遇到七殿下，不然今日只怕在劫难逃。没事儿，不怪你，殿下那边我自会去同他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谢谢小姐。黄泉，你有没有听到琴声？是七殿下。走，去会会这位七殿下。七殿下玄天华同样由云妃抚养长大，却生成了与九殿下玄天明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格。玄天明是任性妄为、傲视孤立，这玄天华则是清宁儒雅、为人和善。见过七殿下，多谢殿下搭救之恩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多礼。九弟难得动了娶妃的心思，我为你们高兴。走吧，母妃还在等着，我与你们同去。儿臣给母妃请安。民女凤羽恒拜见云妃娘娘。娘娘万安。起吧，地上凉。我的天呀，云妃娘娘这也太年轻了吧，明明36、7岁的人，却保养的连25、6的女子见了都自愧不如。古代的女子都这么会保养的吗？母妃到这边来坐。让你教我这未来的儿媳弹琴，你教的怎么样啊？教我弹琴，这是为我一下午的失踪找好了理由呀。怪民女愚笨，从晌午学到现在，也不曾学出七殿下半分模样。哪里是弟妹愚笨，是我的情侣太随性，没个章法。你也别一口一个民女的叫了，本宫既然认了你这个儿媳，你便跟着明儿和天华叫我一声母妃便可，跟天华就叫七哥吧。民女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接了明儿的大聘之礼，本宫便认你这个儿媳。本宫可不管你是哪位罪臣家的外孙女儿，你祖上纵是犯上作乱的贼人，只要明儿乐意，本宫也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。儿媳磕谢母妃大恩，一个头磕下去，前额着地，诚心诚意。多谢七哥。是姚家的孩子，在家里生活的如何？殿下送给儿媳的宅子，儿媳将它取名同生轩，住着甚好。兄弟姐妹可还有目？胞弟子睿年已6岁，十分聪明贴心。家中亲人可都还好？远在荒州，已多年未见。好。那人你可认得？儿媳认得，那是凤家的当家主母沈氏。很好，这世上敢欺骗本宫的人还真没有，就算是皇上他都不敢。沈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念你是当朝一品大员之妻，今日不与你过多计较，青山图限你3日之内交到越王殿下手中。另外，听说你有个女儿，那本宫就送给凤家一道旨意，凤家嫡女凤沉鱼5年之内不得入宫。母妃不要总站的那样高。明儿外面的事可都处理好了。臣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不要命的人在京里散布谣言。本王的王妃不过进宫玩了半天，外头竟有人说她被歹徒挟持了。这样的人全部该杀。已经杀了5个。母妃，时辰不早了，还是让九弟送弟妹出宫吧。也好，去带上本宫送给未来儿媳的见面礼，跟着殿下一起出宫，让所有人都看看凤家的2小姐是从哪里回家去的。
想来我被劫持的消息在宫外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吧？传到后来，连根儿都找不着。谁说找不着？我不是杀了5个吗？可幕后的真凶到底是谁？咱们谁都不知道。看路说，应该是阎王殿的人。啥？阎王殿是江湖上一个杀手组织，专接拿钱杀人的买卖，但开价极高，能出得起钱的多半都是大富贵的人家。应该不是你父亲，他还没蠢到事到如今依然想杀你。至于那位主母，应该没这个脑子。阎王殿的人也不屑跟他做这种生意。你的嫡兄嫡姐手里没这么多钱，所以如此一算，倒是有一方面的人你要多加留意。你说是沈氏？沈氏没脑子，并不代表沈家人都没脑子，不然他们也不会把生意做得这么大。沈家想要保全自己的富贵，就必须得保住沈氏在凤家的地位，所以有些事无需沈氏自己动手，他们就会替他处理干净。沈家，若他们插手，还真是防不胜防。搬走。拜见主子。从今往后，你就跟着王妃，她就是你的主子。搬走，拜见主子。搬走是最好的安慰，在你身边，我才放心。你将身边的人都给了我，那你怎么办？誉王府如铜墙铁壁，就是我自己，虽然残了腿，也并非一般人能近得了身。你不要忧心这个。那你别责备黄泉吧，忘川进宫好，如果当时他在，想必一定会带我成功逃脱。但是忘川被我派到外面去做事了，所以这事儿怪不得黄泉。哼，九弟，时候真不早了，再不把弟妹送回去，宫门就要宵禁了。七哥说的对，咱们快走吧。玄天明这一次是摆了王驾，从皇宫直奔凤府的，一群人浩浩荡荡，好不热闹。是谁说凤二小姐被人劫持了？明明人家是被云妃娘娘召进宫去了。可不是吗？人家是进皇宫见未来婆婆去了。也不知道谁胡说八道，这不是毁人家清白吗？谁说不是呢？叩见唇王殿下，唇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千岁如此。叩见誉王殿下，誉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都平身吧，也都别处在外面了，入府再言。谢殿下。敢问殿下，这些是总不会是送给凤家的礼物吧？是母妃送给恒恒的见面礼。母妃知本王今日回京，便召了弟妹一道进宫来见见。没有提前与凤大人打个招呼，是本王失礼。以前只闻七皇子温文尔雅，如今才知什么叫做百闻不如一见。这样如谪仙般人，才是我凤沉鱼的良配。这位七皇子第一次见到，果然如传说中一般温文尔雅，但我还是中意九皇子。这个凤雨恒为什么还好好的站在九皇子身边？凭什么？粉黛跑回正堂，将那只搁在正堂的鞋子拿到手里。不敢不敢，小女能进宫拜见云妃娘娘，是她的福分。你能这样想就好。殿下，有人在城外河边捡到二姐姐的鞋子。这人是谁？府上庶出的四小姐。哦，回来，殿下面前哪容你说话？可这明明就是二姐姐的鞋。粉黛不甘心，也不知是哪来的胆子，她竟一把将凤雨恒的裙摆提了起来。只见一双鞋子完好无损地穿在凤雨恒脚上，粉黛难以置信。突然，咔嚓一声，玄天明竟直接将凤粉黛的左腕骨掰折了。凤粉黛两眼向上一翻，昏死过去。快送四小姐和四姨娘回房。该看的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家恒恒的鞋子好好的穿在脚上，再有人敢乱说，本王自会派人来取他的舌头。臣记下了。懿旨到，奉臣于接旨。
奉皇后娘娘、云妃娘娘懿旨，凤家嫡女凤沉于5年之内不得踏入皇宫半步，钦此谢恩。民女接旨，谢恩。看着云妃送给凤羽恒的见面礼，硬生生的提醒着所有人，他凤羽恒任谁也轻视不得。老太太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然后吩咐道：都送到同生轩去吧。是，老夫人。今日到街上看铺子，没想到竟被请到皇宫，没能提前和父亲说一声，父亲莫怪。唉，誉王下手也太重了点，把粉黛的手腕都掰折了。灾星，就因为你，家里多少人被打，你就是个灾星。子浩说的没错，你就是灾星。是吗？母亲还是好好想想那幅真的青山图到底在哪里。若等到3日期限到时还拿不出来，只怕灾难来的会更猛烈。锦元，通知沈家，让他们把青山图给我交出来。是，母亲。凤锦元赶忙吩咐手下去办，再回过头来看看院内众人，下了一个决定：今日早些休息，明天一早除粉黛外，所有人前往普渡寺进香，为凤家祈福。忘川，小姐，搬走，等候。属下明白。左右女孩都已经安全转移，一共12名，寄养在一个宅子里。奴婢回京途中被人追杀，一直追到京城，似乎也进了凤府。我知道了，先不说这些，我看看你的伤，你几乎是跟父亲派出去的人同时往萧州去的，追杀你的人8成就是他手下的暗卫。若对方有意试探，这些伤在身还是有些麻烦。奴婢给小姐添乱了。说什么胡话？你和黄泉既然跟了我，我就当你们是自己姐妹。若一味的跟我生分，那可就只剩下主仆关系了。忘川心下一阵感激，那样的话便不再说。你的内伤，我只能用药给你慢慢调节，好的会慢一些。外伤，今晚一定要好好处理。明日你得跟我出府进香，留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不放心。小姐，你拿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？还有我刚才吃的是药吗？为何不苦？我当年在西北大山里时，曾遇到过一位波斯奇人，他就隐居在深山。我每次进山采草药和蘑菇，都能看到他。那波斯人也是个大夫，用的药和工具都很古怪刁钻，但却又有奇效。我跟着学了3年，直到他离开大顺，这些东西就都送给了我。近几日不要碰水，也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。好在我们只是出去上香，你就跟着我，什么事也不用管。奴婢知道，谢谢小姐。只是我这手臂要多久才能不麻了？1个时辰之后就恢复如初了。这上面的线12天后我会帮你拆除。平时要做什么，就让黄泉帮着你些。另外，除了黄泉，我为你缝合的伤口不可以被任何人看到。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也不可以同任何人说，跟主子也不能说吗？玄天明要是问，那你就说吧。是哪个不长眼的挡了我的路？还不快点给我滚到一边去！真是翻了天，什么东西，不知好歹。怎么了？那个沈胖子又跟人打起来了。是大夫人与旁人起了争执，谁知道这沈氏的战斗力还真不是吹出来的，对着车窗破口大骂了足有1炷香的时间还不停口，而且越骂越难听。一直含蓄忍耐的对方终于也爆发了。这年头连猪都会说人话了。嘿，不爱搭理你，见好就收得了呗，还没完没了了是不？你瞅你脸大的从车窗里都伸不出头来，骂的自己都直喘粗气，挺大岁数了寒不寒碜？你们就不知道拉我一把？大夫说了，夫人的腿伤得很重，不可以轻易走动。老爷也说了，让奴婢侍候夫人在马车内好好休息，不到普渡寺万万不可中途下车。都在欺负我！
掌嘴。是。老爷，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快被人打死了呀！就是那个小贱人，他骂我是猪。武阳郡主。哟，凤伯伯，您可算是肯露面了。本郡主还以为你就准备一直躲在马车里，任您的夫人骂我母妃呢。武阳郡主是文宣王府嫡出的武阳郡主，闺名玄天歌。文宣王是当今圣上的同胞弟弟，也是如今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位兄弟。凤羽恒了然，怪不得底气这么足啊！不知郡主在此。行了，别整这些没用的，这些沉不沉的话跟我母妃说去。我就问你，这只猪凭什么跳脚骂我们？是看本郡主好欺负，还是看我母妃好欺负？亦或是想挑战一下我父王的威信？我们到皇宫里都是可以坐马车的，本郡主长这么大，皇帝伯伯都舍不得责骂，凭什么在宫外要受一只猪的欺负？不知王妃与郡主在此，臣凤景元待罪妇审视，向王妃郡主赔罪，还望王妃宽恕啊！沈氏，凤相，这沈氏是你的妾？是臣的正妻。凤家的正妻不是姚千柔吗？姚太医的女儿当年嫁入你凤府时，我还曾亲自上门为她添妆，何以几年不见，你的正妻就换了旁人？那么好的千柔你不要，却抬这么个东西坐上主母位置。敢问凤相，家都治不好，如何治国？臣一介文人，对打理后院琐事的确不算精通，请王妃见谅。但朝中之事，臣可一向都是不含糊的。天哥，你黄伯伯前些日子还说想你来着，带我们从普渡寺回京，你记得进宫去看看。母妃放心，天哥记得了。黄伯伯最心疼天哥，从小到大都舍不得打骂一下。如果黄伯伯知道今日有人指着天哥的鼻子骂天哥是贱人，一定会把那人活剐了的。臣叩请王妃郡主宽恕。对了，姚氏在，快让姚氏出来给王妃请安。凤锦元也反应过来，赶紧小声招呼下人，把姚姨娘请过来。娘亲，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实话实说，没必要为任何人掩饰。好，我听阿恒的。妹妹什么也不用说，姐姐都懂。姐姐你看，阿恒和子睿都长这么大了。阿恒见过王妃，见过郡主姐姐。这孩子跟天哥叫姐姐，怎就跟我叫起王妃了？阿恒叫兰姨。阿恒见过兰姨。子睿见过兰姨，见过郡主姐姐。当年家父突发急症，是姚太医妙手回春，将他从鬼门关抢了回来。我们叶家从此便视姚家为恩人。凤相，这事儿你可知道？凤锦元神经一颤，叶家云麓书院的山长帝师叶荣，冷汗瞬间湿透全身。凤相，我与千柔多年不见，有许多贴心的话说。千柔母子三人就坐在我的车了，凤相，你可有意见？凤锦元哪里敢有意见，巴不得姚氏能替他说两句好话。兰姨跟娘亲说贴心话，我们就不跟着掺和了。阿恒带着天哥姐姐去坐我那辆马车可好？极好极好。今日舟车劳顿，寺里住持为我们安排了明日进香，同时还要燃长明灯保平安，你们一定要争气。作为嫡子嫡女，就得有个表率的样子。子豪伤好了，之后还要去书院。萧州那边，为父会再为你打点一次。对，一定好好打点，出多少钱都成，只要子浩能有出息，娘就靠你跟陈瑜了。要说萧州叶家，那可真是大顺的骄傲。
千柔，你能跟文宣王妃交好，这是体面的事。姚氏听出来老太太这是有意想让他为奉子浩说些好话，他却并不想管这档子闲事，便只是敷衍的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原来你就是九哥相中的那个姑娘，阿恒，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。我怎么觉得那两个人看我的眼神充满着敌意呢？阿恒，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征服我九哥的。凤玉恒却想起之前遇到的那两兄妹，于是便问玄天哥，今日寺里可是又有哪个贵族世家来进香了？你见到他们了？你说的他们是谁？就是我们大顺朝唯一的异姓王，安定王家的郡主和侄少爷。3年前，安定义士王家里的独女看上了殿下，安定王亲自求皇上指婚，咱们王爷不乐意，一把火烧了那安定王府。难怪这么大的敌意，原来把我当情敌了。阿恒，你不用怕，那安定王虽也是世袭的王位，但他并没有生出儿子来，如今年纪也大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明摆着后继无人。更何况他本身就是个根本没实权的王爷，又是异姓封王，跟我们文宣王府完全是两个档次的。我真不是怕，只是感叹一下你九哥的个人魅力，仅此而已。我娘亲呢？夫人跟孙嬷嬷去给老太太和沈氏送素点心了。点心怎能让他们去送？是从家里带来的。昨儿晚上孙嬷嬷说老太太这几年越发的吃不惯庙里的点心，从前都是沈氏在家里准备好带过去，今年沈氏这种情况显然是准备不了了，便跟夫人商量着连夜做了一些备上。凤玉恒的眉角突突的跳了2下，一种不好的预感袭来。他们去了多久了？有一会儿了。王权，你往沈氏住的方向去，见到娘亲就拦回来，不要让她去送点心，速去速回。子睿这里也不能没人。忘川，走，我们往老太太那边去。他绝不认为孙嬷嬷拉着姚氏大半夜的做点心，真的只是为了给老太太吃。若对方趁姚氏不注意，在点心上动了手脚，只怕这个罪就要姚氏来担了。二妹妹，你懂医术，快到三妹妹那边看看吧。啊，小荣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父亲说让我照顾好几位妹妹，我便准备挨个屋去瞧瞧。可刚到三妹妹那里，就发现她面色非常差，倒在榻上动都不能动。安姨娘呢？在祖母那边。二妹妹，快去看看吧。凤羽恒见陈瑜这样子，不先往那边去。是。果然，小荣一脸憔悴的卧在榻上。没事儿，就是有些发热。你先躺一会儿，让丫头烧些热水喝。我还要往祖母那边去一趟，等回来后给你拿些药。不用麻烦，二姐姐快去忙吧。小荣没事的。小荣身子不舒服，可不能强撑着，好好休息。回头我再来看你。好。凡事留个余地，对谁都好。哦，凤玉恒唇角含笑，这就是真面目吗？大姐姐，咱们彼此。哼。我靠，中计了，调虎离山。王权，小姐，奴婢去沈氏住的地方拦夫人，等了一会儿，发现夫人并没有往那边去，便折返回来。可是，一回来就发现二少爷不见了，倒是多出这么个东西。要救孩子，4更天往后山走。子睿现在是被人绑架了。而且他很能确定，在绑架子睿这起事件中，对方绝对不是为了求财。小姐，要不要奴婢出去找找？或许现在还没走远，要不让班走去追。先不要声张，对方既然目的是为了引我去后山，子睿暂时应该是安全的。这样，夜里我带黄泉去后山，忘川留下来看家。嘿嘿，凤二小姐，用你的命换这孩子的命，凤二小姐觉得可还划算？果然是冲着我来的。既然知道我是相府的二小姐，阁下还如此大胆敢行此事，不怕凤家报复吗？
凤家就是想报复，也得有那个本事。更何况你若死，你觉得你的父亲是会悲愤的为你报仇呢，还是暗地高兴啊？凤家会偷笑是有可能的，可阁下也别忘了，我背后还有个誉王府呢。搬走，救人！杀！几个来回下来，黑衣人被打得没剩下几个，对方见几不敌，纷纷伸手入怀，就不知道要掏出什么东西。不能让他们放暗器。有什么不对吗？小姐，你使的是什么暗器啊？这么厉害？搬走不说话，就盯着凤雨恒等他回答。凤雨恒好一阵无语，见二人不放弃的样子，只好含糊的答：就是一种用麻沸散浸过的针，被我打中的人可还没死哦，只是昏睡过去了。你要不要补两下？搬走二话不说，施展身法在附近绕了一圈，再停住脚时就告诉他们，现在没有活口了，应该留下来一个严刑逼供的。阎王殿的人，他们身上有标记。说着话，身形又是一动，眨眼间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把凤子睿抱了回来。怕是有人过来了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在哪儿？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在哪儿？怎么办？二妹妹找不到可怎么办？我们为什么不再往旁处找找？这一路好像都是跟着大姐姐往这边来的。安氏一怔，好像还真是小荣说的这般。一路上陈宇表现得十分焦急，大家都是跟着他的脚步在寻找着。他想提醒凤锦园再找找旁的地方，却听到韩氏悠悠地说了一句：半夜被人劫持，不管找不找得到，只怕二小姐这清誉。韩氏锁紧了眉，他知道因为粉黛的伤，这韩氏八成是恨上凤雨恒了。我凤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莫急莫急，这不还在找吗？陈宇掩着唇轻轻啜泣，可目光却在四周不停地搜寻。只可惜映着火光的茫茫夜色，哪里有凤雨恒的半个影子？老爷，我们散开来再找找，刚才只顾着往后山绕，好些地方都没有找过呀。安姨娘，这是最有可能的一条路了，前山有守夜的僧人，贼人定是要往后山跑的呀。二小姐是跟着咱们家人一起出来的，现在人不见了，誉王府追究起来，这个责任谁负得起？既然凤家不能尽全力找回阿恒和子睿，那我去求文宣王府帮忙。怎么能不尽全力？那是我的孙子和孙女儿，今夜就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找出来。搜山，不放过每一个角落。阿弥陀佛，敢问施主可是出了什么事情？为何深夜不睡，举家至此啊？凤锦园原本没想惊动寺里僧人，毕竟这不是什么值得张扬的事。凤雨恒的失踪，就算今夜找不到，他也打算封锁消息，暗地里慢慢找，实在不行，干脆就称疾病身亡。可偏偏有人不这样想。不瞒大师，是我们家的二小姐今夜被人劫持了，我们找了半宿都没找到。够了！父亲也别怪韩姨娘，当着大师的面怎可打诳语，是犯忌讳的。大小姐到底是如何认定二小姐是被劫持的？金针姨娘这个问题问得甚好，奴婢也奇怪，为何大小姐一口咬定我们二小姐和二少爷被贼人劫持了？忘川，你是说阿恒的子睿没丢？哦，阿弥陀佛，原来诸位施主聚集在此是在找人。可是老衲不明白，明明2位小凤施主一直都在佛堂诵经，你们为何到后山来寻呢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哼，阿恒，父亲，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？也是来诵经的吗？阿恒一直都在这佛堂祈福吗？对啊，从上了夜开始就一直在这里，几位大师都可以作证。父亲为何这样问？没事就好。父亲以为阿恒会有什么事？
很晚了，你早些休息。凤锦元不想再与他说话，转身就走开了。说实话，他对忘川的话是有些怀疑的，即便那个僧人都证实了，他还是怀疑。可看着凤羽恒时，却又实在看不出什么破绽来。幸亏利用空间里的药，才能让子睿快速的转醒，再利用空间返回佛堂，不然这场戏就没法演了。处理尸体的时候，可有留下痕迹？属下故意留下足以令凤锦元的暗卫发现的痕迹，至于凤家其他人，断没可能发现。很好，不管今日之事主谋究竟为何人，他必须提醒凤锦元，如果是你干的，那你打不过我；如果不是你干的，那我告诉你，有人要杀你闺女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依小姐看，这次与上次是同一伙人做的吗？看起来应该是。看起来凤家的大小姐就算不是主谋，也定是同谋。她今夜的表现摆明了就是知道此番计划，故意来戳穿咱们小姐不在房内的事实，然后又引领凤家人往后山去寻。原主这个大姐姐呀，菩萨的脸，蛇蝎的心，这样的人若真是坐上了后位，只怕全天下都得被她算计进去。搬走，去查查孙嬷嬷有没有子孙，再查查这些子孙有没有在沈家做事，或是跟沈家有关联的。属下记得了，你们保护好主子。母亲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明早安里便有女尼下来接沈氏上去，凤府会对外宣称沈氏留在安里为凤家祈福。这事你做得对，若再继续留那沈氏在府中，早晚是要出大事的。是的，儿子之所以安排全家来这普渡寺进香，也就是为了找个沈氏离府的理由，这样也给陈瑜和子浩留了颜面。他在家里跋扈也就罢了，万没想到竟招惹到云飞，如今又把文宣王府给得罪了。这个烂摊子你要妥善处理。文宣王妃的态度母亲也看到了，哪里是那么好说话的。还有那个武阳郡主，从小就跟九皇子一样，是个惹祸精，偏偏皇上还宠着。姚氏不是与他交好吗？如今处理了沈氏，你与姚氏正好也缓和缓和。将沈氏留在安里是迫不得已，但他主母的位置却不能卸去，毕竟还有陈瑜，那才是凤家真正的希望啊！糊涂，谁让你卸去沈氏主母之位了？我只是让你常到姚氏屋里去坐坐，姚家根基深，文宣王妃那边也要姚氏多出气才好。儿子尽力吧。没错，就是因为母亲得罪了云妃，害得我5年不得入宫，现在母亲又被永远的留在庙里，今后我这个大小姐有神脸面面对外人，看来母亲是留不得了。那嬷嬷有个15岁的孙女，是沈家三老爷的第9房小妾，属下取了她一枚发簪，样式老旧，像是过去的东西。果然是这样，凤羽恒就觉得孙嬷嬷的背叛肯定会有些原因，不然跟着姚氏从姚家陪嫁过来的嬷嬷，怎么可能将3年光景就转投他人？今日夜里把这簪子给孙嬷嬷送去。遵命。殿下来了。端走说殿下来了，小姐快出去看看。我这身衣裳还行不行？这话一出口，他自己都鄙视自己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个眉心有朵紫莲的男人，竟能如此牵引他的心？穿什么都好看。文恒，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他眼睛晶亮，有灵动的神采闪烁着，看在玄天明眼里，就像天上的星宿，一眨一眨的，让人怦然心动。我来看看你啊。头一次见恒夫这副模样，这才像12岁该有的样子。就在这借着轻功腾空而起的半空，四目相对，望出柔情几许。头一次见到女孩用袖口给人擦汗的。
应该用帕子是吧？没带帕子。太酷了，玄天明，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轻功吧？你想不想学啊？我是说轻功，你若想学呢，我可以教你。不学，太难了。你看我每天这么忙，光是凤府里的那些人和事就够我折腾的了。我还要看医书，还要研究药材，还要顾着外面铺子的生意，哪里还有时间学轻功啊？不过我也是会点功夫的。当初在山里时，见你弹的那一首诗子，便知道你不是一点本事也没有。可不只是一点点本事哦。虽然我现在这身子有点弱，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。我以后多吃点好的，每天再抽些时间训练一下，很快就能恢复过来。既然有底子，就别荒废了。就算身边时刻有人保护你，总归还是有个万一的时候。我总是担心你会出事。今日听班总说，昨夜又遇到了阎王殿的人，不放心你，这才赶过来。你要不要试试？是什么？可怎么看都像是他在欺负小孩，却也不忍心扫他的兴，便点了点头。好。不但运轻功的。不行了，这破身体打一会儿就累，你让我歇歇。你应该是还没有去练这套招式的内功吧？夜里身风凉，你刚出了汗，小心冻着。我这套是格斗与擒拿的综合招式，里面还结合了一套军体拳，都是近身打斗技巧，没什么可看性，但一招一式都非常实用。而配合着这些招式的内功，我管它叫做硬气功。硬气功，我看你打斗时力道很足。所谓硬气功，若练成了，一般人接上一招，只怕胳膊都要断了吧？差不多，要看练到什么程度。不过我就算是练成了，跟你打还是要差上很多。你们都会轻功，还有长兵器，结合起来我就比较吃亏。从这2次打斗中就已见分晓。你跟谁学的？我跟谁学的？我跟21世纪陆战部队的军官学的。可这话能说吗？那个我自己琢磨的，大山里跟一位隐士高人学的，就是给我那些奇奇怪怪的药啊，还有行医工具的那个波斯奇人。你也知道的，那个奇人的东西都很奇怪。其实你在西北的时候，我也正在那边打仗。如果我能早一点进到那片山林，是不是就能早一点见到你？就只有在那一天，你才能见到我，这就是命。玄天明自动将他的意识理解为这是命运的安排，却不知他的意思是，就算你早一天见到我，那个也并不是我。哦，对了，阎王殿那群杀手背后的雇主已经查到，是沈家三老爷沈万良。凤家的大小姐与沈万良接触频繁，她应该是知道这一系列计划，并为沈万良做了接应。我也想到了，我娘亲身边的孙嬷嬷有问题，我让班走连夜去查出孙嬷嬷唯一的孙女是那沈万良的第9房小妾。你万事要小心，我今晚不走，守着你，一直到你明天回京城。其实我很喜欢西北的大山，比起京城，我更喜欢山村里简单的生活。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人，意义是不同的。有机会我带你回去，走吧，风凉了，回房睡觉。好。你说你不走，那你住在哪里？要不我让忘川寻个软椅来，你凑合一宿。傻丫头，你不知道这样对你的清誉有什么影响吗？知道，但是我早晚是要嫁给你的，更何况我是让你睡软椅，你心里有数就行了。赶紧洗漱下睡了吧，你安心的睡，我就在你身边守着。你要是不走，就给我扇扇蚊子。玄天明早已不在，他不知那人是何时走的。明明坐着轮椅，却依然可以行动自如到悄无声息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忘川，小姐醒了。大清早的，沈氏鬼叫什么？叫了有一会儿了，就听他喊什么要回家，不要留在这里之类的话。奴婢还没有过去看，洗漱的水都备好了，小姐先洗漱吧。玄天明什么时候走的？寅时末了才走。寅时末，那也就是我醒前没多久。我怎么不早点醒过来？哪怕再早一点点，兴许就能看到他。姐姐，怎么了？姐姐，好可怕！
母亲好可怕。他怎么了？母亲刚才咬了一个丫鬟，咬掉了一块肉，满嘴都是血，肉还在嘴里挂着，好可怕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嬷嬷，有些事情我一清二楚，适可而止，不要逼我做得太绝。孙嬷嬷怕极了，一联想到近日来帮着沈家三少爷做的那些事情，不由得胆战心惊起来。阿恒，父亲叫住阿恒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凤锦园看着这个女儿，久久没有言语，至今想不明白，20多个阎王殿杀手不但没伤他分毫，居然都死在他的手里。自凤玉衡回京，沈氏接二连三遭受创击，沈家要除凤玉衡，他自然明白其中道理。阿恒，为父希望你能多为家里想想，毕竟凤家好了，将来你的脸上才能有光啊。我从来不主动惹事，只求事别惹我。你是凤家的孩子，就要有个凤家女儿的样子了。那就请父亲也先有个父亲的样子，请父亲在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先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，去关心一下孩子的安危，而不是张口闭口凤家凤家。等有一天你的孩子都被人杀光了，看你哪来的家。哼！明日我会为子睿安排启蒙先生。好。小姐，等等我。阿恒，看见没？那几位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姐妹。郡主，你也跑太快了，一转眼人就不见了，奴婢都跟不上你。怎么不说你自己笨，腿脚慢呢？这就是我柔姨家的女儿凤雨衡，就是我那未来的九嫂。哇塞，你就是那个搞定了九殿下的凤雨衡啊！你好，我叫封天玉，我爹是当朝右相，跟你爹是死对头。那什么，对头女儿，你好。嘿嘿，好玩吧？2个丞相，一个姓凤，一个姓封。我真心祝愿你家的大风能把我们家这只凤凰给吹跑，吹得越远越好。凤凰吹跑了，你不也得跟着飞了吗？飞也，我是誉王府的王妃，凤凰跑不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，能同甘是缘分，能共苦可就得看情分了。凤家怎么对阿恒的，谁不知道？凭什么落了难还得让阿恒跟着吃瓜烙？我叫任熙风，平南将军府的女儿。我听殿下提起过，殿下说任大将军的兵法应用十分精妙，他这次平复西北也借用了不少。九殿下实在是太客气了，我父亲才赞他是少年英雄呢。其实咱们小时候是见过的，不过你也不记得，我也不记得。可是幼时家里人抱着见过面。可不，昨儿天哥来府上看我，提起你来，我父亲就说小的时候姚太医来将军府做客，就是抱着你一起来的。那时候你才8个月大，我也才9个月。你们几个能说会道的就先停一停，让芙蓉先跟阿恒打个招呼啊。芙蓉说话。凤小姐好，我叫白芙蓉，叫我阿恒就好啊。哎呀，包子脸圆滚滚的，好玩死了。玄天哥，你叫来的朋友果然都是一条道上的，每一个初次见我都捏我的脸。你们也这么干了？怪就怪他自己长了个包子脸，你说长成那样谁不想捏啊？我当初就手痒了，结果被这丫头给咬了一口。你要么就一直装下去，要么就干脆彪悍起来，老是看起来像是小白羊，实际上是只大灰狼。你累不累啊？我娘说了，不装成小白羊嫁不出去。不信看看你们几个，除了阿恒谁有人要了？阿恒啊，别跟他们一样，他们都是狼，我家跟他们家就没法比了。我爹只是宫里打首饰的巧匠，没什么官阶。我呢，承蒙这几位大小姐不嫌弃，就将就着天天跟他们混吃混喝。凤雨恒对着白芙蓉相当满意，没有过硬的后台还能活得这么洒脱，这才是自己的人生。好了，我们也别站在这里了，走到仙雅楼，我请客。太好了，我点那道最贵的龙井虾仁。好。你们这是干啥？本郡主就是有钱也不能被你们这么敲诈啊！哎，郡主，这些菜不是冲着您上的，是掌柜的孝敬王妃的。掌柜的说了，王妃好不容易来一次，
一定要把仙雅楼的好酒好菜都给端上来，给王妃过目。感情这是在给你们未来的王妃报菜谱啊！阿恒，你快问问吃不完可不可以打包啊？我娘就喜欢吃仙雅楼的菜，可是平时我也买不起啊，快点问问，行的话你们就少吃点，给我打包回去，听见没有？照这桌上的饭菜新装一份，给白大小姐打包。啊，小的遵命。阿恒啊阿恒，我九哥从来都是亲兄弟明算账，就算是七哥来吃饭都是得给钱的，这可是我头一回看到仙雅楼破例呀。那你说玄天明自己来吃饭要不要给钱？那当然是不用，这不就得了？他吃饭都不给钱，那我为什么要给？我现在的零花钱还都是他给的呢，就算我出了钱，那也是出他的，有什么区别？我去看看别的桌都点了什么好吃的，既然不用给钱，那咱们多吃点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这位小姐，您的裙子我一定赔，您先看看有没有被烫到。哼，清乐郡主，我当是谁？一个巧匠的女儿居然也配在本郡主的面前说话。清乐郡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您的裙子我一定会赔的。哼，你赔得起吗？瞅瞅你穿的那副寒酸的样子，就算搭上你父亲10年的俸禄，也赔不起本郡主的一条裙子。郡主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出去借，不管多少银子，我都会赔给你的。哼，是吗？1万两，你去借吧。什么？去请你们掌柜的上来，就说仙雅楼最好的一只汤碗被清乐郡主打碎了，请安定王府赔偿白银3万，一只碗3万。小庶女，你这账是怎么算的？一条裙子1万，一星郡主，你这账又是怎么算的？你管本郡主是怎么算的？小庶女，看到本郡主不下跪行礼，这就是你们凤家的规矩？哟，一个异姓王家的女儿，你见到本郡主又为何不跪？阿恒是凤家庶女没错，但我可是封家嫡女，请问这位郡主，你对我们右相府封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平南将军府也很想听听清乐郡主的指教。白芙蓉是我们的姐妹，不管她的家世如何，我们都是她的后盾。还有阿恒，即便她是凤家的庶女，但你别忘了，她也是未来的誉王正妃。清乐郡主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可偏偏眼前这几个又都是不好惹的主，她火气没处发，一眼瞄到还跪在地上的小二，抬起脚就踹了过去。别以为刚才你们3个撞上时我真的没看见，要不是你伸出一只脚，刚好把芙蓉给绊了一下，怎么可能有这起事故？找茬的时候，请你擦亮眼睛看一看，惹到的都是什么人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凤羽恒是这仙雅楼的半个主人，我家下人挨了欺负，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理。这3个巴掌是我还给你的，给你长点记性。清乐哪里听得下去他的话，特别是那句仙雅楼的半个主人，更是把他给刺激够呛。一回手，也不知从身上哪一处竟抽出一把匕首来。阿恒小心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胆子也不小，我本无意与你对立，怎奈你一步一步咄咄逼人。这人呐，说话做事之前总是要多考虑清楚，你能不能打得过对方再出手。你要比家世很好，我们这里一个代表文宣王府，一个代表右相府，一个代表平南将军府，小女子不才，却是可以代表誉王府。我问你，凭什么在我们面前嚣张？你惹得起谁啊？抱歉。那位堂兄说完，然后驾着清乐就下了楼去。都走了老远，还能听到清乐在叫嚣的喊着：凤羽恒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。掌柜的，别忘了让清乐郡主把晚钱赔了，给他打个折，就收5两银子吧。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本以为我那一向任性妄为的九弟，这辈子估计寻不到合适的姻缘，却没想到
人家还真就找了个比他还任性妄为的丫头。据说安定王妃过些日子要过寿，好像差不多日子了，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办一场，你去吗？我才不去，他们那叫什么王府啊，就仗着安定王的爵位摆架子，可惜后继无人，我才不要去给他们这个脸面。按说是世袭的王位啊，安定王自己没儿子，就没想别的法子，比如过继一个过来，谁能让他这么干？以前的安定王可不想过来着，过继个孩子继承王位，但黄婆婆说了，过继的不算，然后安定王又闹了个王妃换子的戏，10几年前就被黄伯伯用滴血验亲给戳穿了，并且告诉他，世袭的王位必须要亲生的血脉，如果再胆敢混淆王室血统，那顶安定王的帽子就给他摘掉。后来他就老实了。哎，你怎么想起来问他们家过寿的事儿？不会是想去吧？是那日在寺里，临回来时，清乐郡主来跟我父亲说的。凤府以前好像也没有派人去过，你那大姐姐凤沉鱼，凤家当个宝一样供着，应该是觉得安定王府的寿宴不够档次，等着在宫宴上亮相呢。今年你回来了，不知道凤府是怎么打算。如果凤家今年要你去，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，省得你挨欺负。不用，要是连一个安定王府都摆不平，我将来怎么走进裕王府？霸气！那就是凤家的大小姐吗？凤家这个女儿据说生下来时就有霞光盖天，听说以前是个庶女，后来她娘亲上了位，这才成了嫡女的。那原来的嫡女呢？那个才是原本的嫡女，可惜她外祖家里招了祸，凤家怕受牵连，就将原本的大夫人赶下了堂，把凤沉鱼的母亲扶上了位。我也知道这个事儿，姚家以前就与我们府上挨着住，当年多么风光的姚家呀，如今门口的灰吊子都结了老长。姚府没有新人住？没有，听说府邸还是姚家的，并没有被皇上收回。你们是来给我母妃祝寿的，都不进院子里去办正事儿，在门口站着乱嚼什么舌根子？沉鱼见过清乐郡主，哼，原来是凤府的大小姐，我还以为是哪家的新娘子想来我们安定王府这里讨点赏钱呢。郡主真会说笑。清乐郡主，好久不见啊，你这脸蛋已经不肿了，好多了呢。凤羽恒，你给我等着，敢来我安定王府，有你好受。行啊，等着就等着。安定王府啊，久仰大名，我总得来看看当年被我那未婚的夫君烧完之后变成了什么样子。终于有个安静地方了，都是些什么人呀？像菜市场的大妈一样吵得脑瓜疼。你们说的山野千金是不是就是那位？我瞅着长得还行，不像外面传的那样是个山村孩子。当然不像，好歹人家以前也是凤大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女，好歹是个王府，怎么请来的人都这么不上台面啊？我觉得祖母给咱们做的衣裳还是有点太好了，跟这场合不配套啊。昨天金针姨娘还说送帖子的人提到七皇子，这种场合怎么配七皇子到场？小丫头，邓春心啦！二姐姐你说什么呢？在那里，凤相家的女儿，虽说是庶女，可能也是一品大员家的庶女啊，咱们快去套套近乎。可不，那位穿的像是办喜事的嫡女，咱们还是别指望能说上话了，我只看着就觉得有距离感呢。看到没，这片花园全部都是翻修过的，原来的据说比现在气派好多倍。哎，可惜啊，被九皇子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干净净。你们说这花园是被烧了之后重建的，那安定王就平白的被烧了王府，也没不乐意？当然不乐意呀！当年那安定王很气愤的进了宫，一纸御状就把九皇子告到了皇上面前。那皇上怎么说啊？皇上就对那安定王说，你连一个王府都看不住，还好意思上朕这来告状？还有呢，安定王因为皇上这一句话，回去之后便下令招了好多侍卫看管王府，然后皇上又治了他个私吞兵将之罪。他们这边说说笑笑的好不热闹，对面亭子里凤沉鱼正跟清乐面对面站着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这二人凑着一处，
只怕没生意什么好事，八成又是与我有关。二姐姐，他们都是来给安定王妃祝寿的，这样子背地里议论人家府里的事，好吗？想来每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不然你看那些王府里的丫鬟，明明都听见了，也没见谁过来管。看来这安定王的名声实在是不好。以前我不常出门，也没有认识的朋友，没想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还真是一模一样。是啊，家家都有权斗之术，凤府终日不得安宁，这安定王府也好不到哪去。那是谁家的新娘子？民女凤沉鱼。凤沉鱼，她就是凤家的嫡女。哼，在我的寿宴上穿成这样，也是有点过分了吧？原来是凤家大小姐。凤大小姐穿成这样子出门，凤大人都没拦着点吗？家里对王妃寿宴十分重视，临行前特地嘱咐我们姐妹3人一定要盛装出席，这才算是对安定王府的尊重。不必多礼，坐下吧。场上歌舞表演开始了，有一些坐得近的夫人小姐们正上赶着跟陈鱼套近乎，于是一个敬茶，另一个递果子，还有送点心的，甚至还有送银票和玉饰的。一时间，陈鱼成了场内最热门人物。凤家果然都是贱人，蠢货！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凤大小姐，我劝你日后出门还是把面遮起来，省得四处惹人惦记。都是陈鱼的错，请王妃责罚。安定王妃大寿之日，怎谈责罚？血色肉色本王是代表皇家来给安定王妃贺寿的，王妃无需客气。多谢唇王殿下赏光，真是令安定王府蓬荜生辉呀！多日不见，唇王殿下一切可好？七皇子不会是看上大姐姐了吧？不可能，据我对这七皇子的了解，他这人虽然看起来无害，但你绝对不能把他面上表现出来的和实际要说的做的混为一谈。不信，你看。请问您是哪家的小姐？本王与你可曾相识啊？我是左相凤府家的嫡女，我叫凤沉鱼。唇王殿下前些日子到府，我们是见过的。小姐如此说，本王就记起来了。不知殿下今日也要过来，沉鱼应该早些去给殿下问安的。凤大小姐多礼了。凤家就只有大小姐一人前来吗？本王那弟妹可曾到访啊？二妹妹和三妹妹也来了呢。殿下既是来为安定王妃贺寿的，那就请上座吧。每年王妃寿宴，父皇都会派我们兄弟其中一人来给王妃贺寿。今年本王过来，同样带了父皇和母后亲自备下的寿礼，已交由前院长司，祝王妃福寿安康。多谢皇上和皇后娘娘，也多谢王爷。王爷快请上座吧。今日王妃是寿星，理当上座。本王也就过来给王妃道个寿，王妃且安坐便好。本王在下面同弟妹攀谈几句就回去了。为什么你这桌上连盏茶水都没有？不让人带进呗。给凤二小姐上壶茶。是，殿下。临来时啊，九弟还同我说要给你带些宫里新来的御厨做的点心，我出门时就让下人送到你的同生轩去了。多谢七哥。给安定王妃祝寿是你们皇子轮着来的吗？今年刚好轮到你。也不是轮着来，是谁也不愿意来。明儿让我跟你说，这安定王府的寿宴没什么劲儿，你要喜欢热闹，还是月夕节的宫宴好一些。我听天哥说过。殿下。凤大小姐。殿下不必这样客气，叫我沉鱼就好。天哥自小就跟明儿一样，是个祸事精，我们这些哥哥们也没少给他收拾烂摊子。哥哥疼妹妹是应该的。哦对，那天我在仙雅楼看见七哥了。我也看到了，能为自家伙计撑腰，的确是个好主子。二妹妹跟殿下叫七哥啊，那我自然也是要跟着叫七哥的，七哥不会介意吧？阿恒叫我七哥，是因为他跟明儿的关系。本王下面只有2个弟弟，凤大小姐的意思是，你与我那八弟……没有，陈鱼跟八殿下见都没见过，七哥一定要相信陈鱼。你让本王相信你，
可你为何叫七哥？本王早说过，阿恒叫七哥，那是因为她是本王的弟妹。你若没了这层关系，那就是攀附皇亲。本王要回宫请示一下父皇。凤沉鱼只觉得这纯王殿下看起来面和心善，但话语间却丝毫都不留余地。他纵是有心见缝插针，也根本寻不出缝隙来。凤大小姐东西掉了，是送给殿下的。拿回去还他，或者给你父亲，就说这次的事，本王可以不与他计较。若再有下一次，请凤相大人亲自来与本王说话。祖母，父亲一定要给陈玉做主啊！陈玉苦练琴技多年，为的是什么？父亲当初也说过，陈玉的琴技绝不能轻易外露，那是要留给……可是今天就在安定王府，二妹妹逼着我为一群舞姬伴乐，父亲，陈玉觉得好委屈啊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父亲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自从你回来，咱们府里就没消停过。为父今日就问你，到底是想做什么？如果是想报3年前被赶出家门的仇，你冲着为父来，何苦为难你大姐呢？二妹妹，从前你是嫡女，我爱你敬你，就算后来你离了京，可那也并不关我的事，你为何要这样害我？虽然这件事情很可笑，但我依然要提醒父亲，阿恒不是没有脾气的人。3年前任你们随意揉捏，3年后若还想继续黑白不分，那可就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敢问大姐姐，什么叫我逼着你给舞姬弹琴？我且问你，父亲是不是有过话，说庶女不可以抢嫡女风头？是有这么说过，可这给舞姬弹琴哪里算是风头？祖母说的是，阿恒也是这样认为的，而且就这个事情还与那安定王妃据理力争过，这一点在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明。但那安定王妃偏偏就说她府里的舞姬与一般人不一样，是当小姐一样养着的，还说凤家的女儿能给她王府的舞姬伴琴，是得了天大的脸面。阿恒9岁那年就被送到山沟沟里，着实不知道京中已经有这样的变化。那安定王妃说的斩钉截铁，我不得不信呢。安定王妃确如阿恒所述一般。不仅如此，想来父亲和祖母还没有听说后来的事。那清乐郡主与一男子在后堂私会，被所有人撞破好事。大家进去时，那清乐郡主正衣不遮体的与那男子泡在同一只浴桶里。那男的连衣服都没穿，清乐郡主居然还诬赖说是阿恒与人私会，说他是进去捉我的。他们当我凤府是摆设不成？还有呢，那好事不止女宾们撞见，男宾也都在场。七殿下临走时说会禀明皇上为清乐郡主同那男子赐婚，可清乐郡主却央求安定王让他去跟皇上说，她不要嫁给那男子，她要嫁给誉王，还是做正妃。好大的口气！誉王正妃是我们家阿恒，哪里轮得到那个异姓郡主？估计安定王府的意思是让誉王府与我们凤家解除婚约吧。唉，到底人家是王府，想当年不也是在明知阿恒与9殿下有婚约的情况下，还去请皇上赐婚吗？父亲，一个没有实权的王爷，怎么就敢这样子欺负当朝丞相的女儿，把凤家女儿比作与王府奴才同阶？安定王府就把当朝的一品大员放在那个位置吗？请父亲为我们姐妹做主。你放心，这一笔笔账为父都记得。那座安定王府，我凤家与他势不两立。没让你记恨定安王府，是让你记恨凤羽侯。七殿下的脾气你我都知道，看上去和善，可没有一件事跟七殿下是能商量明白的。可以请二小姐跟七殿下打个商量啊。本王听说二小姐与七殿下十分熟络，还跟七殿下叫七哥。王爷，郡主与那侍卫情投意合，为何王爷不大方成全，还要棒打鸳鸯？哪里是情投意合？那是什么？哎，都是小女不懂事，还望凤大人能帮本王一次。事情若是成了，本王定有重谢。只怕这事要与我那二丫头商量的。老爷，二小姐到了。
哼，女儿见过父亲，见过王爷。哎，二小姐不必多礼。王爷客气了，不知父亲叫阿恒至此，可是有事？不是为父有事，是安定王爷有事与你商量。哦，我一个无品无阶的庶女，怎配得上与王爷商量事情？父亲莫要取笑阿恒了，若没有什么要事，阿恒就回去了。凤二小姐请留步。王爷请自重。王爷如此看着民女，到底是何意？民女的年纪比清乐郡主还小，王爷可不要动歪心思。凤二小姐请留步，本王却是有事相求，还请凤二小姐援手帮忙啊！我一个小小庶女，能帮上王爷什么呢？请凤二小姐在纯王殿下面前美言几句，让殿下把那日的事莫要禀明皇上啊！那日的事？哪日？什么事？就是王妃寿宴那日在后堂的事。哦，就是清乐郡主与一男子共浴，被所有人都看见的事。阿恒实在是不明白王爷是怎么想的。想来父亲也打听过那日的事了。当时清乐郡主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她要嫁给女儿的未婚夫，也就是誉王殿下。今日安定王爷亲自到府，还让女儿去七殿下面前求情，难道这是在逼着女儿把誉王正妃的位置让出来吗？不会不会，二小姐放心，清乐那边本王自会严加管教，绝不会涉及二小姐和誉王的婚事啊。是吗？王爷您确定能做得了清乐郡主的主？那为何前些年王爷还在清乐郡主的怂恿下跪到皇上面前去请求赐婚？民女知道您是王爷，咱们小门小府的自然不能跟王府比，所以我父亲就忍了下来。如今清乐郡主还口口声声嚷着要嫁给誉王，父亲您是一朝丞相啊，为何要受这等欺辱？王爷究竟为何处处与我凤家为难啊？你别不识好歹，我乃堂堂安定王，你一个丞相也在我品阶之下，有何资格在本王面前耀武扬威？王爷，若本相没记错，是王爷主动找上门来的，耀武扬威的人是你。好，凤景元，你不要太得意，本王今日到府是给你颜面，别以为本王不敢到皇上面前去告你的御状。那王爷就请吧，想来七殿下已经同皇上说明了清乐郡主的喜事，皇上也正等着见您为清乐郡主赐婚呢。王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？贵府喜事将近，应该高兴才是。老爷，有安定王府的侍卫求见。有什么事？王爷，不好了，您快先回府去看看吧，咱们王府又被九皇子给烧了。什么？笑什么？王爷，我在自己家里笑一笑，您发什么脾气啊？王府出了那么大的事，王爷怎还有心情与本相这小女儿斗嘴？我们走。誉王殿下火烧安定王府的事，你事前可知晓啊？真不知道。想来殿下是在为你出气呢。也是为凤家出气啊！安定王府寿宴当日，受了委屈的可不只是阿恒一人。大姐姐那样绝艳的琴技弹给了一群奴才，三妹妹虽说是庶女，可平白无故的被下人泼了一裙子茶水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为父知道你们都受了气，今日为父不也没给安定王好脸色吗？你要明白，为父如此做也是要顶着极大压力的。父亲放心，若安定王真的要到皇上面前发难，阿恒定会请求誉王殿下帮衬着家里一些。不过想来那安定王也没工夫跟咱们计较，他家里不知道被烧成什么样了呢。九皇子自小就是这个脾气，但愿他今后待你能不同些，你切记不要惹怒了他。多谢父亲，女儿都记下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那日寿宴上大姐姐送给纯王殿下的，纯王殿下没要，让女儿带回来拿给父亲，还说这次的事儿他可以不与大姐姐计较，但若再有下一次，就请您亲自去与纯王殿下说话。凤锦元盯着那荷包气得不轻，陈瑜不擅长女工，一看就是出自他的手，可他明明警告过陈瑜，不可以在凤家表明立场之前擅自与男子来往，陈瑜为何不听他的劝告？你回去吧。好。明儿，朕不知道你选的那个丫头到底有没有本事，如果一个凤家就能把她给害了，
想来也成不了大事。虽说阿恒与誉王有婚约，可那誉王做的一桩桩一件件好事，只对阿恒个人的，对凤家可是一点脸面都不曾给过。纯王无心皇位，陈馀要坐上凤位，就要断了对纯王的念想，是该有个抉择了。安慰。凤下，上次让你去查三皇子，可有查到动向？三皇子5日前曾接触右相封大人，但封大人没见。2日后，封大人投了二皇子。另外，三皇子早有暗中蓄养兵马的意图，已经屯兵3万有余。很好，是个有胆识的。大人可是要去三皇子的襄王府，是时候往那边走一趟了。我凤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场夺嫡之战，若再不拿出个态度，只怕为时已晚呐。明白。来人，备车。早些日子不是说凤兴陵氏吗？如今兴氏走向如何了？凤兴已入京城，兴势渐亮，于凤轨中稳步行进，10年之内若无异动，可进入主位。新的凤兴进入主位，就意味着原本的凤兴要让出位置来，而这新凤兴所对应的皇，却不是如今这个天武大帝，是指新主。新主登基，旧皇驾崩。生老病死乃人生轮回，朕并不怕死，只是想再多要几年，好歹为那孩子铺一条平稳的路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明儿，朕不知道你选的那个丫头到底有没有本事，如果一个凤家就能把她给害了，想来也成不了大事。陛下，凤相进了襄王府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有了一个明儿还不够，还真妄想让他的大女儿攀上凤位吧？朕倒要看看他选中的老三到底有多大出息。班总，你去趟普渡寺吧，瞧瞧沈氏那边有什么动静没？现在？对，现在。那主子你可不要出府。知道了。快，换件普通的衣裳，咱们到安定王府去看看，刚才是谁答应搬走不出府的？没事啦，我们又不出京城，这大白天的哪里会有危险？二小姐，慢点跑，忘川，快点。定安王府就这样被烧得毛都不剩。故事就是故事，夸大其词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安定王府烧得毛都不剩，那得着多大的火啊！这位小姐有所不知，昨日的大火从晌午刚过就开始烧，一直烧到了后半夜。安定王府养的马都烧得一匹不剩，马都烧死了，人跑出来了吗？听说清乐郡主烧的头发都没了，安定王妃也烧光了眉毛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可就不知道了。忘川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参观定安王府遗址了，咱们快走吧。好，凤丞相真稀奇，媳妇换来又换去，嫡女人人都能做，如今又要舍陈馀。凤丞相真稀奇，媳妇换来又换去，嫡女。凤相，本王要接陈馀的奉命不假，但你见过哪家的凤凰是庶出的？襄王殿下放心，陈馀是凤家嫡女，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是吗？想来凤相是不怎么上街，你出去听听，连街边的要饭花子都知道你凤家又把嫡女换了人，为何凤相还能说得如此斩钉截铁？殿下，臣一定会尽快平复谣言，死保陈馀嫡女之位。陈馀的母亲正在寺中为凤家祈福，也有些日子了，臣近日便会派人将她接回。嫡女就是要名正言顺，她的母亲可以死了，但总仍在寺里算怎么一回事？臣知襄王殿下如今正是用赢钱之时，这点心思还望殿下收下。哼，凤相这是做什么？臣既已追随殿下，理当为殿下分忧，还望殿下不要嫌弃啊。本王说的话你回去也好好想想。另外，本王既与你结成一派，也不全是冲着你那被传言奉命的女儿。凤相是当朝左臣，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仰仗大人呢。殿下说哪里话？能为殿下分忧，
是臣的分内之事。主子，据说沈家人去过几次普渡庵，那是偷偷见的沈氏。哦，那沈氏如今表面上比以往和善了许多，白日里竟也会跟着姑子们一起挑水摘菜，但一到了夜里，伪装马上就会卸去，对那叫满喜的丫头非打即骂。果然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想来是沈家为让沈氏返回凤府出的主意。哼，看他能争多久。主子，属下得知您父亲最近有接触三皇子玄天业，应该是在储位之争上明确了凤家的立场。玄天明知道吗？殿下知晓。说起来，你们殿下是哪个队伍的？属下不知，殿下平日只与七殿下走得最近，但七殿下曾明确表示过自己无心九五之位。那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有站队了。没事了，你忙你的吧。班总，你还有事儿？听说属下往普渡庵去的时候，主子出府了。我就是去参观了一下安定王府的遗址。可是主子答应过，属下不在的时候不出府的。我又没出京城，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再说，不是还有忘川的吗？而且你家主子我也不是吃素的呀。你看，我自己对付3、4个人也是不成问题的，真的不成问题。真的不成问题吗？那好，那属下去找忘川谈谈。如果我的身体素质能像前世那样好，也不至于连出个府门搬走都不放心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自己不够强大，不行，我得加强锻炼。变强。主子，你也就差点轻功。轻功嘛，有点难啊。哦，不带运轻功的，运轻功你就输了。我腿脚不好。凤宇恒觉得玄天明这人最擅长的就是不要脸。你是腿脚不好，可你坐在轮椅上运起轻功，比人家马车跑得还快吧？你倒是继续跑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才锻炼了没几天，体力还没恢复上来呢。他早听说这丫头每日早晚都又跑又跳的事，本来今晚是想来看看她，还带了些好吃的点心，谁知道这么晚了，她居然还在花园里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练的哪门子邪功啊？失眠不行吗？你送来的那个暗卫瞧不起我这个主子，我不练好些给他看，还真得被他看扁了。你本来就不如班总。那只是暂时，术有专攻，我又不擅长轻功，当然不能同他比。但若论其他的，班总不见得是我对手。你擅长的是什么？哦，医术。不止，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。一下子把谜底给揭穿是最没意思的事。你咋那么狠？安定王府直接被你烧没了。因为他们欺负我媳妇儿。谁是你媳妇儿啊？还没过门呢。小丫头还知道脸红了。想当初在西北的大山里相遇时，是谁第一次见到我就偷偷流口水来着？玄天明，如果你晚上都不怎么忙，那能不能偷偷跑出来教我耍鞭子？最基本的鞭法主要有缠、抡、扫、抛等等，基础的练好之后，就可以练成套路，而且左右手可以轮换着用，舞起来虎虎生风的，那也是壮观。不但舞起来壮观，最主要的是这种东西易于携带，隐蔽性也强，打击力又大，十分实用。你这是学会了准备上战场是怎么着？以防万一。两人约定好每晚都来这花园里一起练功。玄天明左右看看，发现虽然上了秋，但园子里蚊子还是不少的，不由得介意。要不我接你去裕王府的练武场？约会都是男孩子来找女孩子的，我上赶着算怎么一回事？哈，约会？好，那我过来找你。你往菜里放了什么？药。什么药？刚才报菜名的时候已经说过了。我问的是毒药。父亲为何说我放了毒药？父亲找人验过了吗？大夫来了吗？有人亲眼看见了吗？
无凭无据就说女儿往菜里下毒，那请问父亲，为何你们吃着都没事儿，只有母亲和大姐姐出了问题？有可能是我们还没到发病的时候，只是母亲和大姐姐体质弱，反应来得快了些，说不定到了晚上我们就都……四妹妹说的可真是有模有样，真不知道我作为凤家的女儿，处心积虑的毒死了全家人，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？都给我住口！将今日做饭菜的那些人全部都给我叫到这里来。见过凤相大人，见过凤相大人。这年轻人气宇不凡，见到本相不卑不亢，完全不像一个厨子。敢问先生在何处谋事？为何到我凤府来充当一名厨工？在下莫不凡，本是一名江湖游医，得圣上赏识，留于宫中，专门为皇上、皇后娘娘以及云妃娘娘配制药膳。身后这几位，便是这数月来与在下一起制作药膳的御厨。凤相，适才在下往这边来的时候，听说是今日的药膳毒伤了府上的大夫人和大小姐。没错，既然你承认饭菜是你们做的，那就要给我们凤家一个说法。你把嘴给我闭上！莫先生，只怕这里有些误会。我就说嘛，皇上与皇后娘娘3日前才刚用过的药膳食谱，怎么到了凤家就吃伤了人呢？误会，那是误会。凤相，我等今日来到凤府，是成王殿下与誉王殿下同时求了皇上，说是凤家的大夫人回府，请在下带着御厨来为府上准备膳食。什么？是成王殿下与誉王殿下同时求了皇上，才请来莫先生的？不行，我不能连累齐殿下。今日这席面，所有菜肴均为3日前皇上与皇后娘娘用过的，食方由在下亲自调配，所用的所有食材全部都是从御膳房运送过来，所有药材出自凤家自家的百草药堂，且这些药材在下锅之前均经了在下的手，由在下亲自验过，再扔到锅里。凤相觉得是在下有问题，还是这些专门给圣上做御膳的厨子有问题？都没有问题。那眼下是怎么个意思？哦，大人莫不是不满纯王殿下和誉王殿下的安排？哎呀，那凤相可真是辜负2位王爷的一番好意了。就在众人僵持的功夫，原本还窝在软榻上装熊的凤沉鱼一下就站了起来，连声道：想来真的是误会了，刚刚是在外面园子里用的餐，只怕是我身子弱，被风吹到了，这才头疼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沉鱼没事，说明药膳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沈氏，果然死性不改，蠢笨如猪。凤羽恒是这么好扳倒吗？再不醒来，这事情如何收场？老爷，大夫请来了。快些给夫人看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凤大人，府上夫人可是吃了不干净的毒物呀。大夫，为何如此说？若不是吃了有毒之物，何以要吃催吐的药物啊？催吐？大夫有话就明说吧。府上大夫人发病时肯定有呕吐吧？那是因为大夫人事先服用了催吐的药，这种药先吃下一点，不出半炷香的功夫，就会让人产生呕吐，且伴有轻微抽搐。不过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就没事了，一般都是用来紧急解毒的。凤相，在下不才，医术得圣上赏识，可否请在下为大夫人诊上一诊？那就有劳莫先生了。玄天明请来的这位莫先生有点意思。你干什么？看病就看病，为什么要抓我母亲的手啊？休得胡言！奇怪，凤相请看，大夫人为何要这样做？诸位可看到这是什么了？这便是催吐的药，想来大夫人服用的就是这个。你给我起来！贱人，你为什么不死在西北的大山里？回来干什么？你一回来，我们的生活就全乱了。都是你，是你害陈鱼嫡女的位置不稳，是你害子浩身患重病，你个贱人，你该死！母亲，陈鱼，你干什么？在下早就听闻凤家2小姐自3年前就已经离开京城，去往西北，期间从未回来过。
而这位少爷的病症是近2年才患上的，与府上2小姐无关呢。为何凤家夫人要如此说呢？阿恒，还是先请莫先生去你的同生轩坐坐吧，这边的事交由为父处理。既然大人家里有事，在下就不多留了，也要回去向皇上还有2位殿下复命。告辞。惹上了云妃，惹上了文宣王妃，这还不够，如今他都招惹到皇帝头上了呀！母亲，保重身子。嫡女就是要名正言顺，她的母亲可以死了，但总扔在寺里算怎么一回事？看来沈氏不能留了。母亲，父亲说了，陈瑜永远都是凤家嫡女，不管将来主母的位置由谁来做，那个人都只能算是田房。她所生的孩子是继嫡女和继嫡子，是不能同陈瑜比的。母亲您安心的去吧，不用担心陈瑜和哥哥，那些加害于我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这不，你那蠢娘的报应不就来了？说起来，真是世事无常呢。谁能想到名门望族竟会惹上那样的官司？所以说，今日不与明日事，看得到明天的太阳，才算是又过了新的一天。就像母亲您，阿恒刚回来时，您是何等的气派啊！怎能想到今日竟重病身亡？所以说，世事无常，世事无常啊！世事无常，是呀。从前的凤羽恒何等的被府里看重，如今呢，嫡女贬庶女，谁又能保证我以后一定还是凤家嫡女？万一什么时候再出来个算命的王八蛋，突然指着粉黛说他才是凤命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母亲啊！母亲啊！你怎么死得这么惨？儿子才走了几日，那该天上的凤羽恒怎么就把你给害死了？孽种，休得胡言！宋羽恒，你去死！大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母亲是病死的，与阿恒有什么关系？什么病死的？都是被你害死的！快救火呀！着火了！我的脸，看看我的脸有没有伤到。大小姐，你的眉毛……大姐姐，你怎么样？大姐姐，你毁容了！我的眉毛一点都没有了吗？一根毛都没剩。你有没有办法能让你大姐的眉毛再长出来？我问你话呢。父亲，府上主母过世，我规规矩矩的守灵。大哥哥从书院回来，问都不问一声，举着剑就要杀我。为何父亲不问问我有没有伤到？为何父亲不关心一下你险些被杀的女儿？难不成父亲也同大哥哥一样，认为母亲的死是阿恒做的？那阿恒可就要好好研究一下母亲的死因了。到时候若有什么需要父亲配合的，还请父亲不要推脱。纯王殿下到，翼王殿下到。纯王殿下，纯王来了，不要让他看到我的脸，不要让他看到我的脸。为何不能让本王看到你的脸？都起来吧，今日本王是与皇帝来凤府吊唁，不必拘于这些虚礼。这位姑娘为何要这般？把你的手放下来，2位殿下在此，请容得你无礼。不要！凤锦元这是想要打消陈瑜的念头，可陈瑜哪里肯在玄天华面前暴露如此丑态，说什么也不肯，转了身就要离开，却被凤锦元示意下人给拦住，当着玄天华的面生生的将他2只手放下。凤府的下人，殿下见笑了，这是臣的嫡女陈瑜。殿下，殿
殿下，你见过我，我原本不是这样子的。刚刚灵堂起火烧了我的眉毛，殿下放心，这眉毛很快就会长出来，请殿下千万不要讨厌陈宇。住口！快将大小姐带下去。殿下相信我，我的眉毛很快就会长出来呢。凤府，可否给本王一个解释？请殿下千万莫怪，刚刚灵堂突然着了火，把陈宇吓着了。求陈王殿下给我母亲做主啊！孽种，休得胡言！好儿啊，我的好儿啊！求玉王殿下开恩。哼，跟着本王这么久，你怎么还是笨得让人生气啊？有人想杀你，你就该用最快的速度先把对方杀了。这种人死在你手下，那你就是正当防卫。就算是被人告到皇宫里去，本王也是会在父皇面前替你讲这个道理。未来的玉王妃遭遇刺杀，这事儿刚好被本王撞见，晚些时辰进宫时定会向父皇说起，请两位殿下一定息怒啊！臣的儿子刚失了母亲，他受了太大的刺激，这才情绪失控，并不是真的要刺杀他二妹妹呀，请两位殿下明鉴。哼，凤大人还真是有趣，本王几年之后就是要与你成为亲戚，按理说还应该叫您一声岳父，但未来的岳父您这样子讨好本王，可就有点太过了，怎么能总把至亲之人送来给本王练习鞭法？老爷，不好了，夫人的尸身被烧坏了。什么？凤家这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呀？为何要遭如此天谴呢？老太太别急，明日本王请个法师来给凤家起坛做法，一定帮您查出来到底是做了什么孽。凤锦元想骂人却又不敢，只能吩咐那河中赶紧去重新买新的棺木。至于人，反正是放在棺材里面的，外人看不到就行。事已至此，祖母就不要太悲伤了。虽然阿恒也不明白大哥哥是跟母亲结下了什么仇，居然要下如此毒手。母亲已去，大哥哥这是在烧尸了。锦元，这事儿怪得着阿恒吗？丧礼期间我便不与你计较，待事情办完，你定要给我个交代。我倒是想问问，到底是谁跟子浩说了些什么话？为父之前也是被气糊涂了，没顾得上你的委屈。阿恒，你看在府里出了这么大事的份上，就体谅体谅为父吧。今日这事全是你大哥哥的错，待丧礼结束，为父亲自押着他，让他给你赔罪。好啊，到时候也请父亲与阿恒说句实话，到底是谁怂恿大哥哥这样做的？如果父亲查不到，那阿恒也可以自己去查。一定会查出个结果来，让两位殿下见笑了。眼下灵堂被毁，想来吊唁也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如殿下先到客厅去休息一下，趁这就找人重新布置灵堂。那凤大人就快些处理家中事情吧，我与皇帝去客厅坐坐。我留在这边照顾祖母。玄天明，你自己要不就带七哥到同生轩去做吧，子睿还在那边，你帮我照顾一下。临来时带了那小子爱吃的点心，七哥还给他备了一套西番进贡的笔墨，还好一并给他送去。那就快去吧，七哥走好。你说子浩动了剑，有没有伤到我们阿恒？火烧的厉不厉害？忘川会保护阿恒，没事吧？听到没？这才是亲娘，并不是所有的养母都是坏的。咱们母妃与我来说，就与生母一样。那是，我娘能跟别人娘一样吗？拜见纯王。夫人不必如此，您是阿恒的娘亲，若我受了您的礼，阿恒会咬我的。很厉害的殿下，你是来看我姐姐的吗？我已经看过你姐姐了，现在是来看你的。四小姐往这边来了。殿下先在这边坐坐，妾身得带着子睿到前院去了。夫人放心，恒恒没事，随你娘亲去吧，哥哥改日还会再来看你的。那殿下哥哥要说话算话。好的。原来明儿对一个姑娘生起心来，也是会让人觉得暖的。哼，是吗？殿下，凤家的四小姐往这边来了，估计是冲着您来的。七哥且随我来，去看一场好戏吧。
七哥且自寻个好去处，好戏很快就会上演了。你呀。你们就留在这里，就在这里等着，不许再上前一步。两个丫鬟们深知四小姐的心思，在心底是极为不耻的，但毕竟是下人，即便有想法，也不可能表达出来，还是按照粉黛的话去做。是四小姐。凤粉黛觉得没有男人可以一直冷情，上次伤了她的胳膊，许是因为大庭广众之下得给凤羽恒留面子。如今这地方一个人没有，他就不信凭自己的一片痴心，那九皇子真的会无动于衷。1、2、3。去救人！凤家本来就是在办丧事，你何苦再给人家添一口棺材呢？那不是正好，省得再办第二次了。殿下，已经有下人去请凤相他们往这边来了，殿下这边要怎么处理？就扔在这儿，让他爹来给他收尸。请凤相给个解释吧。我要怎么解释？刚才去请人的小丫头说四小姐来同生轩找九殿下了，我吓得腿都软了。难不成我要说这粉黛对九殿下有？粉黛，殿下，粉黛好想玉王殿下，粉黛知道殿下也喜欢粉黛，殿下不要二姐姐了吧，粉黛嫁给你，殿下。奴才好心好意救你上来，傅四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！粉黛，四小姐是怎么进同生轩来的？我这园子什么时候容人随便进出了？四小姐说是二小姐让她过来给玉王殿下送东西的，还告诫奴婢不要耽误了二小姐的事。四妹妹，我何时让你给殿下送东西了？殿下来后，我何曾见过你？臣家里这几日实在是太不安宁，给殿下惹了这么多麻烦，这个恶女是臣管教无方，任凭玉王处置。刚才本王还说让你们家把丧事一块办了，也省得再费二次劲。七哥却劝本王说你们家已经够惨了，何苦再添一口棺材？可本王还是觉得有事儿一块办比较省心。凤相您认为呢？请玉王殿下看在臣的薄面上，给这丫头留条活路吧。凤相，同样的错犯2次，那就不是错，而是挑衅。臣承诺待府里丧事办完，立即将这丫头送出府去，从此她便再不是我凤家女儿，生死都与凤家无关，还请殿下应允。凤相的家孩子还真是与众不同啊，想必新的灵堂也搭建好了，我们去上纸箱就回去吧。就按凤相说的办，我们恒恒真是命苦，不但受长辈的欺负，连妹妹都能踩到他的头上，可怜呐，还要在这个家里待上3年。真不知道凤相到底能不能交给本王一个健康活泼的王妃。请王爷一定放心，凤家定会善待阿恒。哼！殿下，你不能不要我！送四小姐回房，派人严加看守，绝不允许她走出房门半步。老爷，你不能这样对粉黛啊！她还是个小孩子，还什么都不懂。老爷不能把粉黛像大夫人那样给杀死呀！杀死？母亲是被杀死的？胡闹！我凤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女？来人，把他们2个都给我关起来！臣愚多谢七殿下能来吊唁母亲，殿下这份心意，臣愚记下了。凤大小姐客气了，弟妹家中出了事，本王陪着明儿来走一趟是应该的。臣愚，2位殿下就要回府，你且让开。殿下这么快就要走了，不如留在府中用过饭吧。你们凤家到底是在办喜事还是在办丧事啊？臣愚。
凤大小姐，你那眉毛画的一边高一边低呀。陈瑜赶紧以手遮面，却又发现人家七殿下根本就没有回头看他一眼，不由得心底微酸。凤锦元看着陈瑜这个模样，心底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慨又涌了起来。陈瑜，你得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这样的事，为父不想再看到还有下一次。父亲选的人就必须是三皇子吗？是的。可三皇子有正妃啊。正妃是正妃，只要你听话，必然会是将来的皇后。为什么不能是七殿下？朝堂上的事情你不懂，但为父不会害你。为你选的一定是一条天底下最宽敞的大道。陈瑜，你记住，你是凤命，将来是要母仪天下的。母仪天下这4个字又像魔咒一般在陈瑜心里打了烙印，他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总算是收回了一些。女儿记得了。我姐姐的死因，凤大人可否给个交代？众人皆知沈氏是重病身亡，你想要什么交代？重病？重病为何你不去请大夫给他看病？你怎么知道我没请？我凤家纵是在财钱上不如你们沈家，但也不至于连个大夫的诊金都付不起。我那妹妹向来身子骨极好，怎么可能突然就生了重得致命的病？凤景元，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道理来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放肆！不客气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这是威胁当朝一品大员！我告诉你们，就凭你这一句话，往后锦元若是出了差池，你们沈家通通都得下大狱。我家大哥伤心过度，有失言的地方，还请老太太见谅。只是我们实在是接受不了家妹的死因，还请凤家能给个说法。求求，父亲没有骗你们，母亲的确是生了重病，家里请了好多大夫来，连宫里的太医都请过2个，可是都治不好啊。沈氏的事情别人不晓得，他沈万良是心知肚明，他曾亲自去给沈氏找药，还派了人去送药，只是那些送药的人却都命丧凤府。他几乎不相信说出这一番话的竟是他从小就疼爱着的外甥女。你可知你是在说些什么？你可知那棺材里躺着的人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那是我的母亲，10月怀胎生下我的母亲。那你为何还要说出这样的话？可是这里也有我的父亲，母亲是病死的，陈瑜作证。罢了，我们给姐姐一并上炷香吧。从此以后，沈家与凤家一刀两断。敢问凤相，姐姐停灵需要几日？明日便是第3天，弃灵回老家下葬。想来凤相也没有功夫扶灵回老家，府上也都是千金之体，不宜劳累。不如就让我们兄弟送姐姐最后一程吧。也好，那就有劳了。漂亮！果然我家媳妇天资聪慧，短短几日，这鞭法就练得炉火纯青啊！我都给了你一条，你还想把这条也霸占了去？这个我不要，这样的东西我可没法盘在腰间。对了，岳西的宫宴就刚好是8月15的晚上吗？凤家以前都是谁去？你离京这3年，凤家女眷好像只有老太太去了。倒是3年前，你娘亲姚氏会跟着凤锦园一道进宫。我记不太清了，那时候我根本不理府中的事，更不喜参加什么宴会。今年你逃不过了，未来的誉王妃，父皇也等着开开眼呢。皇上什么阵仗没见过，用得着拿我开眼吗？他只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丫头能入了我的法眼。我们说点有趣的，听说岳西宫宴时，清乐郡主会被赐婚。这个的确有趣，父皇是有这么个话，想来还有一番闹腾呢。哎，一转眼，你们这些丫头都到了要被赐婚的年纪，就连你那个自认为天仙一样的大姐姐，老三都给她留着正妃的位置呢。凤家的眼光可真不好。听说三皇子早就娶了正妃了，你中意的是谁？这些个皇子中，你中意的到底是哪个？我中意谁都是正常，就唯独不可能是老三。为什么？你猜？玄天明，你这种表情最招人烦。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呀？哼。
要不明儿让殿下别来了吧？自打跟了我，你的性子倒是越来越向皇权靠拢。许是跟着小姐比较轻松，不像是跟殿下在一块的时候，气氛总是那么压抑。对了，你跟我到药室来一下。是，小姐。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份手册，写的全部都是对于病人的护理应该如何进行。子睿这2日就要去萧州了，到时你同他一起去，给那12个丫头找到一位略通药理的教书先生，一边教他们习字，一边教些基础的药理知识。你再从那12个丫头中选出一位稳重的，将这册子交给他，待他们学的差不多，就可以照着这上面写的去练习。这一来一回的，月夕就要到了，奴婢若是赶不回来，小姐一定要带着皇群进宫，皇宫里搬走是进不去的，小姐自己多加小心。你家小姐我又不是真的软柿子，更何况月夕的宫宴不是男宾女宾在一起的吗？玄天明也在啊。是奴婢多虑了。凤大小姐能来赴约，想来还是有几分胆量的。原来是清乐郡主，坐吧。这衙间里就我们2人，郡主何苦还戴着斗笠？我摘不掉，我只怕这一辈子都不敢摘掉斗笠了。你被烧伤了脸？哼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拜你那二妹妹所赐，我被烧光了头发。看习惯就好了。我最初看到这颗头，差点没自己把它给砍下来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头发再也长不出来了，都是那个凤羽恒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陈瑜知道，聆听了对方的心事和秘密，那是一定要用自己的秘密去交换的，这样才能换来更深一层的友情。于是就当着清乐的面去擦自己的眉毛。拜凤羽恒所赐，我如今也是跟郡主一般模样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他给你剃的？想来郡主也应该听说了在我母亲的丧礼上发生的事吧？你哥哥放火的事。可哪有亲生儿子故意放火的道理？还不是因为哥哥知道母亲是被凤羽恒给害死的，这才失控想要杀了他，一不小心却点燃了灵堂，烧了我的眉毛。郡主您说，我这笔账不找凤羽恒去算，难道还要找我那哥哥吗？自然是要跟凤羽恒算账的。你哥哥做的没错，换做我也是要将他碎尸万段才能解恨的。对了，你这眉毛还能再长得出来吗？问过大夫了，虽然还可以再长，但首次生长的过程是极长的，至少1年内是没什么希望。要想长回之前那样好，少则也要2到3年的时间。我今年14，3年后早过了出嫁的最好年纪，至少你还能长出来，我却永远只能是这个样子。其实陈瑜与郡主根本就没什么过节，如今又有了共同的敌人，那郡主何不跟陈瑜联手，把咱们失去的都一一讨要回来？我今日来找你也是有这个意思，毕竟你与他都在凤府住着，总比我更清楚他的起居。再者，我这些年的郡主也不是白当的，在外头总有些自己的势力，你我里应外合，不怕那凤羽恒不着了我们的道。郡主放心，日后郡主需要陈瑜配合什么，尽管吩咐便是。只是我们要如何联络？总往府里送信肯定是不行的。这间明月楼是我们王府名下的，我有什么消息会派人送到这里，你也派个得力的丫头勤着往这边跑跑，若是你有安排，也留信给掌柜便可。奇怪，这次宫宴怎么连小荣也在邀请名单里？不管怎样，凤家能够多一个孩子被宫里看中，总归是好事。老太太，帖子上怎么说？以往年里请了老身前去赴宴，另外还特地点了名字，请阿恒和享荣同去。点了名字，是说让庶女进宫吗？你们传着看吧。因为审视的原因，陈瑜被罚5年不得入宫。以前的宫宴，他为了保持神秘感，从来也没有去过。而今年他是真心想去，却又为时已晚。都看明白了吧？阿恒和享荣就准备一下吧。陈瑜的事儿，以后让你父亲再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在云飞那里缓和一下关系。多谢祖母关怀。姚氏，你以前也是参加过宫宴的，规矩什么的都明白，就帮着阿恒和享荣多张罗张罗吧，别让2个孩子失了礼数。妾身知道了。凤羽恒看着身边享荣紧张又兴奋的小模样，就觉得有趣。再看看陈瑜那一脸憋屈的样儿，于是他决定给陈瑜再加一把料。听说
月夕的宫宴上不只是女眷和朝臣们要参加，所有的皇子也要一并出席，且不分男宾女宾，都在一场席面上。没错，因为月夕是团圆的日子，所以也就没那么些规矩，同大年饭一样，男宾女宾是不分两场的。除了誉王和纯王经常见，襄王殿下在母亲的丧礼上也见过一次外，其他的皇子都还没见过呢。宫里一共有几位皇子呀？这个我知道，誉王是最小的一个，所以肯定是有9位皇子，没有公主。武阳郡主是全家唯一的女孩。阿恒说的没错，你们是要进宫去的人，多了解一下皇家的事儿也好，省得到时候什么都不知道，平白的给凤家丢人。祖母教训的是，想荣一定会跟着二姐姐还有姚姨娘多学多打听，不会给凤家丢脸的。那就都散了吧，回去好好准备，算起来也没多少日子了。想荣你知道吗？说起来还真好笑呢，别看纯王殿下平日里不是穿白衣就是穿青衣，又是一副清雅的模样，但实际上我听说他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，特别是穿着红色衣裳的女子，总是能引他多看2眼。二姐姐，你开玩笑的吧？真的，比珍珠还真。红色，七殿下喜欢红色。此时此刻，陈瑜的脑子里无限的回绕着这样一句话，慢慢的生了根，发了芽，怂恿着他当下便派以月望明月楼，邀约清乐郡主傍晚时在明月楼相见。我这三妹妹就是胆子小，也没怎么出过门，你们别介意啊。小荣妹妹软软糯糯，很是可爱呢。大胆！清乐郡主，老奴是奉了皇后娘娘的命令，在此查看进宫女眷的名帖。如果郡主要硬闯，那老奴只好着人禀明皇后娘娘了。嬷嬷，你消消气。按理说，郡主是要排队的，老奴先验了您的名帖，实在有失公平。不过，既然您是郡主，那就破例一次吧。清乐郡主为何要将头包起来？那样打扮好难看，她不包不行啊。我听说安定王府的那一场大火烧光了她的头发，哪有这么快长出来？哼，宋晨宇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是布家的马车。布家？阿恒刚回京不久，自然是不知道这几年京里的变化。这布家原本就是个小官小吏，官职最高的也才6品。可自从3年前布家的女儿从一个婕妤直接爬到贵妃的位置，这布家就也跟着平步青云了。傅贵妃的父亲如今已任吏部尚书，是正2品大员，是布贵妃的亲侄女布霓裳。就见那老嬷嬷见到布霓裳，可比见到清乐时热络多了，不但主动上前行礼，甚至连名帖都不看。就是你收拾了清乐那个贱人。姑娘这话应该跟全天明问去。很好。哼，我只听说布霓裳跟清乐一向不对付，怎的好像对你也有敌意？谁知道呢？对了，今年这月夕宫宴，你既然来了，自然是要会会那布白萍的亲侄女布霓裳。对，那丫头自小跟着她哥哥习武，很是目中无人呢。就算你不主动招惹，她也会点了名要与你比试一番。这可是年年宫宴的重头戏。宫宴的重头戏是比武？何止比武，是什么都比。所谓宫宴，不过就是给各家的夫人、小姐还有少爷们一个互相认识的机会，小辈们展示才艺，长辈们才好挑选儿媳、女婿什么的。那我应该不需要做什么吧？我都定亲了呢。唉，但愿没人挑衅吧。那些小姐少爷们看似人模人样的，实际上一个比一个心机更瘦。快救人呀！他掉下来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小皇孙，你怎么自己在这里？先给他看看伤。不要怕，姐姐是大夫，让姐姐先帮你看看伤到了哪里。小姐，
差辈儿了。那什么，你快去看看附近有没有跟着他的下人，再叫人去请太医。小姐自己小心些。好，乖，给你喷些药就不疼了。是不是没那么疼了？姐姐你是神仙吗？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一喷我就不那么疼了？乖，姐姐得为你看看伤势。你不是皇孙吗？为什么都没个下人跟着？还有，你是怎么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的？嘘，不要告诉别人，我是偷偷的来这里看月亮的。看月亮？跑这里看什么月亮啊？都说云娘娘的观月台看月亮最好，这地方离云娘娘宫里近些，我爬高了就能看到最好看的月亮。月亮在哪儿看都是一样的，以后可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姐姐先帮你把腿固定住，你千万不能乱动。姐姐，你的袖子是百宝箱吗？怎么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？你不是说姐姐是仙女吗？这些都是姐姐变出来的呀。但是你不许对任何人讲哦，讲了之后姐姐的法术就不灵了。凤雨恒一边说，一边又掉了块巧克力出来，塞到小皇孙的嘴里。堵住你的嘴，真是大意了，急着救人，刚才从空间掉出物品，没避着小皇孙。好，飞羽跟谁也不说，姐姐放心吧。这是什么糖呀？可真好吃。那飞羽为姐姐保密，姐姐以后还能再给飞羽吃这种好吃的糖吗？只要你不对任何人讲，姐姐就经常给你糖吃。你叫飞羽，玄飞羽。我是二皇子，就是元王啦。我是元王的儿子。姐姐你是谁？你要这么说，就不能跟我叫姐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九叔未过门的媳妇儿。姐姐你也没比我大多少啊，我九叔都多老了。嘘，有人过来了。记住，仙女的秘密不可以对别人说哦。我的雨儿啊！你就是九弟妹吧？真是谢谢你救了我家飞羽。救还是没救得及的。我们刚发现小皇孙，他人就已经从树上掉下来了。我只做了些应急的措施，其他的还得太医来。伤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是骨裂，我用了止疼的药，又用硬板做了固定。你们派人用轿辇将小皇孙的腿平放抬走，再做进一步处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用的是什么止痛药物？竟是这般神奇，骨裂的疼痛不差于骨折呀。一点都不疼了，就是很麻，这条腿没有知觉。麻药过了劲儿就会疼的，到时候你不要哭鼻子。这个是喷着用的止痛药，是多年前从一位波斯奇人手中所得。这一瓶刚刚给小皇孙用了些，请您收好。这药效一次能抵6个时辰，过了之后就再喷上。皇孙太小，不止了痛他受不住的。多谢凤姑娘出手相救，本王感激不尽。来日若有需要本王的地方，还请凤姑娘不要客气。二殿下太客气了，举手之劳。小皇孙如此可爱，谁都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月夕公宴开始。这就是天武帝呀，不愧是玄天明老爹，长得怪帅的嘞。凤羽恒，姚显那老头的外甥女果然有胆识，竟敢直视于我，不愧是老九看上的人。哈哈哈哈！每年的欢宴就那么2次，一次月夕，一次大年。本宫难得见到这么些小辈们齐聚在一处，心中甚是欢喜。人老了，总是希望小辈们都能有出息，都能得到良缘佳配，所以每年的宫宴呢，重头戏还都是得落到这些小辈们身上。今年就还是一样，有什么才艺尽管展示出来，夺下前3的本宫都会有奖励。皇上还会在琴棋书画歌舞剑这7项里面钦点其中1项的头名，赏下一个特殊的物件。该死的，比试都过半了，这比剑场一个来挑战的也没有，就连那3年来都是我手下败将的任西风也不来挑战，真是无聊透。看来今年的比剑又是很无趣的收场了。据说今年的东西是一只凤头钗。哦，那凤头钗传了几世了，先后有6位皇后戴过，人人都说谁拥有了那个东西，10有8九就是未来的皇后，就相当于一部活圣旨啊。
若真是那样，得了凤头钗的女子还不得被人哄抢？凤雨恒，哼，很好。凤雨恒，我靠，你过来跟我比剑。刚刚皇后娘娘还说，这才艺展示是为了给咱们做小辈的寻个机会，得以良缘佳配。若我没记错，布家的狄小姐是与四殿下定下婚约的吧？真不知布小姐还是执意要下场比剑，究竟是何用意？我并不打算参加任何比试，不管布小姐对四殿下如何，阿恒可是要为九殿下的颜面着想的。怪不得偏偏喜欢这丫头，倒还真是跟明儿一个性子。何止是像明儿，看着她就能让朕联想到偏偏年轻的时候。哎呀，但愿这孩子不要一并学了偏偏的将来啊！不会的，偏偏只是任性。这孩子，我瞅着是有股子拼劲儿的。向来话多的人，动起手来都不堪一击。有耍嘴皮子的功夫，不如拉弓搭箭，与本小姐好好的比上一场。曾经九殿下问过我一句话，殿下问恒后，除了医术，你到底还擅长些什么？当时我答他的是，秘密要一点点的探索，谜底一下子全部揭开就不好玩了。今日本无心下场比试，但布小姐盛情却又实在难拒，那就当我是为了给九殿下将其中之一的谜底解开，解一解他的好奇吧。照规矩来，3剑定胜负。哼，太近了。什么？那就再远些。既然比了，都是我玄家定下来的媳妇儿，怎么能这样小家子气？再远10步。好，这回可以了吧？唉，太近，实在是太近了。布小姐要是只邀请我来陪你过家家，那阿恒还真是不能奉陪。众哗然，30步，两个姑娘家比试已经够远的了。凤雨恒生气了。剑是用在战场上射杀外敌的，你听说过哪个外敌能站在这么近的地方给你白射？你布家统兵御敌，难道教给你的就是一定要等敌人走近到40步之内才能开弓射箭？往后移，要比试100步起，剑走100步，一局定胜负。他说话时句句疑问，却又句句无需人回答。疑问就是肯定，肯定就是训斥。布霓裳忽的就生出一阵恍惚，好像站在面前与他说话的人不是凤雨恒，而是那个一向以军规森严著称的哥哥布聪。弟妹真的行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好，趁今日，本就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物件，准备赏给琴棋书画歌舞剑其中一项的头名。既然比剑场上如此精彩，那就挑了这剑类吧。布家与凤家的姑娘，谁若赢了这场剑事，这凤头钗，本宫亲自为你们插到头上。人人皆知凤头钗意味着什么，大家都知道，九皇子打仗伤了身子，子嗣无望，皇位不可能让这样的人来做。那也就是说，皇上中意的是4皇子。如果布霓裳真能把那凤头金钗赢下来，那她不就是未来皇后吗？而她是我的未婚妻，那么我不就是这还差不多，左右不过一场表演性质的比试，我也就不做更多要求了。凤小姐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年纪大的先请。哼，输且。禀皇上，箭步63，偏离靶心1尺3丈。九弟，不如看看凤家姑娘的剑术之后再取笑不迟。对，等我们家恒恒把箭射中，本王再喝彩也来得及。哼，那么远的距离，就是习武的男子都未必见得能射得着。凤家那丫头能成功才怪。四哥且看看吧，就当是欣赏一场精彩的剑术表演。哼，凤羽丫头，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这凤头金钗赢走了。什么？凤二小姐是疯了吗？居然同时上3剑！我听说这布家小姐可是从小就跟她哥哥习武的，这都没击中靶心，这凤家二小姐可不就是疯了吗？3箭齐发，20步剑分3段，
头剑急，二剑迅，三剑猛，顺行在20步，40步使头剑示弱，二剑追头剑尾，迅压之，助其势。60步，头剑再缓，借二剑力再推前10步，70步，二剑弱，三剑尾力猛发，压二剑，送头剑，头剑急势再起，二剑三剑落。80步，90步，中。哇塞！皇上请看，凤家小姐百步穿杨，直入靶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啊！民女凤羽恒叩见皇上。哎，何来民女一说？你是朕选给明儿的媳妇儿，虽没过门，但早晚都是一家人。听说你已跟云妃叫了母妃，也跟华儿叫了七哥，那便叫朕父皇吧。儿媳谢父皇隆恩。臣谢圣上隆恩。姚老头的外孙女，朕记得是你们凤家的嫡女。这些年的宫宴，凤家嫡女都没有进宫。朕本来以为是凤家亲瞧不上这些，可如今看来是朕误会凤相了。这么好的女儿，是该藏着点，省得有人瞧上，跟朕的明儿来抢媳妇儿。嫡女，这2个字就是在打我的脸。凤羽恒明明就是个庶女，却偏偏所有人都记得她才是凤府原本的嫡女。那我凤沉鱼到底算什么？我们准备的事究竟能成吗？必须得成。布姐姐好福气呀，布家的侄女能把箭射得那么远，真是女中豪杰呢。哼，你布家的侄女输了比赛，你心里不痛快也不能打我呀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锦儿好冤枉啊！布姐姐凭什么这么霸道？就凭我是贵妃，你只是个妃，本宫也只是个妃，不白评，你打个试试。这声音是偏偏。本宫出来转转，途经这琉璃园，刚好听到这番言论。看来这些年宫里真的是风云变幻呀。当年一个小小的婕妤，如今都敢在宫宴上打人了，真是吓人。本宫与皇上多年未见，本还想着叙叙旧的，现在却不敢了。本宫也是妃，不想挨打。皇上，臣妾走了。偏偏你还是不肯见我吗？父皇，我母妃已经走了。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，您身子不好，莫先生告诫过您不可以动气的。后宫的事儿回头再说，先把这宫宴继续下去吧。好歹今儿是月夕。都让开！皇上血脉急升，这种病症十分危险，要想救人命，首先要保证的就是空气流通。全都退后，不许靠近皇上。父皇，阿恒给您的这个药含在嘴里就好，不需要费力下咽。您现在试着转动头看看，还晕不晕？朕欠姚家的人情，本来就还不清，如今又欠了一个。阿恒是父皇未来的儿媳妇，您这人情就算是欠，也是欠了9殿下的。这是一种被称为速效降压的药物，专用于急血攻脑，见效极快。刚刚给朕吃的就是这个。对，那布贵妃，哼，把他扔回自己宫去，谁也不许理他。你说凤羽恒能治我这头发吗？就算能，他也不会给你治。清乐大怒，一下子就忘了场合，拿起一只杯子就往前扔了去。所有人都因他这一下子大惊。哼。今日月喜，还有一件喜事，朕要与诸位一同分享。清乐郡主，皇上该不会真的给我和清乐郡主赐婚吧？清乐跪见皇上。那个与你情投意合的男子可曾来了？奴才来了。奴才王诺叩见皇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般配，果然般配。看来啊，清乐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
一双小儿女情投意合，这是好事。安定王，你怎的不早与朕说呀？臣是不想给皇上添麻烦。哎，这怎么能是麻烦呢？你是异姓王爷，清乐是郡主，在朕的心里，这丫头跟天哥的分量是一样的。清乐还想在家中多伺候父王母妃2年，请皇上成全。都起来了，再过2月就满15及笄了，及笄出嫁那可是大喜事。朕今日就为你2人赐婚，婚期就定在清乐15岁生辰那天。你是郡主，招个骏马入府是正常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父王和母妃没有人照。清乐谢皇上赐婚。臣请皇上收回成命。你是不愿意娶清乐郡主吗？奴才不愿意。为何？因为她太丑了。皇上，求皇上开恩呐！奴才对着这样的媳妇儿，夜里都会做噩梦啊！我的乐儿就算是全身都烧坏了，她也还是郡主，轮不到你来嫌弃。一个奴才都如此大胆，安定王今后可是要好好管教家奴了。臣遵旨。罢了，今日月夕又是给清乐赐婚的好日子，朕不愿与你们计较，平白的坏了气氛。10月清乐及笄之日，便是你们大婚之时。那王诺见天武是真动了气，再不敢造次，亦跪地谢恩。皇后娘娘，臣日前偶得一宝，今日月夕特带进宫来呈现娘娘，愿娘娘天姿国色，常开不谢，永盛不衰呀！臣代表凤家献七彩石1枚，供皇后娘娘把玩。七彩石乃天然形成，属于玉质，但一块石头上竟然生出7种颜色，且玉石也长成了花瓣状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朵7色花。凤锦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着空盒子来戏耍朕和皇后！盒子是空的，凤锦元就觉得唰的一下，后背就渗出冷汗来了，不由得将疑问的目光投向凤玉衡。女儿曾得波斯师傅送过一件至宝，女儿知道父亲未寻到太合心意的东西，不如这个父亲就拿去吧。自从没了沈家帮衬，正愁找不到好物件送与皇后，这宝物当真极品。此物珍奇非常，父亲就算是算作我们凤家全体的礼物，皇后娘娘都会十分乐意的。那为父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方才大姐姐将七彩石拿去鉴赏，没有还给父亲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大姐姐根本就没进宫来，她何时拿了？没来，那个是谁？父亲，七彩石就在大姐姐身上，女儿看见她拿去鉴赏了的，还以为大姐姐能知轻重，看过之后就放回来，没想到她竟自己留着了。凤大人，本宫若没记错的话，凤家的这位嫡女5年之内是不得入宫的吧？你们凤家究竟将本宫的懿旨置于何地？皇上，是凤婵妤祈求清乐带她进来的，清乐根本就没同意，可她死赖着，赶也赶不走。凤爱卿，朕记得你府里的主母前些日子刚刚过世。是，那主母可是你那嫡女的亲生母亲啊？正是。朕且不论皇后懿旨那事，就问问你这嫡女，亲生母刚刚过世，还不出1月，她作为嫡女就穿着一身大红来参加宫宴了。你在那里站着做什么？还不快过来，给皇上磕头请罪！这孩子不懂事，都是臣给惯坏的，求皇上开恩，饶了他这一次吧。凤玉衡看着父亲和姐姐都跪着，便觉得自己再站在这里也不太好，于是给享荣递了个眼色，两姐妹双双行至殿中，也挨着陈瑜跪了下来。这事儿跟恒恒无关，你快起来，边上的孩子也是你们家的嘛，让他也起来，你们站到边上去。皇上，先让大姐姐把七彩石交出来吧，那是父亲准备送给皇后娘娘的，不能让父亲失了信。下去，搜身。奴婢在凤大小姐身上搜到这个。真有这种东西？凤相是从何处得来的？
回禀皇后，是臣的二女儿那位波斯师傅赠予的，这等宝物凤家不敢独享，便选了月夕这样的好日子带进宫来，进献给皇后娘娘。看在这块石头的面上，就先饶了凤家吧。怎么能是看在一块石头的面子上？是看在凤家二小姐的面子上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凤家嫡女私入皇宫乃是重罪，但本宫看在凤家进献七彩奇石的份上，就从轻发落。你与清乐一起到宫门外罚跪去吧。皇上明鉴呐！明鉴看得还不够清楚吗？朕刚刚还给清乐指过婚，甚至人家骏马因他貌丑拒婚，朕都为清乐做了主了。怎么你们安定王府非但不感激朕，还要如此来害朕的皇后呢？皇上明鉴呐！王爷还是莫要辩白了，事情到底是怎么个前因后果，回去问问清乐郡主便会知晓。皇上没冤枉您。清乐这孩子因为前阵子府里着了火，受了重伤不说，还受了极大的惊吓，有的时候神志不太清楚，自己做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，想来备礼时一定是又犯了病，这才冲了皇后娘娘的忌讳，还望皇上恕罪呀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既然清乐郡主的病因一场大火而起，想必应该也会因一场大火而好。这样吧，本王就受些累，安定王说说你们家现在在哪儿，明儿个本王再去放一次火，给清乐郡主治病。不用。安定王哭的心都有。姓玄的这都是一家子什么人呢？老子不讲理，他儿子也不讲理，好样的。算了，朕明日派个御医去给清乐看看就好了。他们家也就剩下京郊那处庄子，想来也是舍不得拿出来给女儿治病了。安定王，本宫掌六宫之事多年，明里暗里的也结了不少仇怨。虽然不知道是何时得罪了安定王府，但想来一定是有思虑不周之处，否则今日清乐郡主也不会如此报复本宫。不论过去本宫有何得罪之处，今日清乐也已经替安定王府报过仇了。本宫最怕猫，还望日后王爷能放过本宫。臣不敢呐！本宫看你可敢得很！本宫怕猫，人人皆知。如果安定王府是觉得本宫这些年的后位做得太安稳，想要挑衅，那便放马过来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安定王自得王位以来，与社稷无功，与百姓无助，教女无方陷害皇后。即日起，削其王位，贬为庶人。大顺朝唯一的一位异姓王爵位，在这一年的月夕宫宴中寿终正寝。最近是不是要常往大营那边跑？是，部家今日横遭此劫，想来那步聪也该回来了。大营那边我帮不上忙，你自己凡事多加小心。那丫头只怕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。哼。他的日子什么时候好过了？没事，七哥放心。明儿的腿能治吗？当然能治。朕就知道，那些太医都是庸医，还得是姚家的后人靠得住。太医告诉朕，明儿的腿没救了，朕很痛心。但是明儿跟朕说，他一定可以再站起来，只要他娶了你，这便是朕答应明儿娶凤家女儿的原因。想来对于这门婚事，皇上是不乐意的。看来凤锦也是入不了皇家的眼的。凤羽恒思虑半晌，只说了句：“阿恒是姚家的女儿。”殿下的脸，那个无碍，只要治得好明儿的腿，朕就什么都不担心了。天武帝与云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？为什么云妃10几20年不愿与之相见？这样一个任性的妃子，居然还能让天武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。你再往里面瞪也是没有用的，这座皇宫你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进去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咱们大顺再也没有安定王这号人物。清乐姑娘，你还是指望着宫里头早点传来旨意，把你这贵罚给免了，
再这么跪下去，膝盖骨哪经得起这般折腾？老奴给玉王妃请安，嬷嬷请起。凤玉衡，我杀了你！昨日宫宴上也不便多问，如今大姐姐回了府，妹妹倒是好奇想问一句，大姐姐穿成这样进宫，究竟是何用意？捉吧，都捉死了这些儿女，只剩粉黛才好。凭什么我的粉黛被赶到庄子去受苦，而你们却在这里享福？大小姐死了娘亲，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呢。这女人八成是疯了。来人，把这疯婆子给我送回她的院里去。不用请，我自己会走。哼。陈宇，你韩姨娘话虽不中听，但理却是那个理。你偷偷进宫有情可原，但这一身红衣究竟是穿给谁看的？果然是为了见纯王殿下，可是她一个闺阁小姐，哪里打听来的？难道……大顺朝以孝为先，大姐姐犯了如此大忌，父亲该如何责罚呢？哦，对了，大姐姐还偷了原本该由父亲献给皇后娘娘的七彩奇石，险些将父亲置于死地。真不知父亲到底哪里得罪了大姐姐，若是不将心结解开，亲生父女可就要结成仇了呀。大小姐想进宫，咱们都能体谅，为何要如此陷害老爷？是为父没有把东西放好，你莫要错责你大姐姐。父亲为何要这样说？阿衡不过是个庶女，哪里有胆量责备大姐姐？父亲这是要把阿衡置于何地呀？你，父亲，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人世，陈玉这嫡女做不做也没什么所谓，请父亲把这嫡女的位置给二妹妹吧。陈玉不争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嫡女就是嫡女，哪里有换来换去的道理？父亲，陈玉如今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嫡女不做也罢。胡说！你是凤家嫡女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你什么都没有失去。记住，从前如何，今后依然如何。所有你失去的，终究都要还回来。那凤头金钗……演那么久，原来是打凤头金钗的主意啊！哼，人人皆知凤头金钗代表着什么，那钗在宫里还好，可如今已到宫外，这让三皇子怎么想？是呀，凤头金钗意味着什么，人人皆知。凤臣鱼身带凤命，这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如今凤头金钗却落到凤羽衡的手里，这让凤家早已决定全力支持的三皇子怎么想？父亲该不会是想让我将那凤头金钗送给大姐姐吧？那是皇上亲赐之物，怎可转送他人？妇道人家，你懂得什么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当初凤家是怎么用八抬大轿把我娘亲抬进府门的？父亲忘了吗？当初是当初，是吗？看来以后父亲再说话，当时听听也就罢了，回过头来可不能当真。那祖母就给评评理吧。凭什么理？东西在你手里，那就是你的，你自然可以转送旁人。父亲这是要来抢了？爹抢女儿的东西真是千古奇闻呐！大姐姐光要个凤头钗没意思，我那童生轩可比你这院子气派多了，你也一同抢了呗。放肆！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？那这事儿您可怪不着我，您当初生我下来的时候都没与我打商量，如今后悔了，能怪谁呢？父亲，别与他计较，你放心，是你的早晚都是你的。是吗？父亲你不要后悔。阿衡在这儿不讨喜，就先回去了。祖母多注意身体，明日阿衡请安时，顺道给祖母请个脉。哼！圣旨到，凤家二小姐凤羽衡接旨。张远拿腔拿调的宣读起来，话还是那套话，程序还是那道程序，无外乎就是对昨日宫宴上凤羽衡惊艳的剑法给予认可。
大顺国独贡之宝后羿之弓，今赐凤家二小姐凤羽恒。得此弓者，可进大营，辅三军，助天子，领天下。王妃，接旨接弓吧，这是皇上亲赐，请王妃一定收好。这弓还挺沉，若非我早有准备，只怕这一下还真未必能接得住。另外，皇上还有话转告王妃。凤头金钗与后羿弓一样，乃大顺国宝，请王妃务必收好，不得转赠他人。任何人觊觎凤头金钗，与偷盗同罪。一道圣旨，将陈馀想要凤头金钗的想法彻底击碎。后羿弓乃大顺圣物，此弓由上古黑函宝石制成，重186斤。大顺开国之君以此弓箭射寇首，奠我大顺国基。自此，开国之君便有旨意传下，凡得此弓者，不论男女，可自由出入我大顺四方军营，辅将领，号令三军。王妃可都记得了？记得了。阿恒谢皇上隆恩。都起来吧。请公公到厅堂坐坐，吃杯热茶吧。多谢老太太，咱家还要回去给圣上复命，就不过多叨扰了。哦，对了，咱家出来的时候看到另有一队工人也正往凤府这边来，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是皇后娘娘派来给凤家大小姐送东西的。凤大人还是准备一下，让凤大小姐出来接旨吧。皇后娘娘要给陈馀送什么？妾身不知。哼，要你们何用？祖母别动气，许是皇后娘娘觉得昨夜对大姐姐的惩罚有些重了，想送些东西补偿吧。毕竟父亲是丞相。能吗？宫里若真念着你父亲是丞相，之前沈氏闹的那一出，怎没见半点顾忌？当然不能，别说补偿什么的，凤陈馀这次怕是祸到临头了。那是皇后娘娘身边的董嬷嬷，贴身伺候了近30年。姐姐从前定是没少见这些宫人，怎奈如今没事，只要我的阿恒和子睿好，我无所谓的。二小姐和二少爷都是有大出息的人，姐姐日后的福分不可估量。皇后娘娘有赏，凤家大小姐凤陈馀接赏。皇后娘娘说了，赏点东西而已，一旨就不必下了。这是2盒西江进贡的胭脂，十分珍贵，每年宫里才得365盒。一年365盒，我不就是一天1盒吗？就这也叫珍贵？说到珍贵，这种胭脂最珍贵的是它的颜色，它是一种黑胭脂，涂上了它，满面全黑，还泛着亮，很是符合凤大小姐的喜好。传皇后娘娘口谕，凤家大小姐既然喜欢涂黑颜，本宫便送她西江黑胭脂50盒。从今往后，凤家大小姐凤陈馀再出府门，必须以此胭脂将全面涂黑，否则按抗旨处置。凤大小姐，您可记清了？什么？将脸涂黑方可出门？想当初就是凭着这张脸，才被紫阳道长指定为凤蜜呀。这一生必定要母仪天下的，怎么可以遮住我这母仪天下的脸？凤大小姐，这是要抗旨不遵？凤陈馀委屈的目光投向凤锦园，却发现凤锦园只是低头跪着，看都没看他。他没办法，抗旨他不敢。民女遵旨接赏。大小姐可得拿好了，若是失手打翻，皇后娘娘可是要生气的。既然凤大小姐已经欣喜的接了赏，那老奴就回宫跟皇后娘娘复命去了。哦，对了，皇后娘娘一直惦记着王妃，老奴临出宫时，娘娘还嘱咐着一定要叮嘱王妃，得空就进宫去看看，皇上和娘娘都很想您。阿恒记下了，多谢娘娘挂念。陈馀，陈馀，这么
么晚了，祖母可是有什么急事，怎么不差人来叫阿恒？童生轩太远，祖母这样劳累，万一累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得了？陈瑜的病总也不见好，请了好几波大夫都直摇头，该喂的药都喂了，可他还是一直昏迷着。阿恒，祖母也是没有办法，好歹都是一家人，你过去给他瞧瞧好不好？祖母，你也知道父亲对阿恒颇有偏见，诊病这种事情总有个万一阿恒诊得不准或是不好，父亲怪罪下来，只怕阿恒又要被送回西北的大山里了。他敢？阿恒你放心，有祖母给你做主，你父亲他不敢把你怎么样，只要你能去瞧瞧你大姐姐，即便是出了什么岔子，祖母也必定站到你这一边。祖母待阿恒真是太好了，乖孙女儿，你这是答应祖母了？这话说完，眼里闪出一丝只有黄泉看得出来的狡黠。陈瑜如何了？还是没有醒。你来干什么？祖母，凤锦元就想抽凤宇恒他一巴掌，心说你别装相了成吗？可终究没敢。是我把阿恒请来给陈瑜看病的，你有意见？凤锦元哪里敢有意见，只好叮嘱了句：你可一定要看仔细了。左右别人也治不好，莫不如死马当活马医。原来如此，什么叫换了几波大夫治不好？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大姐姐这病着实令人忧心啊。到底是什么病？急火攻心，有一股怨气堵在心肺里发泄不出来，直接憋坏了中枢神经，这才导致大姐姐不能转醒。还好我去叫了阿恒过来，要不然非得把陈瑜给耽误了不可。那该怎么治？有话你就直说，只要能让陈瑜醒过来，你提什么条件，为父都答应你。父亲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。万一阿恒提出要我娘亲重新坐回凤家主母的位置，可怎么办？凤锦元一愣，一般来说，这种客气话不是应该这样接，女儿能为家里出力是荣幸，万不敢向父亲讨要奖赏，真是跟这个女人没法沟通了。父亲莫怕，阿恒断不会提出那种要求的，别说父亲为难，就是我娘亲也不可能乐意的。哼，家里事情什么时候由得他说乐不乐意了？一个妾室能被扶正是他的福分。这么说，父亲是答应了？你，哼，锦元，你是做父亲的，就不能跟女儿好好说话？你疼陈瑜不假，但也不能太亏待阿恒。母亲，阿恒，祖母明日大开库房，好物件好料子可你挑选，多做几套秋装，冬装也顺便备一些，待到天气冷下来，有新来的料子也定可你先选，好吗？一切都听祖母的安排。既然都答应了，就快说说如何能治好你大姐的病。下针，将银针刺入患者体内，运用捻转与提插等手法来刺激人体特定穴位，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。要在什么地方下？你刚刚说他是有怨气堵在心肺，难不成是要在心口上下针？会不会太冒险了些？自然不会用那么冒险的方法。俗话说十指连心，我这针只需下在手指上，便可通心连脉，让大姐姐醒转过来。那你快点下针吧。准备高度烧酒，把烛火移到这边来。好，此套针法共计7749针，均在食指与掌间完成。祖母和父亲可看好了，一旦大姐姐中途醒转，必须将她按住。49针必须行完方可见效，不然只怕会前功尽弃。就算大姐姐暂时醒来，也会再次莫名其妙的昏迷不醒的。事不宜迟，咱们快开始吧。好。装病是吗？我一针扎死你，看你还不起来。快按住他，针法不能乱，更不能停，否则前功尽弃啊！陈瑜，你不要动，千万不要动啊！阿恒在救你的命，你再忍忍啊！是不是被你扎坏了？为什么陈瑜像是又要昏迷的样子？父亲莫急，如果7749针下完，大姐姐还不好，阿恒还有一套9981针的针法，可以在大姐姐另一只手上再试一次。不用，我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
这可真是怪症，若阿恒再晚一会儿下针，只怕大姐姐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凤锦园就觉得这件事情十分蹊跷，特别是陈瑜睁开眼后那种愤恨的目光，哪里像个昏迷刚醒的人？莫非是陈瑜装病，而自己跟老太太都着了凤玉衡的道，疼苦了女儿。凤玉衡，你好狠的心啊！那又如何？你锦园，多亏我去叫了阿恒过来，再由着你请那些庸医，耽误了陈瑜，你是后悔都悔不来的。母亲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祖母莫怕，是大姐姐。大姐姐这是干什么？还能干嘛？继续搞事情呗。陈瑜，你穿成这个样子是要去干什么？孙女儿自然是随祖母去布家吊唁尚书大人呢。谁让你穿成这样的？去礼丧当然要穿白色，那日尚书大人去世，陈瑜是亲眼看见的。这些日子只要一闭眼就能想到当日的场面，陈瑜就想着如果不好好吊唁下布大人，只怕心病难去啊。乖孙女儿，不怕不怕，今日过去给那布尚书上炷香就没事了啊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娘娘不要激动，保重身子要紧啊！阿恒小心！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回来！听话好，听话不吃亏，我敢保证，你们这样的再来10个8个也伤不了我分毫。敢问贵妃娘娘，布尚书的死与我们家阿恒有什么关系？关系？本宫说有就是有。父亲，难道我们不该给祖父报仇吗？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！是啊，尚书大人被贵妃娘娘砸死了，布家若不报这个仇，尚书大人在九泉之下该如何安息啊？凤玉衡，牙尖嘴利的丫头，事情究竟起因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还真说对了，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布姑娘找我比剑术，我拒绝多次，她却始终咄咄逼人，直到我赢了剑术，贵妃娘娘心中闷着气，这才开罪花妃，惹了云妃与皇上盛怒。尚书大人半生为国，为大顺尽心尽力，到老了不但不能安享晚年，竟还被自己的女儿给砸死，真是令人唏嘘啊！罪魁祸首在此，布郎中，你还等什么？够了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布家人竟能乱成这样，你们对得起谁？母亲，凤家能来吊唁亡夫，实乃布家之幸。想进去吊唁可以，你给本宫跪下，一步一步磕到灵堂。什么？凤玉衡，怎么让你跪都跪不得吗？一步一头磕到灵堂，如此大礼，何以加在一个外姓小姑娘身上？实在太过分了。祖母，二妹妹向来聪颖，自会有办法。您若参与进去，只怕事情又要扯上家族琐事了。是啊，凤玉衡什么时候吃过亏？我这时候不能说话，一说话，怕是布家更要不依不饶了。母亲，您劝劝贵妃娘娘，今天是父亲大丧，以和为善吧。贵妃娘娘是贵人，也是长辈，让阿恒跪，阿恒自然得跪。只是阿恒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跟布大人和布老夫人讨教一二。请讲。如果当朝丞相的亲生女儿要给二品的尚书行如此大礼，那当初我母亲去世，布家的小辈可有一步一头的磕到凤府里的灵堂去吊唁？如果没有，那这样吧，来年我母亲忌日，布大人可记得带着孩子们一道去把欠下的头给磕了。想来我父亲宽宏大量，是不会计较那些头晚磕了一年的。那是誉王的马车，看来是来者不善呀。凤家小姐言重了，贵妃娘娘适才不过是一句玩笑话，当不得真。是吗？布老夫人说贵妃娘娘在跟阿恒开玩笑，难不成娘娘好不容易出宫一趟，就是为了开句玩笑吗？
真是奇谈。阿恒会记得将这件奇事讲给父皇和母妃，他们长居深宫，想来也没什么事可以乐呵乐呵，正好借此奇谈博之一笑。多谢布贵妃为父皇分忧。本以为凤羽恒会被布贵妃逼得一步一头磕进布府里，让他受不了侮辱呕死在当场。没错，凤羽恒死了才好。快请凤家贵客入府。恒恒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？九皇子玄天明，他怎么来了？布家人从来没想过九皇子会来吊唁，因为布尚书的死与玄天明的母妃云翩翩有着最直接的关系，谁来他也不可能来。两位殿下能来吊唁家父，布府深感荣幸啊。九殿下这个恩是什么意思？布大人误会了，本王与九弟是往京郊的大营去，刚好经过这里，听说弟妹跟着凤家老夫人来布府吊丧，这才想着过来看看。亏得本王过来了，不然我们家恒恒还不得被你们欺负死。布白平，你是不是嫌这么干躺着不舒服，想闭了眼睛躺啊？本王可以成全你。闭了眼睛躺，那不就是死人吗？凤羽恒差点没笑出声来，布白平吓得脸都白了。他还记得当年玄天明一鞭子抽死皇上宠妃一事，更可怕的是，皇上也没怪他一句，反倒是差人草草的将那宠妃给抬出去埋了，就连那宠妃的母族都跟着受了牵连，全族45口，没一个能活下来的。他明白，在皇帝心中，女人和儿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一个二品官死了，你巴巴的来吊什么丧啊？走走人情呗。你父亲是正一品大员，当朝丞相，他跟个二品小破官走什么人情？不能这么说，大家是皇上的臣子，总要和睦共处嘛。人都死了，他跟谁共处？我看呢，凤景元也是活够了。当着外人面说话注意点。反正你们家是给足了布家面子，可他们既然给脸不要脸，那就没必要进去了。走，回去取你的后羿弓，我带你到大营里转转。什么？原来那场比剑让凤羽恒赢到了手的，不只是一枚凤头金钗，居然还有后羿弓这等宝物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不了，既然都来了，还是进去上炷香的好。毕竟那日尚书大人眼睁睁的在我面前死去，不去上炷香，心里总是不安的。也好，但你若是要进去，就要拿出皇家的气度来，别给本王丢脸，更别给父皇丢脸。知道。殿下不觉得凤家二小姐太嚣张了吗？本王乐意把她宠成这样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女孩子不要有太强的好胜之心，因为有的时候越是有把握的事情，越是会输得一败涂地。营里还有事，我和七哥就先走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好。布家人，你们可要记得去凤府给那过世的大夫人磕头，从府门口一直磕到牌位前，一步都不能少。阿恒，阿恒见过襄王殿下，要不要本王送你回去？凤家有马车，不劳三哥费心。父亲不是说襄王要娶我为王妃的吗？追出来不应是要送我回凤府的吗？怎么就要送凤羽恒回府？难道二妹妹与三殿下还真是亲厚呢？阿恒与本王太过见外了，本王回城也要经过凤府，想着捎你一道。不必。我怎么总觉着要出事呢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出事儿咱们就接着，不要怕。二姐姐多加小心才是。且不说布家，我总觉着大姐姐不太对劲儿。凤晨宇早在那日装病不醒时便已经不对劲了，今日被刺激了这么一出，只怕我所期待的好戏很快就可以拉开帷幕了。那咱们就当看一出好戏，看他能演出多精彩的戏码来。是大姐姐的声音，别怕。母亲您不要站在车前，让陈玉下去好不好？休得胡言！陈玉也想念祖父，陈玉每年都会在祠堂给祖父上香，祖父您就不要再惦记家里了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好啊！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赶快把大小姐扶下来！大姐姐是不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？心里有脏东西，眼里自然看得见。祖父您别怪陈玉，陈玉也想您啊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
咱们也去看看热闹。快追上看看，请大夫，赶紧请大夫！祖母，阿恒，你大姐姐这是怎么了？中邪了。祖母，大姐姐这病只怕普通的大夫可医不好啊。那你能治得好吗？我也就是个普通的大夫，自然是医不了的。那可如何是好？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母亲，您的仇，陈玉一定会报，哥哥也一定要从凤舞县重新回到京城来，所有我们失去的，陈玉都会一样一样的讨要回来。母亲，您等着看吧，凤玉恒必须得死。小姐，大少爷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咱们回去。如果不是为了对付凤玉恒，我一定把你打死。小姐，奴婢知错了，当初是大少爷强要了奴婢这才……行了，记住，你是我房里的丫头，纵使哥哥再喜欢你，只要我不点头，他也要不去。奴婢知道，奴婢誓死追随小姐，一生绝不背弃。我那大哥是个什么性子，我也清楚，相信你心里也明白，那些被他收过的丫头如今成了什么模样，我不说，你也应该听说一二。所以，以月，有我在，你才能有好日子。若没了我，你的下场定与那些丫头一般无二。奴婢谢小姐大恩，这次的事情若是能成，我便做主，将你送给大哥做妾。这是陈瑜对以月的承诺，送一个丫头到凤子浩身边，又能算计了凤玉恒，这笔生意对他来说，怎么算都不吃亏。这是布家的小姐给的。凤玉恒，你嚣张的下场就是引起众怒，一个清乐被毁了没关系，后面还有第二个清乐，第三个清乐，你就等着接招吧。杀人偿命！凤家血债血还！百草堂的药丸吃死了人！杀人偿命！血债血还！凤家血债血还！阿恒，是百草堂出了事情，你可得给百姓们一个交代呀！父亲放心，阿恒自然不会给凤家的门匾上抹黑。既然是百草堂出了事，你们不去围着百草堂，跑到凤府门前来干什么？百草堂是凤家的生意，自然是找凤家来说话。你既然是百草堂的掌柜，那就请你给个交代，你们卖的药丸吃死了人，这账应该怎么算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掌柜？东家告诉我们了。东家是谁？什么东家？哪来的东家？我是说有街坊告诉我们了，百草药的掌柜就是凤家的二小姐。抬上你们的死者，随我到百草堂去，有想跟着看热闹的就一并去，到时候也请诸位做个见证，看看到底是真如他们所说，百草堂的药丸吃死了人，还是有别有用心者在里面借题发挥，故意生事。我安排的戏码都在凤桐县，是什么人还没等我们出京城就给凤羽恒下绊子了呢？哼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挫挫凤羽恒的锐气，那也是一件喜事。干脆就在这里解决算了。凤家大门口出了事，你父亲不会坐视不理，娘亲，他还真就有可能坐视不理。咱们都跟过去，事情处理好之后立即启程回凤桐县。的确是百草堂坐诊大夫开具的药方，出售的药丸有记载，店里伙计也记得，死者的确是昨日来百草堂买过药丸。那你们还敢抵赖？那也无法证明他的死因就在我百草堂的药丸上。你们还讲不讲理了？今日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去贵公门去告御状。来人，给诸位乡亲带路，送他们去皇宫。哼，不是要告御状吗？找不到路可不行。不过这尸体也给我一并抬着，我会通知下人去请宫中仵作，到底是不是吃药丸吃死的？验过尸才能见分晓。闹市刁民一听说要请仵作，立马蔫了，一个望着一个，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。说，是谁教唆你们来凤家闹事的？是一个姑。闭嘴！你不想活命了？你们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对，不走了。叫官差来可好？如果跟他们来硬的，那只能被说成百草堂以势欺人。我百草堂出售的药丸，
整个大顺只此一家，之所以价钱贵，是因为小小一粒药丸里面所含药量却是汤药的5倍有余，且药丸方便携带，比药汤更好入口，也省去煎药的麻烦，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用药，即便手边没有水，药丸也可以咀嚼后咽下，其内含的山楂成分有效的缓解了苦涩，让服用者不会感到丝毫难咽之感。你在干什么？很明显，为我的药丸做宣传。你的药丸都吃死了人，还宣传个屁呀！那是你说的，在仵作没来验尸之前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我们百草堂不只卖药材，堂内每日都有坐诊大夫，病患抓药前可由坐诊大夫免费看诊，对症抓药。哎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还是很明显，我在拖时辰。拖时辰是为何？自然是为了等人。等人？你在等谁？在等本王。都起吧，百草药的东家是本王的弟妹，也就是玉王殿下未来的正妃。今日百草堂出事，本王来此绝不是为了偏袒，而是要给这起事件做一个见证。有劳七哥了。尸体印堂发青，口眼鼻均有血迹外渗，是中毒之象。就是吃了药丸中的毒。究竟是中了什么毒，只有中毒的人自己才能说得清楚。但诸位乡亲执意不肯让仵作验尸，这个阿恒也能理解，毕竟验尸要解剖，对于死者来说的确是比较残忍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把人复活，让他自己说说到底吃了什么。好，那就将尸体复活吧。你们可有意见？没意见，你有本事将他复活，那就让他活了自己说，但如果活不了呢？那我就认了。把死者搬到后堂去。是，东家。请七哥到里面坐。好，你们2个一并进来，与本王一起做个见证。七哥莫怪，阿恒救人时不能被外人打扰，人根本没死，我自有办法让他苏醒过来。既如此，那本王就在这里静候佳音了。好。凭我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，我一眼就知道这具尸体根本就没死透。这个年代只凭探鼻息来断定一个人是死是活，真是可笑。还好我有医疗空间，不然这锅我真的要背定了。强心针打上，起搏器也接上了，关键就是除颤仪的一击了。终于可以用现代医疗器材救人了，有点激动了。终于恢复心跳呼吸了，接下来再得换洗出胃部的毒药残留，命就保住了。活了。吃麻沸散的药劲儿还没有过，需要再等上半个时辰。不好，杏儿真的被救活了，咱们快走。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不管做什么事，先摸摸自己的良心。如果钱财是要用人命去换的，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也会有另外的人用你们的命去谋财。七哥，辛苦你了。没什么好辛苦的，明儿还在大营，你这边有事，我自然要过来。你既叫我一声七哥，就无需再这样客气。东家，那人醒过来了。醒了就没事了，你且扶他到外面来，让他把所经历的事件说给所有人听。是，东家。说我百草堂的药丸有毒是吗？人我给你们救活了，就请在场诸位都来听一听，到底是我百草堂的药丸有毒，还是你们的心有毒？就是他，是他带着一个蒙面的姑娘找到我，我正好染了风寒，他们就给了我钱让我到百草堂看病，还点名必须要买这里的药丸，我照做了，药丸也吃了，他们又假装好心给我买来包子，可是我吃了那包子之后就五脏绞痛，接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根本就不是药丸有毒，有毒的是他和那姑娘带来的包子。蒙面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？你若实话实说，本王饶你不死。他从来都是蒙着脸，很有钱，一出手就是给我们每人100两银子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啊。
他头上戴着斗笠，面纱很厚，一直垂到腰际，咱们什么也没看清楚。既如此，就只能以谋杀之罪将你们一同打入死牢了。拿下！遵命。哇，这死了的人也能救活？这凤家的二小姐是神仙吗？神仙肯定不是，但神医是一定的。听说她是从前姚神医的外孙女，这就是百草堂真正的医术啊！以后咱们看病抓药，可得记得要来百草堂。百草堂济世救人，凤家是我们的救星啊！济世救人是百草堂的本分，只希望这样的事件以后不要再发生。人命关天，谁也不能拿别人的性命去谋求钱财。大顺律法不只是用来惩罚恶人，更是用来约束人心。善恶均有报，因果循环，律法自在人心。好。小姐，你是甩鞭子久了，自己都退步了吗？好好看看，这字迹像谁的？今晚子时来栖凤山，这笔迹，这语气，凤子浩，找个机会丢到凤晨瑜的房间，务必让他看见。这是为何？凤晨瑜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我弄回凤桐县来，是为什么？你们还真以为是祭祖？小姐是怀疑他跟凤子浩两人会设计陷害。只是猜测，不管猜的对不对，折腾他一回，对我们总也没什么影响。小姐再坚持一下，进了山就好了。贱蹄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一会儿见了我哥哥，把你的嘴和眼睛都给我管严一点，否则仔细你的皮。奴婢只管陪着小姐，看都不会多看大少爷一眼的，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好。小姐，奴婢不是着急见大少爷，实在是这地方不稳妥，咱们好歹先进了山再休息吧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没想到凤子浩还收了他妹妹身边的丫头啊，不是说他还睡过凤家大小姐的床榻吗？凤家的孩子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。除了小姐之外，他们走远了。走，咱们跟上。别光顾着闲聊，看好脚下的路。你家主子我还没瞎到那种地步。忘川，咱们走。哼。不就是进了坟地吗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？一般来说，大家小姐在三更半夜时看到坟墓是应该惊叫的。哦，小姐千万不能喊，这里除了大少爷还有祖宅的人呢。谁在那边？吓死老子了！还以为遇上鬼了，原来是陈瑜啊！小姐别怕，是大少爷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事情我都安排好了，大半夜的万一被发现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了？原来是你，小姐。好你个贱婢，为了见我哥哥，居然想出这等招数，半夜诓我上山。小姐息怒，真的不是奴婢呀。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那张纸条明明就是你给我的，不是你又是谁？我在家里被凤雨恒欺负，老太太一门心思的向着他，给了我多少气受？到底是谁给谁自首？那不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好不容易把人骗回老家了，就指望你的计策能成，结果你跟这丫头居然合伙骗我。凤子浩，你对得起谁？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吗？什么叫合伙骗你啊？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哎呀，好妹妹，哥哥真没骗你。你别过来，连妹妹身边的丫鬟你都要沾染，真不要脸。哎，陈宇，你别跑啊，听哥哥说呀。凤家大少爷这是要干什么？这可是在祖坟前啊。忘川，你说凤家后辈在祖宗面前干这事儿，风水能好得了？小姐，咱们回去吧。别着急，再看一会儿。忘川，你别总闭着眼，这种科普教育可不多得，将来你成婚嫁人，要是什么都不会可不行。忘川，忘川，快睁眼，要有好戏了！贱人，畜生！啊！下手真狠呐！
我杀了你这个畜生！你疯了！妈的，老子宠个丫头而已，你弄他个屁呀！宠丫头，宠丫头宠到你妹妹身边，宠丫头宠到祖坟头上干好事。凤子浩，你就是个畜生，你怎么不死了？妹妹这是吃醋了吧？好妹妹，是不是哥哥疼她丫头你生气了？不哭不哭，哥哥也疼你，哥哥最疼我家陈宇了。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弄到手。京城第一美女，就算你是全天下第一美女，也只能是我被窝里的人。怎么那么烦躁，全身无力且难受？难道是这蜡烛有问题？不好，是烈性的春药。主子，我靠！主子，主子，搬走。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小姐救出来啊！主子不见了！不见了？什么叫不见了？班总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心里一起火，我立即觉察，在火势还不大的时候就冲过来想要救出主子，可是床榻上根本就没有人啊！居然有人能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将人劫走，这真是作为一名暗卫最大的耻辱。揪出来，我一定扒了他的皮，我一定会将主子找回来。怎么办？咱们把王妃弄丢了，眼下还不得扒了咱们的皮呀？扒皮还算轻的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！臭的姑奶奶烦死了，真想把他们都杀了算了。你冷静一点，班走已经去找人，咱们得先把火扑灭，再看看屋子里有没有什么线索留下。好，那我去叫人。属下班走，叩见殿下。你的飞鸽传书被凤景园劫了2次，第3次本王收到时还差20里地就到凤统县了。本王问你，你家主子人呢？属下无能，该当何罪？死。属下拜别殿下。属下谢殿下不杀之恩。你都找过了哪些地方？方圆50里全部搜过。这七凤山脉地势险要，若有心之人藏身于此，也不是不可能。黄泉与忘川2人还要照顾着姚夫人，只属下1个人在搜寻，有些地方自是无法全部找遍。那你还敢说全部搜过？属下该死。你留下，与本王在七凤山里继续找人。是，主子。七哥，往凤家祖宅去一趟吧，把那间烧毁的屋子再好好找找。放心，上了夜我便过去看看。好。凤晨瑜，我是跟你有多大的仇？给我下这么烈的药，要是我再吸多一点，不是葬于火海，就是爆体而亡。幸好打了针，又吃了清脑片，不然死得太冤了。我这没个2、3天，怕是没法恢复过来，得到床上躺一躺才行。不好，又得晕了。宋子浩鬼鬼祟祟进这屋子很久了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轻点，玩弄疼人家了。这次的事情你干得不错，又是药又是火，要的就是这种双重保障。这凤子浩果然是畜生，到处拈花惹草。大少爷不是说那位2小姐是个厉害角色吗？光下药怎么行？
万一要不死呢？这样多痛快！就算要不死，一把火也能把他给烧死。可我听说他还是失踪了。什么失踪啊？说的好听，要我说，根本就是被烧死在屋子里了，烧成了灰，自然什么都找不见。要不怎么说你最聪明呢？我也觉得他是被烧死了。做那种蜡烛可费事了，药又那么少，费了我好大的功夫。我的妹妹特地着快马送过来的药，肯定是极为稀缺的。这个陈鱼还真是能弄的好东西啊！不知道大小姐为何要到这边来解决了，在京城里不行吗？怎么办？小姐肯定也中了此毒，她该如何解毒呀？你懂什么？凤羽恒的院子比牢笼还严实，谁进得去？不把他骗出来，如何行事呢？奴婢这次办的事，大少爷满不满意呀？满意，太满意了！如果这次我能顺利回京，一定将你一并带回，到时候抬为贵妾，以谢你助我之恩。哼，真的够恶心的！不管小姐是否中招，我也要让你们自尝恶果。我家陈宇，真是刺激！哥哥和妹妹还有一具女尸，忘川这计谋真不错。凤锦园这回要吐几声血了吧？太劲爆了！那药粉我才放了一点点在香炉里，那二小姐就燥热的不得了，不断的撕扯自己的衣服。凤子浩闯进去的时候，饿狼般的就扑上去，干柴烈火的，就这一会就大战了300回合了。哼，罪有应得。我已经让满喜告知凤锦园，趁大小姐又犯病，便让满喜把动静闹大点，好把老太太他们都引过来。好戏马上要上演了。大小姐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病了？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陈，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，这不是真的。起身去把他们分开。鬼，有鬼！不对，那是子浩和陈瑜在行苟且之事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此事。畜生！好好玩啊！大少爷，他死了？什么？凤锦园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哼，这样的儿子该杀，留着伤风败俗。好好玩啊，我的好好玩啊！哎呀，那具尸体好像是大小姐身边的丫头以月。留你何用？那是陈宇。父亲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何都在这里？小畜生，我真是白养你了！阿恒，风雨恒，弟妹，风雨恒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来来回回已经找3趟了，甚至整个府邸的每个房间和角落都没放过。人到底去了哪里？难道阿恒已经离开凤家祖宅了吗？再去别处寻找吧。我是在做梦吗？怎么觉得外面有人在唤我？我这是睡了多久？搬走他们若找不到我，该有多着急？姚氏会不会急疯了？凤家该如何处置我？算失踪还是死亡？风雨恒，七哥，玄天华他怎么来了？外头很有可能出大事了，不然就算玄天明和玄天华追到凤桐县里，也不该是玄天华以这种方式进入我的房间，我得赶紧出去才行。七哥，风雨恒，七哥，
小心。阿恒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别怕，七哥送你回家。啊，阿恒，你再这么睡，饿也把自己饿死了。是谁敢嘲笑我？我一巴掌拍死你！谋杀亲夫啊！玄天明，玄天明，你怎么才来呢？恒恒，乖，不哭。玄天明从来没看过凤雨恒哭，这个丫头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坚强的。可是这一次，凤雨恒却哭了，他心疼不已。你再不给我吃的，我就要饿死了。班走已经先去买吃的了，一会儿就能送过来。你先吃些点心，垫垫肚子吧。谢谢七哥，你又救了阿恒一次。无需客气。从你失踪那天起，这都第5天了，怪不得要饿。这么久了，那我娘呢？放心，有望川和黄泉看着，谅你那个爹也兴不起什么风浪。只是啊，你最好帮那2个丫头还有班走求求情，明儿要砍了他们每人1条胳膊呢。这样暴力不好。他们没有保护好你。是我自己藏起来的，他们当然找不到。你到底藏在了哪里呀？七哥，你帮我求求他，不要砍望川他们的胳膊，我就告诉你。哎，学会跟我讲条件了。真的不怪他们，你不要生气了吧。凤家祖宅的床榻底下有暗格，我发现蜡烛有问题之后，就翻下床藏到里面了，然后就晕了过去，醒来就听到七哥说话，这才爬出来的。凤家祖宅的床榻底下哪来的暗格？他亲自搜寻过的地方还能不知道吗？既然这个丫头想要保留一点自己的小秘密，那便由着她吧。他只叹怪不得一向任性妄为的玄天明会如此宠着这个丫头，原来真心去疼宠一个人，感觉竟是这样美好。如果暗卫都像他们那般，我还要来何用？要不我给你换换人吧，让白泽跟着你怎么样？玄天明，我说我喜欢望川黄泉整日围在我身边，喜欢搬走跟我斗嘴，你这是非要把我喜欢的人从我身边赶走吗？我还没嫁给你呢，你就这么霸道，那我不嫁了，你都收回去好了。啊，那就听你的吧。殿下，吃的买回来了，快拿进来，饿死我了。主子终于醒了。属下失职，请主子责罚。搬走，你抬头。主子，你既然叫我主子，为何我让你抬个头你都不肯？主子，是什么人居然可以伤到你？是他自己划的。他说这次的事，你若不肯原谅，他与望川黄泉3人便以死谢罪。你若肯原谅，这道疤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教训。七弟他这是怕媳妇责怪，才这么理直气壮的吗？搬走，这次的事不怪你，是我自己躲了起来，不想被人发现。你不需要伤害自己，更不需要放弃性命。望川和黄泉也是一样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哪怕你们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，你们也不该如此轻贱自己的性命。人人都是平等的，不管是君王还是百姓，只要不触犯法律，这个世上就不该有人主宰其他人的生命。我不管这样的理论在别的地方行不行得通，但至少你们跟着我，在我这里就是这样算的。更何况我把你和望川黄泉当亲人，而不是下人。多谢主子不杀之恩。快起来吧，我现在手边没什么药品，等回了京城，我亲自给你治治脸上的疤，尽量少留些痕迹。不用的，我反正几乎不在人前出现，没人看我。早晚要给你娶媳妇儿的。跟着你还有这样好的待遇啊？有的，不但要娶媳妇儿，还要给发红包。那什么，还是让我先吃点东西吧，再饿下去我又要晕倒了。来，先吃一个鸡腿。白泽，主子，食不错。求殿下，不聪只问您一句话，阿恒真的被烧死在凤桐县了吗？不聪在原主6岁时，14岁的不聪就求着他父亲上凤家求亲。那时候不家在凤锦园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并未同意。后原主被赐婚给玄天明，为此不聪还抑郁了好久。你听到什么就是什么，若是不信，就自己去查，本王没义务做你的信使。
九殿下就这样放过凤家？本王放不放过凤家，那是本王自己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来质问。不错，让开！再废话，本王便让骑兵和这马车踩着你前行。你敢？本王有什么不敢的？还有，本王倒是想问问，玉王妃遇害身亡，你急个什么劲儿？布家的人还不是口口声声要将尚书的死怪在玉王妃头上吗？怎么才多少天的功夫，这转了风向了？行了，路本王已经给你指了，怎么走就是你自己的事了。白泽，我们走。是，主子。这个布聪还挺痴情的，好想看看他长相如何，还是算了。撂下玄天明这厮不知又做出什么事来。那个布聪是怎么回事？这一路我们放了消息出去，说是凤家的二女儿在回乡祭祖时被烧死在祖宅。为什么？我分明还活着。可是除了我们，还有谁知道你还活着呢？有的时候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才知道有心之人在这种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比方说凤家准备如何收场，比如说布聪会被激怒到什么份上，再比如说总得让你那个父亲得到些教训，也给他找些麻烦。另外你大难不死，父皇总不好一点也不表示。其实皇上已经做了不少表示，给了我凤头钗，还给了我后羿弓。虽然我明白这也是他对我的考验，看我到底有没有能耐将这两样东西保住，但我认为是可以的，我相信自己能保得住，所以那便是皇上给我的恩典。你能这样想自然是好事，那两样东西自然也可以牵出有心之人来。看着吧，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精彩。哼！布聪握着东兵的兵权，看似布家依然威风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好事。或许那正是布家今后招来灭族之祸的源头。哦，皇上，玉王殿下和纯王殿下来了。哼，两个小畜生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老子正要去月寒宫碰钉子的时候来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听说明儿和华儿出远门了。是离了京，但具体往哪边去，奴才不知啊。我就是往凤桐县去走了一趟。朕就知道这丫头没那么容易死。儿臣叩见父皇。都起来吧。媳妇儿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，还有没有点出息？老子愿意。哼。听说你死了？是，死了又活了。为何？因为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。可怪你的家人啊。怪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谁让身上流着他们的血。若把凤家嫡女的位置还给你做，又当如何？儿媳不稀罕。听说你那个大姐生来就带着凤命。大姐姐是凤家的孩子，的确姓凤，这一点倒是没有错的。带你的家人回京，你想如何相见？如果姚家从荒州回来，儿媳会很开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怪不得云飞喜欢你，既然来了，就陪朕坐坐。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连夜进宫是为了什么。外头盛传恒丫头被火烧死了，要想真相不被人知道的太早，还是待在宫里稳妥一些。父皇说的极对。哼，华儿也是的，跟着你弟弟胡闹，总还是不及凤家人闹的欢实。丫头，走，陪朕下下棋。好。哎，你会下吗？会是会，就是不怎么厉害。哦，那父王可有得玩了。孟雨恒说不厉害，就真是不厉害。几招下来，就被天武给杀得连落子的地方都快没有了。凤雨恒求饶地看着天武：“父皇，您是不是也赢得特没成就感？”你这水平啊，是太差了点儿。不是，知道我棋艺不精，你倒让让我呀！我被你包围得无处落脚了。父皇的白子在外，恒黑子在内，看似全部围住，可黑子若是想反抗，还是有机会杀出一片天地。父皇这棋下的分明是别有用意的呀。阿恒这黑子一点点的往外界拓开，却放着父皇故意留下的破绽与空子不钻，偏挑边边角角被其忽视之处。阿恒心思果然与众不同。你可知大顺边境各有4国，
这四国看似为藩，实则各有心机，就像这般旗上的白子将里面的黑子紧紧围了起来，而这些黑子就是我大顺。东界宗随，西界姑墨，南界古蜀，北界千州，围起来又能如何呢？我大顺独占这一块大陆最肥沃的一片土地，被寄予实属正常。四藩国各自为政，若合四为一，自然与我大顺有一较高下的资本；又或者合二为一，也可搅我大顺边关动乱。但实际上，大顺却将他们相互隔开，谁也见不到谁。在他们的外围，不是雪山，便是无边大海，唯一的互联方式都必须要经过大顺。聪明人当知借力而行，只有背靠大顺，才能保障自己的子民能有更好的生活。我若是这四小国，必不会生叛逆之心。可惜啊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你所想。恒丫头的棋艺是该好好练练，朕与你下这棋啊，比劈折子还要累上几分呢。让父皇受累了。哎，罢了，能见到你平安回京，朕这心也总算是放下。虽并不相信你真会死于火灾，但外头传的有板有眼，再不信也得在心里合计几分。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凤家的确是在办丧事，不过不是为恒恒，是为他们的儿子凤子浩。凤子浩死了。凤景园的嫡子虽然不成器，但好歹嫡子就这么一个，怎的就死了？儿臣若说是被凤景园亲手打死的，父皇信吗？总归是一朝丞相，父亲留着他，定然有必留的道理。儿子不掺和朝堂上的事，一个凤相牵着三哥，一个三哥牵着无数条朝臣的线，父皇暂且不动，是最稳妥的。还是华儿懂我。既然你是来宫里避难的，那就陪朕聊聊。启禀皇上，有荒州姚大人递上来的折子。我女儿还是个妾呢，姚家后人有什么脸面回去参加科考？不去！这姚老头还拿起架子了。我这外公真牛逼呀，敢跟皇帝这么说话。这佯装生气，这丫头咋不说话，不求情也不感恩？早知这是个特别的孩子，却没想到他连对姚家的事都能如此淡然，不愧是姚老头的好外甥。是姚老头的个性，不过很合我心意。冀州进贡的梨味道不错。张远，捉快马给姚老头送去2筐。是皇上，明早奴才就差人去办。多谢父皇。襄王妃的病可有好转呢？襄王妃的病依然无人能治，最近听说越发的不好，只怕挺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儿媳试试看吧。可有把握能治好啊？没有，儿媳从未见过襄王妃，也不知道她究竟是生了什么病。去通知皇后，让她明日宣襄王妃进宫。若是病得不能走，她也给朕抬进来。是。朕也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若治好襄王妃的病，便许你一个恩典，可好啊？儿媳谢父皇隆恩。治好谁都不如治好明儿的腿。儿媳遵旨。你的腿就算要治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治得好的。改天我给你换一种轮椅吧。好。想不想知道凤子浩是怎么死的？当然想，你快说。什么？想出这样的计策，竟然是忘川？忘川学坏了。什么吗？这丫头听到这种事，怎么会是这种反应？凤子浩死了，凤沉鱼却还活着，要不要我帮你折腾折腾他？不要，敢给我下药，他的下场就绝对不该只是死亡那么简单。玄天明，你看着吧，凤沉鱼的那层皮，我非得在人前一层一层给他扒下去不可。收拾别人可以，但别气着了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会把收拾他当成一种乐趣，更何况我绝对不相信这件事情就只有凤沉鱼和凤子浩2个人经手。就比如说那种药，到底是凤沉鱼从什么地方得来的，就很值得人深料，总得留着他引出幕后的人。真的不要我帮忙？不用，女人家勾心斗角的小心思，你个大男人别插手，平白的失了身份。倒是父皇说了，待我家里的事情一处理完，就该着手给你治腿了。好，但你也得答应我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，一定得跟我说，万万不可瞒着我。过段日子在营那边就要操练，我晚上怕是不能过童声轩去，你自己小心着点。
好，我们快进去见母妃吧。来我这躲人的，不瞒母妃，正是，那就住下吧。左右这月寒宫也没什么人来，你倒是可以陪我说说话，也省得憋闷。母妃然的，这是什么香？懂医的就是鼻子好使，没什么。皇上赏给贵妃的，我觉得不错，拿来用用。母妃可知这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吗？当然知道，闻久了便生不出孩子，皇上就会来这一套。还有呢，老的比常人快些。知道你还用？老点好，老了就没人惦记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这是何苦？这样同他置气有用吗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何母妃那么多年都不愿见父皇？你们去歇息吧，别在禁月楼待太久，小丫头闻不得这种味道的。你也不能再用了。来人，奴婢在。把这香给本王撤去，全都扬了，以后不许再用。是。随你吧，没事，我回头再配一味药香出来，给母妃调调身子，会好的。阿恒叩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，快别多礼，起来吧。多谢娘娘。给王妃请安。你跟你那个姐姐是不同的，父皇准许我叫一声父皇，那阿恒也就不见外，叫您一声三嫂了。三嫂还是先躺下，待阿恒先帮您诊过脉，咱们再说其他的。请你进宫是皇上的意思，让阿恒为你瞧病也是皇上的意思，不管治不治得好，这总归是皇上的一个态度。儿媳多谢父皇母后，有劳弟妹了。三嫂每日晨起时，是否眼睛及面部会呈现较严重的水肿？午后下肢亦有水肿现象，但经过休息后会有减缓或者消失。每日均感体乏无力，易出虚汗、尿频，甚至尿血，并伴有眩晕、气急、胸腹积水症状。你说的这些毛病全有，阿恒确实比旁的大夫说的更精确些。三嫂，张开嘴巴，将舌头伸出来。肾炎，严重的肾小球肾炎，但到底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，还没办法判断。三嫂娘家那边可有长辈生过同样的病？没有，我娘家人身体健康，从未生过像我这样的重病。这种病多半是家族遗传，排除了这一点，那就是有心人故意为之了。玄天夜，好歹毒。阿恒就这么去了，老夫人您可想他？阿恒在时，每每老夫人腰酸腿痛，他熬夜不睡，也想着要给他的祖母备好膏药。本郡主曾问过他为何要这么累，他却说在这个家里，父亲不疼他，但祖母却是好的。他多年未曾在祖母身边尽孝，如今终于能回来，再累也是应该。可惜从今往后，再没有这样体贴人心又精通医术的孙女伺候在老夫人身边了。阿恒，我的阿恒啊！阿恒，咱们姐妹一场，却不想缘分竟是如此短暂。你只知自己是回乡祭祖，却不知这一走竟有去无回。堂堂凤家，那么多下人，居然也能在自己的宅院里把小姐给烧死。阿恒，是不是枉死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如若真的被人谋害，你可要记得去找那人算账。就算做了鬼，也不能放他们继续喜乐人生。看凤家这反应，正如金玉唱的戏文那样，凤二小姐死果真有蹊跷。我看确实有蹊跷。都在逼本相，先是顾从南路为凤恒送行，现在又是武阳郡主，真是欺人太甚。武阳郡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凤相你心里没个数吗？哼！你们给我继续唱，继续弹，凤家要进城也不用拦着，就在后头给我跟着，一直跟到凤府，唱到天黑，赏钱翻倍。是，郡主。身在皇宫的凤玉衡主要任务就是给襄王妃治病，玄天明倒是每天都来看他，然后对着他奇怪的治病方法不停的追问。玄天明，你不许乱碰，三嫂还在输液呢，你一碰扎到手背上的针，可就会跟着动的，会把三嫂的手扯痛。好，我不问也不乱动点事了，你忙你的。早知道不让他跟着来了。印象中这九弟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的，没有人管得了他，也没有人治得住他，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
可如今看来，九弟像是怕凤羽恒。你可真幸福。对三嫂来说，把身子养好才是最幸福的事。有了一个好身体，往后的日子才有奔头。你说的对，这些日子你又是给我吃药，又是给我弄这种针，我是真的觉得好多了，也不像从前那样终日累乏。这只是开始，再过几日，效果会更明显些。只是三嫂，有一事阿恒还要再嘱咐你一次。你放心，你给我吃的什么药，还有用的什么样的针，我绝对不会对旁人说半个字，哪怕是父皇问我也不说。也不是阿恒小心眼，只是我那波斯师傅传授的医术与咱们大顺这边不太一样，我怕一时间别人接受不了。三嫂晓得。对了，玄天明，让你跟我娘亲说一声，替我报个平安，你没有忘记吧？怎么可能会忘啊，搬走每晚都会同声宣，你娘亲好着呢。怎么可能好着呢？我不在家，姚氏怎么可能好？她肯定急坏了。都给我滚！连这么个小病都治不好，还当什么大夫？母亲千万不能太着急，万一下地早了，筋骨养不好，那才是得不偿失啊。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母亲，赵嬷嬷，以前阿恒给我的那种膏药还有没有？早就用没了，再找找。我记得那时候阿恒给了挺多的，当时是给了不少，可老太太您那会儿也正腰疼，一天就贴4张，在祖宅那边的时候就用没了呀。本来二小姐是说没了马上再给送来，可这不是我的阿恒啊！母亲莫急，儿子一会儿就进宫去请太医，宫里什么好药没有，肯定比那膏药来得快啊！快个屁！你去给我派人继续找，阿恒肯定没有死，他绝对不可能死。死了，早就烧成灰了。那么大的火，他怎么可能没死啊？多大的火也不可能烧得骨头都剩不下。死了就是死了，请母亲记住，以后凤府再也没有二小姐。没有就没有吧，你都这样说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您没事吧？如果有一天我更老了，更没用了，亦或是阻碍他的脚步了，会不会也跟阿恒一样的下场？怎么会呢？老爷可是您亲生的，他敬您爱您都来不及呢。可阿恒也是他的亲闺女。该吃药了。不吃了，那些药吃了也没用，什么药都没阿恒给的膏药管用。民间奇人异事不少，你去暗里寻访一番，看能不能找到神医，帮大小姐想想办法，恢复清白之身。凤相这是咋想？一个与自己兄长苟合的女儿，既然是废其一枚，日后事情败露，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？哼，这又与我何干？拿钱办事便可。主子，其实要给大小姐治病，最好的大夫不在民间，那是在哪里？花楼。我怎么忘了？这种事花楼武馆里才是最常见。那些老鸨子为了能让姑娘多赚点钱，什么招数想不出来。想来能再给陈宇想个法子，做成处子之身，也不是太难的事。那就到花楼里去找，只要事情能办妥，本相重赏。属下遵命。老三家的，你如今觉得身子如何呀？儿媳经了弟妹的诊治，已然大有好转，是这几年都从未曾有过的。不愧是姚老头的外孙女啊，果然是神医。多谢父皇夸赞。还要治多久才能痊愈啊？儿媳亲手治疗也差不多了，最多再有3天，之后三嫂可以靠吃药来巩固病情。只是这药得吃的时日久一些，大概半年。好啊，凤玉恒，你治好襄王妃的病，朕心甚慰。凤家次女凤玉恒，人品贵重，医术精湛，医治襄王正妃有功，今封济安县主，赐济安县封地，钦此。县主还有封地，这县主是多大的官？是一个县的县长吗？弟妹还不快快谢恩，县主是仅次于郡主的封号，而且你还有封地，这可是咱们大顺建朝以来从未有人得到过的荣耀啊。
儿媳谢父皇隆恩，但请问父皇，这恩典能不能换一换？不喜欢献主，那你想要什么？阿恒想给娘亲姚氏讨一纸和离书。什么？弟妹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没有说胡话，咱们大顺的制度里有夫妻和离一说。阿恒的娘亲过得不好，阿恒想为娘亲讨一纸和离书，还望父皇成全。罢了，给你个献主，再赐你一封和离书吧。阿恒多谢父皇成全。你指？这是什么味儿？真是恶心！老太太的腰病犯了，那也不用把整个屋子都吃得跟药房似的。粉黛，粉黛给祖母请安，祖母近来身子可好？你瞎了吗？我若是好，还用得着躺在榻上？粉黛不过是寒暄一句，祖母至于这样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粉黛的意思是，她很想念老太太呢。我不聋，你们娘俩不用在这儿给我演戏。我腰疼，耳朵可不疼。老太太千万别动气，您的腰刚见点好，可不能再闪着呀。祖母，养好伤病才是要紧事。四妹妹刚回来，以后有的是日子说话呢。哟，这是新买来的衣裳，看起来倒是不错，但成衣就是不如自己做的。这料子要是细瞅，可就不太考究了。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，都赶出去！韩姨娘还是带着四小姐回去吧，老太太也累了，要歇了。这些衣裳我全都要了，拿好跟我走。大姐姐，进宫赴宴咱们都有份儿，衣裳也一共3件，你凭什么都拿去？哼，就凭我是凤家嫡女。哟，你也真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。祖母，您难道是想让孙女我穿着庄子里的旧衣裳进宫吗？粉黛不过是个庶女，倒是不介意这个的，只是到时候丢了凤家的脸，祖母可记得来跟大姐姐算这笔账，不要画到我的头上。衣裳一人一件，谁也不许多拿。哼，怎么看都俗气得很，不过看在府上刚死人的份上，将就着穿吧。毕竟我可不想像上次大姐姐那样，在夫人的大丧中穿了一身大红。都在欺负我，特别是这个老不死的，明摆的就是给我使绊子。再过几个月，我就要及笄了，到时嫁给三皇子为妃，待我有朝一日扬眉吐气，你们这些伤害过我的人，一个都不得好死。祖母，养病要紧，那些不招人爱听的话，您就只当没有听过吧。从前你二姐姐还在时，对你最好，如今这府里就剩下你还是个知心的。放心，祖母就算是看在阿恒的份上，也会多顾着你。衣裳这次是真来不及做，待宫宴结束，祖母开了库房，把最好的料子都给你取出来。谢谢祖母。淳王府来人送了一套衣裳，说是给三小姐的。送衣裳的人哪？送到府门就走了，和管家说是个小太监。你与七殿下很熟？称不上熟，只是从前与二姐姐在一块儿时见过几次，但七殿下从来都是跟二姐姐说话的，小荣也不知道殿下为什么送衣裳给我。祖母，我能否把衣裳拿回去？去吧，去吧，可要仔细些，七殿下上的衣裳一定差不了。谢谢祖母。姨娘猜猜，刚才在舒雅园发生了什么？啊，都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呢？早上瞧着粉黛回来时的那个样子，就知道她回府了，也是不愿安生。唉，快把纸包打开看看。虽不是五宝，却也不比五宝差到哪儿去。这种料子我若没猜错，应该是北边千州国的皇后娘娘最喜欢的湖心缎。姨娘，
你说七殿下送这样的衣裳给我是什么意思？你切莫乱想，在你前面有你大姐姐和四妹妹的教训在。向荣，我不希望你再存了攀高枝的心思。皇子不是人人都能嫁的，也不是嫁过去的人都能过得好。更何况那七殿下出尘若仙，看似慈心善良，可不招他待见的人，什么时候在他那里得到过好处？他跟九皇子其实是一类人，你万万不可觊觎。怎么会呢，姨娘？我没有那样大的奢望。七殿下送这衣裳，只怕是顾念着二姐姐从前对我的照顾吧。一辈子能得一件七殿下送的礼物，已经是难得了。小荣再没有别的指望。你别怪姨娘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虽然庶女的命运不是给嫡子做侧，就是给庶子做正妻，但总好过嫁给皇子为妃。如今看似风光，但将来有一天皇子夺嫡，还指不定谁死谁活。小荣才10岁，5年之后还指不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。不急，你心里有数就好。行了行了，够黑了，别再涂了，真是烦人。大小姐应该开心才是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人家进宫还有皇子给送衣裳，我却要涂黑了脸，这叫我如何开得了心？破宫宴，不去也罢。大小姐想想，当初皇后娘娘还说不让您进宫呢，这次不也改口说让府上所有小姐都去吗？照奴婢看，这黑胭脂多半也就是皇后娘娘当时正在气头上，这次宫宴之后，指不定就把这责罚给消了。这次能进宫，的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不过能不能免了她这黑胭脂，却还是个未知。你这丫头倒是比从前的以月会说话些。是小姐教导的好，奴婢比以月多跟了小姐3年，这3年可不是白跟的。你懂事就好。哼，大姐姐可别再存着玷污纯王殿下的心思了，也不思量思量自己如今还配不配。凤粉黛，不要觉得借着这次圣旨能够回来，就可以永远的在府里住下去。只要父亲一天不放弃我，你就一天翻不了身。再何况在你上面还有小宁呢，你那娘亲是什么身份？你觉得就凭这一点，你这辈子还有指望？凤晨瑜，你不要太嚣张了。小姐们可千万不能乱动，这船小，万一落了水，这大冷天的可有的受了。如果凤晨瑜这个时候掉进水里淹一淹，把他那嫡女气焰给淹没了，岂不痛快？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不好了，来人啊！有人落水了！三妹妹，你没事吧？三妹妹。向荣的死活我才不在乎，但绝对不可以死在我的手里。再说这个凤晨瑜还在着，只要他一开口证明大家都知道是我推的他们，那我的名声就毁了。三姐姐，三妹妹，三姐姐，三妹妹，三妹妹，救命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下去救人啊！没看到有人落水了吗？小姐，奴才根本就不会水，再说就算会水也没用啊，这么冰的湖，跳下去就是个死。暗卫救人。凭什么小荣会得到七殿下的青睐？先是送衣服，现在又救了他。这样看来，我也掉进水里的话，七殿下肯定也会救我的，那我不就可以瞬机接近七殿下了吗？为何凤家的大小姐要自己往湖水里跳？感情这凤晨瑜是想要七殿下救她，才自己跳进水里的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你也不长长眼睛，看那七皇子是什么样的人，容得了你去玷污？救命！救命！再忍忍，待上了岸，就会有人带你去换装。对不起，我把你送我的衣裳弄湿了，我真没有。别哭了，衣裳湿了，洗过晾干就好。实在不行，再送你一件就是。起来，到船艇里面去，会暖和些。殿下，水里那个还要不要救？去救吧，救上来之后送他回原来的船上，其他的事交给工人去做。是，殿下。既然不愿意上来，那就让他在水里待着吧。啊！
我堂堂一个暗卫，竟然被推开了，真难缠，直接敲晕这老师了。可真逗，大冷天的，一个一个的却都抢着往水里掉。四哥，七弟倒是好兴致，还想着救人呢。你常见过七殿下？不必多礼。凤享荣、凤雨恒还没死多久，这一个个的都来耍心机接近皇子们了，真是不要脸。哼，凤家的人就是贱。顾小姐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？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一个庶女也有跟我说话的份儿。你顾家嫡女，若是这样的教养，还真是不配嫁进我皇家。七弟莫要动气，女孩子家家的，争争吵吵，常有的事儿啊。四哥，千万不要怪罪父皇。父皇当初为你定下这门亲事，也是看中布家书香门第，小姐一定人品贵重，却不想布小姐竟被愚教至此，这实在不是父皇本意呀。哼，怎么会呢？啊，还不快跟凤家小姐道歉！布霓裳一脸的不乐意，可玄天意已经沉下脸来，他知道这是四皇子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，便只得低了头。对不住了。我们走。七殿下，有没有好一点？给你送去的药吃了吗？为何我二姐姐百草堂里卖的药丸，殿下这里会有？傻丫头，还不是你二姐姐方才给的吗？连礼服都是你二姐姐让我转送的呢。百草堂的药丸远近闻名，我们经常会去买一些备着。多谢七殿下救了享荣，要不是有殿下在，享荣只怕已经死在湖水里了。喝点热茶下去，暖暖吧。宫里头没有太素气的衣裳，这个粉色的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我二姐姐……怪不得阿恒喜欢你，放心，你穿成这样，正是迎接阿恒的样子，他会很高兴的。什么？享荣完全听不明白玄天华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此时来参加宫宴的人已经陆陆续续到齐了，几位皇子也朝这边走了来。不打扰殿下，享荣到另一边去坐。这背影怎么有几分神似阿恒的样子呢？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我怎么觉得头顶凉飕飕的？还有皇上让我向前回话，是何意？凤爱卿已离京多日，祭祖仪式办得如何了？谢皇上关心，家乡那边一切都好。那就好，知道一切都了，朕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朕那儿媳妇呢？皇上，你这不是故意的吗？难道凤羽恒死了，你会不知道？皇上，臣回乡祭祖时，祖宅不幸起火，臣的嫡子和二女儿都在那场大火中丧生了。华怎么忘了？九皇子是最护着凤以恒的，可这都过去好多天了，为何九皇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乌阳郡主都闹腾好几场了，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实在是蹊跷。不是这次宫宴是鸿门宴。凤爱卿就喜欢与朕说笑，朕那个儿媳妇文武双全，怎么可能屋里着了火都跑不出来呢？皇上，臣也希望这是个玩笑，可是的确是真的呀。这要是真的，为何你死了嫡子和次女，连场丧事都不办？凤爱卿，这种玩笑还是不要开的好啊。回皇上，丧事是在祖宅那边就办好了，回京之后就没有再办，他们再怎么说也就是个小辈，所以臣才没有兴师动众。凤大人，本王的弟妹就算再低调老实，你做父亲的也不能这样子诅咒啊！月西宫宴时，凤羽恒救了小皇孙，看来在这一群皇子中，与凤羽恒有交情的不止七皇子和九皇子，还有二皇子呢。我这是得罪了多少皇子呀？不说这个了，凤爱卿为人一向古板，好不容易说起了玩笑，咱们总不能一点都不捧场。今日这宫宴是为朕新加封的济安县主而办，县主前些日子受了惊吓，众位爱卿可要多多劝慰才是啊。济安县主都
凤下，不是说您的二女儿被火烧死了吗？可不，枉我还流了好些眼泪呢，居然真的在跟我们开玩笑。凤羽恒竟然没死，难怪我在凤桐县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，原来是回了京进宫，还被封了县主，这回我怎么应对？儿媳叩见父皇，叩见皇后娘娘。还说朕的儿媳死了，怎么凤爱卿连自己的女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吗？臣不敢。不敢？凤景元，祖宅起火这个朕不怪你，可你的女儿是不是烧死了，你连查都不查就报了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到底还记不记得这个女儿是朕的儿媳妇儿？今封凤家嫡女凤羽恒为济安县主，赐平州济安县整县封地，现有宅院同生轩改为郡主府，开正门，济安县主有权自主出入。皇上您说错了，凤羽恒不是嫡女。哼，怎么，你对朕的话有异议？民女不敢。哼，当年凤家迎娶姚家独女进门，连太后都亲赐了赏去的，凤羽恒怎么就不是嫡女了？凤景元，朕倒是要问问你，你是想要朕承认的正妻和嫡女，还是想冒着违背圣意的风险，执意认妾抬妻位，认那妾生的女儿为嫡女呢？自然是与皇上想法一致的。儿媳铁娘亲姚氏，多谢皇上大恩。凤爱卿是朕一品大员，是朕最倚重的左丞相，可凤家主母居然都没有封诰命，这实在是朕的疏忽啊！什么？给姚氏复了主母之位，还要封诰命？张远，为良人锦着玉轴，拟诰命文书，封姚显之女姚，她叫姚什么来着？姚千柔。对，封姚显之女姚千柔为一品诰命夫人，前盖至诰之宝，昭告天下。谢主隆恩。如此就对了。朕的儿媳妇怎么可能是个庶女？都起吧。儿媳多谢皇上大恩。叩谢陛下。襄王妃到。儿媳叩见父皇母后，祝父皇母后福寿安康。面色红润，气脉平稳，行动自如，一抚一跪见也不见气喘，是谁如此厉害，解了我常年投放的慢性毒药？起来吧，你大病初愈，要多保重身子才是。儿媳谢父皇母后。恭喜弟妹获封县主，也顺祝姚夫人获封诰命。叶儿这是干什么？看到自家媳妇儿，怎的惊讶成这般？众多皇子中无一皇子是皇后所生，对她也自然也没有什么母子情深。好在这个女人不招人烦，话少，事也少，但这次为什么多管闲事？宣顿王的王妃进宫治病，并且给治好了。哼，这笔账本王记下了。怎么，你母后问话没听见？母后莫怪，儿臣是太惊讶了，这才失了言行。百如病了这么多年，儿臣已经许久没见过她这般模样。那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儿臣自然是高兴的。是吗？本宫瞅着可不怎么像，皇上看呢？朕看着也不像。说起来，叶儿，此番你可是要好好感谢你九弟妹，要不是有姚家后人妙手回春，你媳妇儿的病怎么能好得这么快？你自己算算，从她病了那日起，一直到后来连门都出不了，这都几年了。朕听说你在外不停地寻访名医，却还是没见丝毫起色呀。弟妹妙手，本王早有耳闻，今日能得弟妹出手救治王妃的顽疾，弟妹大恩，本王没齿难忘。三哥既然叫我一声弟妹，那便是一家人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三哥，我们家恒恒把你媳妇儿治好了，你都没点表示的。这个老九真是无时无刻都在顺火打劫，真是难搞。这次又想在我身上拿什么东西？自然要感谢弟妹。我们家恒恒不太喜欢那些女儿家小里小气的东西，听说三哥手里有个玉矿，不知道舍不舍得拿出来作为酬谢啊？当然舍得。哦，九弟说的哪里话？我与你三哥少年夫妻，这么多年下来恩爱如初，弟妹治好了我的大病，别说是要个玉矿，就算是把襄王府要去，你三哥都不会眨一眨眼的。王爷，您说是吧？
玉矿，玄天明居然开口要他的玉矿，他的王妃这样轻易就答应了。王爷何以是这样的表情？难道您不愿意？燕儿，父皇从小就教导你们受恩不忘，滴水恩当涌泉报，你都忘了吗？治好襄王妃，皇上的目的可不只是阻止他迎娶凤沉鱼，只怕这最终的目的是想要他的命脉呀。那玉矿在他手里经营的是一年比一年好，他在外省运筹帷幄，暗养兵马，靠的多半都是那玉矿出的银子。这个天下，他到底是算计不过那只老狐狸。儿臣怎么会不记弟妹大恩？那玉矿原本就是准备在九弟大婚时当做礼物送上的，如今正好有了这个事，便提前送与弟妹吧。还不快谢谢三哥！阿恒多谢三哥赠如此大礼，弟妹太客气了，你治好你三嫂的病，三哥该谢你才对。封姚显之女姚千柔为一品诰命夫人，前盖至诰之宝，昭告天下。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是姚显之女，而不是凤锦园之妻？回去我又怎么面对姚氏呢？这个凤沉鱼如今没了嫡女之位，我又该如何处置她？父亲，多日不见，家里可都还好？你祖母挂念你，与你韩姨娘动气，闪到了腰，如今还不能下榻。祖母上了年纪，身子骨又不好，还要为家里操着心，实在是让阿恒听了心里难过。切，有些人自诩聪明，总是自己想象没有了谁日子会怎样怎样，可实际上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按着别人的想法过日子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本事在一次次加害中最终逃脱。父亲，我告诉你，那一场大火连我的头发丝都没有碰到。父亲怎能如此不胜酒力？快快起来！我靠！杀了他！杀了那只猫！四哥，你这是想掐死我母妃送给我媳妇儿的猫吗？什么？是云妃娘娘的猫？上次月夕宫宴上，就因姑姑得罪了云妃，被皇上直接从高塔上扔了下来，不但摔得筋骨寸断，还砸死了祖父。这猫可不能死！住手！放下他，快放下！不能杀，千万不能杀！快把他放下来，轻轻的，千万不能伤到一丝一毫。顾小姐连自己的手指头都看不住，居然还妄想伸出脚来绊我。是个忠心护主的小畜生，做得好！有人欺负你主人，你就得冲上去咬他。哼，你们顾家就是不长记性。一到宫宴，顾家就见血，真是烦死了。丫头，去陪陪你兰姨，她想你们娘俩想得紧。你娘平时也不出来走动，真不知道你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难不成是锁住了院门，把人关起来了？哎呀，王爷言重了。阿恒，快去陪王妃说说话吧。道貌岸然的家伙。从前只知道凤相在朝政上铁面无情，没想到对家里人，竟也是如此啊。右相凤平，这皇家人本相不敢置气，但这老匹夫我可不带怕的。难道封大人对家中小辈十分放纵？放纵谈不上，但至少若是我家里着火时，我的女儿不见了，我就算砸锅卖铁寻遍天下，也要把她找回来，而不是装模作样的找上一两天就说女儿死了。我是信任你，才把我媳妇儿暂时留在你们凤家，可是你也不知道长点心啊，就这么对我媳妇儿。小皇孙，您刚刚说什么？我的媳妇儿是仙女姐姐，就是被你欺负的那个仙女姐姐。仙女姐姐，你可回来了，飞羽想死你了。姐姐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可是飞羽不信，你是仙女，怎么会死？你的父亲不喜欢你没关系，嫁到我家里来，我父王母妃会对你好的。臭小子，你跟我抢媳妇儿？咱们两个可以公平竞争。
小孩子的话你别生气，上次弟妹给他治了腿，他回去之后就天天叫着神仙姐姐神仙姐姐，这次说弟妹在祖宅出了事，他还自个儿在家哭了好久。二哥不必放在心上，天宇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疼他都来不及，怎会怪他？那就好，这孩子回去啊，一定得让他母妃好好管管，不然将来指不定给我惹出什么乱子呢。二哥言重了。明日就要去大营了，边界四国始终是大顺的心腹之患，眼下看着是安生，却难保有一天不兴风作浪。大顺地大物博，州府富饶，边界小国要么是国界太小，要么就是土地贫瘠不长粮食，北方太冷，南边又过热，自然条件限制了他们正常发展，长久下去势必生乱。虽然上次与父皇说过，有大顺在中间隔着，四小国想要联合起来向大顺发难不太可能，但凡事都有个万一，万一真就能巧合到他们四家不用商量便统一了战线呢？又或者有得力的细作穿过大顺国境通风报信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大营都要加紧操练，边关也要布防。平南王已经800里加急传令旧部，提高警惕。我这边也要跟着忙起来。西北将士倒是不用太操心，可正北方的大营要熬过这一个寒冬，却又是个考验。很冷吗？何止冷啊，简直能透过皮肉，直接冻伤骨头。大顺北边延伸的远，当初老祖宗打江山时，只顾着开疆拓土，却没能多想土地拓开之后要如何去驻守。那到了这个季节，北边岂不是要受灾？年年都有冬会，今年总觉得比往年还要冷些，怕是会更严重啊。那你自己小心，大营里的事情我不懂，大顺的冬灾也是头一次听说，看来我对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些。待你不忙的时候多与我讲讲吧，我想为你分忧。我忙的时候，你想知道什么，可以去问七哥，他定知无不言。好。凤羽恒认真的把今日两人的谈话记了下来，暗自思量着回去之后是得再对大顺多了解一些，至少有些玄天明必须要做的事，他总不能一问三不知。依皇上对这儿子的心思，以及对他的种种赏赐与维护，再加上今日竟以如此强势之姿插手朝臣家事，这无疑不是在为他铺路。大营那边一忙完就来找我，我给你治腿，一定很疼吧？习惯了，你是不是嫌我这样坐着轮椅很麻烦？怎么会？我知道这是皇上对你的一种保护，但我也知道你并不愿意。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。这天下若是靠这种保护就唾手可得，也没什么意思。你说还有圣旨？切，父亲，如今我母亲复了嫡母之位，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？为父自然是高兴的，你母亲这些年受了不少的苦，为父定会好好补偿。娘亲，无需考虑我跟子睿，阿恒只问你，做这凤家的主母，做他的正妻，你可愿意？不愿意。哼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我姚家不好时，你扔我们娘儿仨到深山，如今我姚家有些起色，你又急着示好。凤锦园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一句话问出了他所有妾室的心声，他们都是跟了凤锦园生活多年的人，凤锦园的为人如何，他们都看在眼里的。姚氏其实说的没错，这种男人绝不会因为女人冒一点风险，哪怕是他的正妻。哼，父你的嫡母之位是皇上的意思，你若有怨言，自去找皇上分辨吧。不必，本县主已经回府，我的母亲自然由我来保护，更何况皇上早已有了旨意。圣旨在此，左相凤锦园及府内众人接旨。臣凤锦园接旨。姚氏之女姚千柔，朕赐你与凤锦园和离之权。你说什么？姚氏一大惊，先前还在思量着重新做回主母，今后该如何跟凤锦园相处。若凤锦园要留宿同生轩，他敢不敢得走的问题。但一转眼，凤羽恒便给他宣读了这么大一个权利。父亲失言了，是父皇说，并不是阿恒的意思。这母亲，圣旨您收好，若是将来，不必将来了。我今日便与凤锦园和离，我以主母之身与之和离。我的儿女依然是凤家的嫡子嫡女，当然，若凤相有其他安排，我也没有话说。我相信我的儿女也不止依靠着凤家的荣耀过日子，他们一个是皇上亲封的，有着自己独立封地的县主，一个是帝师叶荣的入室弟子，还怕没有好的前程吗？
凤锦元气得几乎吐血，他心里明白，姚氏这是明摆着的威胁，即便与姚氏和离，这一双儿女也注定是凤家的嫡子嫡女，这辈子除非皇上开口，否则他是不敢动那姐弟分毫的。千柔，姚三思啊！哼，我姚显之女姚千柔今日宣布与凤锦元和离，从此以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哼！但愿你不要后悔。绝不后悔。娘亲，从今往后，阿恒和子睿来保护你。姚姨，恭喜！混账！父亲，您最好不要一下子把女儿全都得罪了，动手之前先想想还剩下什么。凤锦元的手生生的就止了住。凤玉恒说的没错，打了享荣，他就又失了一个女儿的心。陈宇已经是个半废人，而粉黛却是个根本上不了台面的。凤锦元开始后悔了，后悔当年赶姚氏下堂，后悔当年把他们娘仨送到西北。如果当初为父没有送你们去西北，今日还会是这样的结果吗？若是没有当年西北3年，也不会有今日的我。父亲，你的女儿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凤锦元是被陈瑜搀扶着出了舒雅园的，虽然陈瑜不停地与他说，父亲不要伤心，无论如何，陈瑜都永远站在父亲身边，陈瑜不会离开父亲的。可他要陈瑜又有什么用？三皇妃的病好了，三皇子的玉矿也没了，外头养的那些兵马眼瞅着就要断了粮草，他凤家也没了沈家的支撑，这一场几乎还不算正式开始的合作，难道就要这样子结束？父亲，从凤桐县临回时，三舅舅来看过陈瑜，带了些银票，如果父亲需要周转，可一定要跟陈瑜说。有多少？100万两。这么多？沈家不是已经撤了京城的生意，怎么还拿出这么大一笔银子？京城是撤了，但外省的生意都还在做着。陈瑜不知道能帮上父亲什么，心里甚是失落，希望父亲能保重身子，有难处的时候一定来跟陈瑜说。为父知道了。那陈瑜先回去了。哼，若不是凤子浩那个逆子，陈瑜就还是嫡女。虽然人已死，但他是沈氏所出，这笔账就由沈家来代劳吧。沈家能拿出100万给外甥女，我就绝对有办法再从那家人手里榨出更多银子来。2天后，同生轩改名为县主府，开了正门之后，上门道贺的人持续3日不断，同时也扩充不少奴仆，因此也混入那些觊觎后羿供奉头金钗的人，祝福为卧底。据说步白旗步大人一直往东去寻那步聪，可昨天步家收到了驿馆的传书，说是至今也没有寻到。为何步大人要往东边去寻？因为步聪是驻守东界的将军，他要走也应该是往东去。首先得明白他为什么要走，还有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地方。最后一次见他是我们从凤桐县回来的路上，他射了凤家所有的马车，跟凤相吵了一架，然后扯了条白绫子，说是送小姐一程。这不就得了？既然有这个因在先，他就不可能回往东边大营去。步聪又不傻，虽然你我都明白凤家一介文官府邸，步聪要对付凤家根本不需要去动东营的兵马，但咱们这样想却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这么想。万一有人将事情联想到一块儿去，那对步家来说就是真正的灭顶之灾。小姐的意思是步聪还在凤桐县那边？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，但应该不是为了找我呀，难不成他另有别的目的？寻找小姐只是个幌子？应该就是这样了。照你们所述当日情景，他想找我的心应该是有的，只是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而那事情8成不能为外人所知。那步大人往东边去找他，应该也是做给旁人看的了。步家从来都觉得自己聪明，外人都是傻子，这样的伎俩虽说能骗过大部分的人，但对于那些精明的老狐狸来说，却是一点用都不顶。我相信皇上以及玄天明他们也一定猜到了这一点，只不过想再给步聪一些时间，看看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搬走，你下次出场能不能有点创意啊？哼！大冬天的开着门本来就冷，我帮你们关上不好吗？你猫死了。什么？
馒头，那日宫宴后，皇上死乞白咧的把猫给留了下来，说是借给他养2天。当时凤羽恒觉得皇上一定是想借着那猫抒发一下对云飞的思念之情，便答应了。谁成想这才几日光景，居然说猫死了。主子你节哀。节什么哀？你快说说怎么死的？据说是宫宴之后突然就发了疯，不但上蹿下跳的，还自己往地上摔。一开始皇上以为是跟不惯他，便让人找了些云飞从前的物件给猫玩，可那猫见人就咬，宫人们不敢让皇上接近，又不敢打那猫，只能找个笼子先关起来。皇上不让跟您和云飞说，就怕把那猫给抱走了。谁知道才几天功夫，猫居然死了。难道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疯？我绝对不信。尸体呢？还在宫里，但七殿下说主子若要，他便给您送来。要，当然要。我得问问馒头，到底是谁对他下了毒手？那主子就在府里等着，不要出去，我去就来。馒头中的毒与我在凤瞳线所中的毒是一样的，是谁下的毒？按理说猫到父皇手里绝对没有机会下毒。杀了他，杀了那只猫！手指，果然是不霓裳的手指有问题，这就说得通了。作案理由、作案动机全部都有，为凤晨瑜和凤子浩提供药品的人也是不霓裳。如果不出那个意外，只怕在宫宴现场不霓裳还是要向我下毒手的。馒头是替我挡了一劫，小娇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毒害你的人的。七哥，就埋在宫中吧，父皇一定也想这么做。原因可查到了，这件事情你若能下得定论，只怕布家也死到临头了。不霓裳的手指有问题。凤羽恒将检验结果又跟玄天华重复了一遍，玄天华听得直皱眉头。如此说来，凤瞳县一事，不霓裳也有参与。这只猫的死，父皇一定会追究。但你若想自己动手，我也可以帮你周旋。只是布家现在连根拔除还不是最佳时机，布聪还在外面。我只要不霓裳。哼。好，那你自己保重，有事就到陈王府去找我。好。七哥，玄天明什么时候能回来？还不好说。哦，没事，七哥回吧，路上小心。好。我总觉得七哥今日情绪似乎不大对劲儿呀，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什么事？七殿下生母的忌日就在冬日，具体是哪一天，奴婢也不记得。总之每年冬日里，七殿下都要去祭拜生母，怪不得。凤羽恒总算明白，为何今日在玄天华的身上总是能看出几许落寞来。想来那忌日也就最近几天了吧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嘘，有人来了，我们先躲起来。不霓裳。哎，你猜这不霓裳3更半夜的出府是干什么去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猜啊，是去会情郎。你看他领口的盘扣有一颗记错了地方，明显是记的时候十分匆忙，也有些紧张。这大半夜的到外头脱衣服，不是会情郎还能干什么？主子，你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什么都说？主子，其实按你这种打法，不带我来都行。不带你来，谁给我扛人？快，赶紧的。是，主子。好。这东西虽然比不上他用的那种药厉害，但也是这京城花楼里数1数2的迷药。主子放心，效果是一样的。那就行，总得让他尝尝这种药是什么滋味。搬走二话不说，打开脚趾包，里头是白色的粉末，捏了不霓裳的嘴就往里头倒了去。这个怎么办？杀了？别呀，我暗器上的药足够他睡到天亮。一会儿我们把人扔到官府门口，等他醒了，正好直接报案。好，我们先去官府，然后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
搬走说的好地方，其实就是京郊的男人堆。所谓男人堆，就是光棍村，里面住的或是官夫，或赌徒，或是好吃懒做的一群男人，脏且乱，而且都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好色。已经身边好了晚霞，你会送我千匹狼马。主子，我能不能把它放在地上拖着走？不行，把它弄伤了、弄丑了、弄脏了，可就达不到最佳效果了。主子，你想太多了，那地方就是扔进去一条母狗，都不一定能活着出来。那也不行，你再忍忍，不是说就快到了吗？快，赶紧的。好酒起来继续喝。喝什么酒？酒没了女人啊！嘿嘿，女人，哈哈。哼。女人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屋外这声叫，却将那些本来已经睡着的男人给惊了起来。这些对女人声音极其敏感的男人，脑子里的某一根神经腾的一下就绷到最紧，一个个衣裳都顾不得穿，就往外头冲，生怕出去晚了被别人抢了先。班总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残忍了？这怎么能叫残忍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这人从来爱憎分明，对我好的我护之爱之，对我动过手脚的我便也不会让他们好过了去。今天是布霓裳，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。你们跟在我身边，希望不要被我这样吓到。你们也必须得明白，在这样一个世界，你不强大就要任人欺凌。这是凤宇恒在上次中毒之后总结出来的，对待敌人不能只逞口舌之快，嘴皮子功夫耍得再好，对方也得不到实质性的伤害，有的时候必须要动手，一巴掌拍过去，让那些害他之人再也没有还击的能力，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方式。走吧，咱们回去，后面没有什么好看的了。是。小姐，事情办得如何？听从主子的吩咐，今早天刚大亮，属下就派了个面生的小厮去京兆府报案，官府第一时间带人过去，抓了一众嫌犯回衙门。审出第一个侵犯布霓裳的男人后，那男人居然大叫冤枉，原因是布霓裳根本不是厨子。昨晚本来是想去布府绑人，结果半路上就遇到布霓裳衣衫不整的往府里走，他要还是厨子，我都奇了怪了。布家小姐胆子可真大。跟他比起来，凤家的孩子还算是老实的，至少这方面是会老实一点。跟我往凤府走一趟。好的，小姐。走，给凤沉鱼签点顶。府里不是闭门谢客吗？你是如何进来的？快别急着说话，你听听，嗓子都哑了。昨天晚上喊的吧？还不快给你家小姐倒碗水喝，润润嗓子，压压咳。没见你们小姐还有很多话要说呢吗？滚，都给我滚！小姐息怒。哼。脖子上的牙印儿倒是能好，但脸上有几道较深的抓痕，怕是要留疤。是想要什么东西吗？想要什么就说话，不是有丫头吗？犯得着你自己起来够。大姐姐，你来。陈瑜觉得自己就像凤宇恒身边的一个木偶，一点自主的权利都没有，人家一招手，他就得乖乖的往前走。霓裳，我是特地带大姐姐一并过来的，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像你这个年纪就能有这番经历的人，除非是到花楼里去找，不然整个大顺恐怕也找不出来几个。所以我特地把大姐姐带来，你们两个同命相连，也好有个交流。有些经验还得大姐姐提醒着你。你出京人士，想来是什么也不懂的。你也被人……没有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我告诉你的可都是好话，你这样的经历是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嬷嬷都没遭遇过的，他们哪里懂得怎么照顾你？但我大姐姐有经历啊，尚未及笄就行洞房之事，后续需要处理的事情可多着呢。相信凭大姐姐跟布小姐的交情，一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。凤宇恒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被几十个男人欺凌过？分明就只有一个，我……什么？等等，难道……凤宇恒，难不成昨夜是你？
什么昨夜是我？你别装了，一定是你把我打晕了扔到京郊的。凤玉恒，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？我要告你，我要到皇上那去告你的御状。你开心就好，不过你说是我，证据呢？我可是听说布家小姐是被人在府门外劫持的，三更半夜你不睡觉，跑大街上乱转什么？不好啦！咋呼什么？还能有什么更不好的？四皇子府带着小姐的庚帖来退婚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小姐，四皇子把您的庚帖退回来了。人呢？四皇子来了吗？没有，只是派了个下人来，府里收下庚帖之后，那人就走了。为什么要把庚帖收下？谁收的？是老太太收的呀。凤晨瑜看着面前的人，突然就想到了自己，他跟布霓裳的确是一样的遭遇。三皇子那边看来是没可能了，但他总是要嫁人的。如今布霓裳被四皇子退了婚，这样的结局早晚有一天也会落到他的头上。凤晨瑜开始有些后悔当初跟布霓裳合谋设计凤玉衡。哼，小姐，让你家小姐静静也好，毕竟一个女子被退了婚，那可实在是让人抬不起头来的事。更何况你家小姐昨晚还……子莲，你快过来，快看看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！这是流产的征兆。去叫大夫，快去叫大夫！啊，大夫，奴婢这就去。布小姐不是昨夜才被人欺凌，怎的今早就小了产？本县主年纪太小，医术不精，布小姐你可别吓我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我没有，子莲，去请四皇子，快去请四皇子到布府来。小姐，您跟四皇子的婚约已经不在了呀。可是我的是啊，他不会来。县主，奴婢求求您，救救我家小姐吧！布家已经去请大夫了，我只是个客人，有什么义务给她看病？可是小姐她快死了呀！那也是你们布府的事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就在布尚书丧礼那日，小姐将一个小纸包给了我，让我悄悄地塞给凤家的大小姐。难不成县主都知道了？这样的话，县主是不可能救小姐了。人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，可偏偏有人就不信，报应这么快就来了呢。大姐姐这是怎么啦？为什么不治了？小姐还在流血啊！哎呀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布小姐严重血崩，请恕我等医术不精，实在是无力再救治啊。那怎么办？最好的大夫自然是在宫里，布家都是贵人，还是快进宫去请太医来看吧，再晚了怕是要耽误了。我去跟老太太说。血崩吗？其实我能治，你忘了，我才是这最好的大夫。布霓裳满含期待地看着凤玉衡，却又听他说，但我不可能给你治病的。布霓裳，你听着，想害我，这就是下场。你